佛性的大能，福施大用已经呈现。那我们都不用到那个程度了，我们把那个钓鱼台转过来就好了。不用那个整个四天下都转，所以要了解到那个就整个都是佛性的大用，我们小用就好了啦。我们现在不用那么大用，小用就可以。所以或者都看那个大藏经的时候看到这一段真的一直在想，那会安尼，人坐伫厝内，外口的代志拢知。我们现在知不知道？或者以前都讲，年纪轻轻的时候你若倒咧困人光去添咧水，还袂醒。佮有法度讲人伫厝内咧大，外口的代志拢知。可是我们要了解到，真的我们佛性有那个功能。你会事先，台北的前贤也有他呢。比如说今天会有什么事，会有什么人他会遇到，都会知道。所以真的有嘞，只要你修了以后各位前贤，假如说你有那个功能，已经有那个功夫要起来讲，跟大家分享，也鼓励大家就是能够朝这个方向努力。可是或许就跟那个讲，说你不要讲，因为你讲了以后，这个虚空之间有很多无形的，他知道你有功夫，他会请你帮忙。哎呦，你有法度你给我斗三工嘞，结果那个连佛都没办法斗三工的伊若去找到你你就吃不完带着走。所以我讲你不要炫耀，除非说你熟识的人，他问你，你再说。你莫点，你若点落就害你就做这代志的，你办不完。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有这个功夫，但是呢，那个是我们本性之中它的功能作用本来就有。只是我们现在大部分的方向都是朝着现在整个社会那个发展，整个社会的潮流，我们都跟着潮流还没有说我们回光返照来照顾自己的那个佛性。那没有照顾佛性的话，佛性的功能大用怎么出来？出不来拢无去去让人家看掉。所以只要我们呢把那个注意力收回来，然后专一然后它整个慢慢呈现。所以我们呢，无量众生呢，常为之有独见所种，是故名为如来有忧。如来就是在忧愁众生拢无爱修道啦，拢着伫个现象咧享受，所以就是如来有忧。善男子，虽有众生呢，应受化处如来于中示现受身，虽现受身而实无身，是故如来名常住华，如嘉林提鸳鸯等鸟。所以佛就讲说，虽有众生呢应受化，应该呢接受那个教化，那个地方所在有那个众生的地方所在，然后如来呢他就会示现示现呢在那个可以教化众生的地方所在，然后呢示现受身。虽然他示现受身呢，可是实在呢没有身，
也没有死啊。所以我们了解到说，千百亿化身以后啊，不一定说一定是他的形象啊，他可以画很多不一样的形象。之前呢时常讲啊，说我们假如说这个大热天啊，在旷野，然后啊，哇，都热得不得了，突然间见到一棵大树，或者就讲，那个我们啊，佛性就可以啊，化成一棵大树，让大家乘凉，来家休困，树啊卡凉凉，然后等到培养你那个热够了，这个元气搁转来，开始搁行，等到你走了一段路，你回过头来看，不见那个大树，就是佛菩萨画的，所以各位可以体会啦，佛菩萨不是那种死板板，一定要坐在那边我们才看到啦。假如说你是热得不得了那未春车。结果有一阵啊，清风一吹来，那家师父告诉你，佛菩萨画的，他就画一阵清风，让你很舒服，把那个懊恼都全部去掉。我们知道吗？那拄好啦，拄好吹来一阵风。所以各位在生活之中啊，就可以体会了，体会说，原来佛菩萨是不拘形象的，有时候你在马路上走，看着老阿婆啊，安尼推一台车，然后咧收迄个回收的东西呀，你要了解到，有时候那个就是佛菩萨，他会帮助人，那个戒的那个形象，我们都不喜欢嘛，阿婆啊，都安尼加减安尼收一寡去卖赚钱生活，我们就直观的瞧不起，不知道那个是视线，有时候啊他是在试验我们人的心，有灾难的，他要救你，看看你有没有善心去帮助他。你咧啉饮料，伊讲你啉了迄个管好我，有的就不愿意咧，无要紧，不愿意他一样笑笑的，他不会说就你啉了就心情就要等咧本色人，听后你等咧本色人，伊再去捡回来。你看。我们人真的就是有那样佛菩萨他呢不拘形象视线，不是一定是很好看的啦，有时候就我们最不喜欢看的，结果就是所以各位以后就可以注意你的周遭这个都没看现在来雄雄造出来，可能就是佛菩萨视线。要跟你结个缘，你就要跟他结个善缘，他会帮助你的，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视线收身呢，它实在没有生，只是一个变化，所以要知道说，我们佛性里面修正的，真的千变万化，你要怎么变化，随你的意思。理不理想？非常理想。是故如来名常住法，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它常住，永远都在了，不会变化。这个呢就是鸟玉屏，接着呢是月玉屏，月亮的比喻佛告迦叶譬如有人见月不现，皆言夜梦，而作梦想，就是说有人看到这个月亮不呈现，他就讲夜梦，已经呢不见月亮了，而此月性实无梦也，转现他方。
这个业呀，它本来是在，没有消失啦，它只是呢不在这个地方呈现，在别的地方这个呈现。那彼处众生呢，复为业出，那个业量呈现的地方那个众生来讲，研究出来而此业性实无出也。这个业实在是没有出了。所以各位就是了解到，是我们见到的那个现象，它呢都永远都在，只是有时候我们看到，有时候呢，它呢被地球这个遮住了，看不到。何以故？以须弥山障故不现。被呢娑婆世界最高的山呢障碍，所以看不到月亮。那么取业长生，那个业永远都没变化。现无出没。它业的那个现它没有出也没有没。都永远都呢在那个地方，只是我们地球在转，有时候看到，有时候没看到。那么如来亦复如是，如来也是这个样子。出现呢3000大千世界，或圆无体，这个圆无体就是我们南赡部洲了。那出现呢在3000的大千世界，那个小千、中千、大千，各位有这个听过这个3000大千世界吗？就是我们呢这个1000个小世界叫一小千世界，然后一小千世界叫一个中千世界，1000个中千世界叫一个大千世界，有小千、中千、大千3个千，3000大千世界这样啦。有时候我们看文字以为说就3000个大千世界，其实非常多啦。这个整个呢那个大千世界非常多。那圆无体就是我们南赡部洲。那是有父母出现呢这个3000大千世界在我们南赡部洲，然后呢是有父母。那么众生皆为生圆无体，我们众生看到了，说佛呢就呢出生在圆无体，佛圆无体示现涅盘，这个释迦牟尼佛在圆无体示现涅盘，如来之性实无涅盘。那个如来，我们佛性没有这个涅盘。所以要了解到他这边的涅盘就是已经这个完成娑婆世界的事，已经呢都已经办完了，然后已经呢又回归到本位回去了。那我们讲涅盘。那么而知众生皆为如来实波涅盘，譬如夜梦。就说如来已经确实涅盘。在这个西元前544年，释迦牟尼佛这个示现在凡尘，然后80岁入灭，就是进入涅盘。那我们呢就讲说他已经呢涅盘了，不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可是要了解到那个只是形象的示现然后他的佛性一样，跟我们一样他已经回归到他的本处原来的地方所在。那因为这个释迦牟尼佛修的非常久，他有经过呢3个阿僧祇劫啦。那我们呢现在是一世修要一世成所以我们了解说已经呢时机都不同，要像呢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的那个修持方法，以现在的环境来讲大概都没有人做到。所以我们现在的修持方法就是呢努力的朝着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
然后啊认识，然后启发，然后培养让它茁壮长大，然后以它来主宰我们生活。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已经可以回归本位，跟佛没有两样。那我们往后已经回归本位了以后再努力的加以修持，一样都是可以进入很深层的我们那个佛性。那我们现在先求能够了解到我们的佛性本体。我们很多道亲就没有朝这个方向努力，所以修了很久都会茫茫然。很多那个像那个中那个斗六斗南那个地区或许之前都有去那边讲课那很多学贤都已经修了很久的时间他觉得说已经没有办法改变了，所以就不再这个出现就是不再出来整个跟道亲结缘。那或许那个时候就曾经问一些不出来的一些道亲，他说我已经从求道到现在他说大概已经经过30几年40年。那回忆他说回忆30几年以前跟现在差别不大。那我现在已经年岁已经很大，那要在30几年40年，那可能我都不再完成的。那以这一种现象不可能再改变所以他就选择退隐就是说转退了。我说这样就太可惜了啦，因为对我们本体并没有抓到你说没人讲要哪去听就是没有人说怎么去了解当然就没办法所以我们南部的前贤就讲，你哪不较早出来讲呢？讲有呢，我已经讲28年了我现在才听到。所以你看那个机缘就是蛮重要的你没有机缘就听不到那现在有一些虽然听到，可是他也不在意不觉得说有什么可贵，也不觉得有什么好所以真的没办法勉强你假如说能够听到又知道好，能够追，或者就讲绝对成道，绝对成佛，不是希望，而是绝对从内心产生信心，绝对时间早晚绝对成所以我们一定要这个努力修持，真的要回归本位。一世苦就以后不再苦了，那一世的苦都不受我们就六道轮回一直苦了，苦不了所以还是要选择其实真正的努力修道也不苦因为你很心甘情愿做什么事你都心甘情愿，那怎么苦不苦，是你不愿意做非做不可，那个才苦啦那我们很欢喜心很高兴的去做修道就是三顿就饱，暗时困下去，这样修道不好吗？很舒服所以我们就省掉烦恼那些烦恼我们不要那个我们太聪明了，生出烦恼来烦恼，想巧啦咱较戆咧莫生烦恼，拢莫生啦，就无烦恼，无烦恼就好所以我们就学很老老实实的一天过一天这样进入真理世界我们就会心里面很笃定很高兴。
三男子如来之性呢，实无生灭，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呐，那个佛性呐，它没有生灭，为化众生呢，是有生灭，这个释迦牟尼佛讲，为了要呢教化众生，所以他示现呐，有生灭，如此满月呀，余方见半。敢若咱看到的所在，多15，多满月啊，月都真圆满。毋过别位的所在看一半尔，月亮剩一半尔，月亮无变化啦，咱看到无同，咱若初3月，甲15月无同对无？它整个都不同啊！月亮咧变化，月亮无变化啦。咱地球咧洗，是我们所处的地方啊，一直在变化。此方半月啊，余方见满，咱的所在，这个初3月也是二5月，拢无同款，剩一半尔。但是别位啊，都拢，规个拢看甲圆圆菩提人啊。若见月出啊，皆为一日，即摆来看到迄个，每一个迄个开始啊，迄个才一点点啊尔，皆为一日，初一的月啊，足小，一摆啊，起次月想。咱拢会讲迄个初才伫咧初1尔、初2尔、初3，迄个拢真细。然后见啊月盛满未时路，即马后来月拢真圆满15啊，所以啊，我们了解说，是我们看的现象啊不同，其实月啊都一样，就盛满想。月拢圆满啊，而此月性啊，实无亏也，它的月啊，都没有亏，也没有圆满。因须弥山而有增减，因为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啊，有须弥山，很高的山，所以那个月亮啊，就有这个增跟减。如来欲尔，以圆菩提。或现出生，或现涅盘，现时生时啊，犹如初夜，一切皆为啊，童子出生，行以七步啊，如初二的日夜，后复啊示现，入以师堂，如呢3日夜，示现出家，如8日夜，放大智慧啊，微妙光明。能破无量的众生的魔种，如15路，好像月满了，盛满之夜，或复示现啊32相80种好，以至庄严，而现涅盘，欲如啊月时，那个啊具有告价语啊，如是众生啊，所见不同，或见半月啊，或见满月。或见月属，而此月性啊，实无增减。亲属之者呢，常是满月。所以啊，这个佛就讲说，我们看到的现象啊，种种不同，但是呢，那个是我们众生所看的啦，它的本来呀，都是一样，整个月亮呢都是满满的，所以我们了解说，佛的示现呢，就是要这个教化众生、度化众生呢，都能够修道，都能够成佛。那么如来之身呢，亦复如是，是故名为啊，常住不变。这个如来，我们呢，每一个人的佛性啊，都是如来之身，都是法身呐，以法为身，都是常住不变。我们的佛性呢，都是常住不变，又如满月啊，就好像呢满月一样，一切悉现，什么呢都能够呈现，在处处啊诚意寂漏，
就是不管在什么地方所在，这个城市也好，乡村也好，山泽水中若井若池，即知水气一切皆现，所以呢，只要有水的地方都能够呈现那个月亮，月亮呢都能够呈现。三人子业性是一种种众生呢，各见异象，这个种种的众生看到呢，不一样的形象。那么如来遇耳，这个如来，释迦牟尼佛讲他自己出现于世后有人天而作是念：如来今则在我前住，就是如来现在呢在我的眼前。那么复有畜生一生思念：如来今则在我前住。所以各位就了解到说，那个释迦牟尼佛他也会这个视线畜生就变成那个畜生所以畜生的说如来在外面头前，知道吗？所以我们看呢这个畜生就是已经造了业去现象。可是我们要知道说佛他也会度化畜生，也会呢到那个畜生道去出现，然后引进那个畜生修道。所以那个心我们就是了解到，不像我们那个分别心那么大。要我们说去度化呢这个畜生我们大概没有那个意愿或许在埔里天野佛院因为是管理那个整个天野佛院，天野佛院就是在山区嘛，那个地区就是宝地所以非常多的毒蛇。那以往或许都以为毒蛇不会大，谢谢不会结果有一次遇到那个火线站，它有多大？咱的卡腿，我们那个那个脚那个腿遐大。然后因为或许又是主管，所有人看的叫拢叫我毒蛇，非常害怕。我现在我那惊到要死但是无处理袂使，他又跑到那个坤道的浴室然后我那个时候在天火都有买那个人家捕鱼都有那个网子鱼钓来用网那个绳有我有买那个小的、中的、大的啦，然后那个大的一个不够，爱2个，安尼头盖他那个声音这么大声又惊死真的不处理又不行。然后我就开始跟他讲道，我讲你就是不爱修啦，你看嘛，你现这个形象，大家惊，大家拢惊到要死，拢唔敢接近你。你较乖咧，入来我房仔底，我甲你掠来山边，无你用讲死。他真的会听咧，就点点啦。我讲那个大到我那个拢起来头半部，佮用佮一个往那大的后半部啦。我才抓无坏。你看偌大个讲，真的有够大。然后后面墙甲拖咧行去山边去。真的被人家看，我们人看到真的会吓到，有够大。我讲大蛇哪有这个这么大的，拢嘛细细安尼结果那个真大，然后把它慢慢拖到那个我们盖的时候
都有一条水沟，哦，就是把那个整个我们那个天佛院隔离呀，跟那个外面隔离有一个水沟，蛮大的，啊，是全位迄个水沟啊收入去，然后收入去那个大蛇吃小蛇，哎呀，不是我看到的，是那个守卫啊，他都为顺水沟啊落去嘛，啊顺水沟啊落去那个下面啊也一样那边蛇很多了，那毒抓不是雨伞扎，就是饭时青像青竹丝都有啦，青竹丝咱看到嘛拢细细对不？我一看到那青竹丝也是差不多我们手这么大，我讲惊死，那青竹丝咻，它飞得很快，真的会被它吓死，那个守卫啊守卫也是那个养老院的院民，因为他还年岁还不很大，他说我卖立那个宴会，然后我来给你守卫，用那个守卫钱来立宴会了，这个仁爱之家说可以，这样可以，他在那边就看到那个大蛇在吃那个小，其实也是很大，可是被那个大的比较起来它就很小了，一转骨给它吞落去了，一共吓死人了。然后我一直在看他麦克舍起来给人看，人家看到都会怕，所以我说我在那边这个时常遇到蛇都要跟他讲道，跟他讲说你就是不修了，你才会现这个相让人害怕，记得要好好修，当哪里甲讲，你拢转点点呢，袂叮当这么讲说好啊，紧蛇去让人无看的所在，他就慢慢的就走了，就让人这个看不到。迄伫个意识内底你无甲用个网甲提出来无法度。若准伫个已经伫个教外，咱就用讲的伊真是会慢慢蛇的蛇甲为迄山边去。那边本来就是他的地方所以我们不能说没有所以这个晚饭以后，我们都出来散步。若去听到，我讲唔让去那个毒蛇，很大的毒蛇，时常伊拢会先人警告，你若要挖来伊用声先给你警告，让你不敢接近，所以我们了解说，它也是有灵的。或者就讲我们在凡尘你拿迄个厌愤恼怒烦拢积甲规身躯规头壳，会出事做伙啦，毒蛇，好不好？不好，不要所以不要有厌愤恼怒烦，不要留在我们头脑里面，都要呢清除掉，不要往后变毒蛇，那个埔里的地区就很多那个打官打家甲新妇伫咧卖货然后就都很心里面很怨愤，然后刚好我去他的那个地方讲道，他一听到以后结果促成他整个家庭都改变，不敢有那个怨愤恼怒烦，讲我以后不当毒蛇，真的很好用，所以我们要了解那个是现实，真的你有那个毒誓往后就出现在凡尘，就是这样。你在现在再生的时候，你那个怨愤很大，你看人家都不敢跟你相处，就好像看到毒蛇一样，都已经呈现那个现象让你去体会所以我们就在生活之中呢去掉，
把那一些呢我们的怨愤恼怒烦去掉，那个没用啊，这个人与人之间都要相亲相爱，互相照顾的不要有那个怨愤。我们讲到哪边了？16页左边对不对？左边业性之一，第2行而作是念，畜生呢一生是念如来今者啊，在我前住，对不对？就是讲到畜生讲完了如来拢来生跟我做伙所以这边才去想到了。顺道又讲在那个天佛院遇到的事，后有聋哑遇见如来有聋哑相你看嘛，如来嘛示现聋哑相所以聋哑看到讲跟我同款，如来跟我同款原来聋哑。那么众生类杂原因各异啊，皆为如来悉同给予如来咧跟我讲话迄讲的话一个所在啊，各地方拢无共，但是呢大家拢讲如来拢跟我讲同款话异各生念啊，在我舍宅受供养那么大家拢嘛想讲如来住伫我厝啊，咧互我供养所以你看如来的视线啊它不局限不是一定呢非常好看的形象。那么如来实现啊亦如比喻，即是法身，是无生身所以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呀就是法身法就是充塞整个宇宙空间就是法，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无生身，它不会生，所以也不会灭无生身法身，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方便之身，所以它可以随缘就是看要画什么形象呢都可以。那么随顺于世视现无量顺着凡尘就无量，没有局限的在一个形象。那么本月因缘在处处视现有生就是他的度化众生的本业因缘就是呢努力的要度化众生在处处不管什么地方所在，他都视现有生譬如比喻于是义故如来常住，无有变异如来呢他是常住没有变化。善男子，如来之身无有血肉筋脉骨髓，如来真实呢实无脑坏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那个佛性如来之身没有血肉了如来没有形象没有筋脉骨髓所以不会坏善男子，如恶人堕若以刀杖伤身出血，虽至于死不起杀降，如是业相轻而不重所以我就讲好像两个人呢在互相呢打斗用刀用杖那个刀杖乖已经呢伤到身体，已经出血了，虽然也到死亡了，可是不起杀降，就是他没有要杀对方的那个念头，所以如是的业相就轻而不重就是你若有杀的心那个业的重你没有杀的那个意那个就不重，业就不重。所以我们了解说凡尘有时候像说这个杀人放火我们凡人以为说罪很大很重
结果那个佛都讲那个都不中，因为影响只有1、2个人。那我们讲话，你毁谤佛经然后讲那个真理的坏话，那个罪很重。你看我们耍嘴皮子去讲那个经典里面的不对，这样子那个罪过要下阿鼻地狱。迄台人做真轻这样呢讲话讲2句尔做真重所以我们就要了解到它的影响，因为他很相信这个佛法，然后经过你的诽谤，他对佛法产生怀疑，那个罪过就在你身上，那个已经伤害到人的慧命，所以要下阿鼻地狱。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当我们度化众生，讲经给他听，他已经起厌烦，不要再讲了。你在讲的时候他会有时候会随口公派位啦，那个你这样要了解，他一讲出来那个罪过很大。我不杀伯仁伯仁为我而死就是这样。虽然你没有要害他，可是你真正的让他进入阿鼻地狱。所以我们一看到他已经咱咧甲讲，咱足诚心诚意咧甲讲，伊就安尼不爱还不爱听，咱就点伊随顺誓言无关所以就是要活泼啦，我们要知道伊若爱听，咱就讲一寡好听若不爱，咱就好到此为止就不用再讲。还剩下5分钟给各位提问。有没有人要问有问题就问没关系，5分钟而已我也是问说，我们佛塔都是属于讲为什么那个万年青是因的，我们佛塔会插万年青？各位浅显，万年长青所以我们取万年青的时候就是要了解到我们佛堂整个东西它都不动只有万年青是活的剩的物件拢点点对不？敢若万年青咧活各以万年长青，然后它又有假如说我们的万年青它是各叶个青个活了真活泼，活了真有力，那我们这个办的一定会很红展。那假如说伊安尼拢安尼要死拢安尼无营养，那我们这个办不起来，那个道办不起来。所以要了解这个时候不是在讲它是阴它是阳，而是取它的万年长青，而是取它的活，伊咧活个万年永远拢青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整个佛殿佛堂东西它都不动的都不会佛就只有万年青所以要知道说我们看万年青你进去佛堂看这个万年青这个怎么样，你就大概可以了解说这个佛堂的办的怎么样就可以大概去了解到你假如说人事都很和，办得不管人多人少那个万年青他会欣欣向荣很有活气就有安尼像咱咧看起来就安尼就好看那个就是办得可以好的时候还呈现所以你办得不好伊就拢萎靡不振，很奇怪自然所以这个以前后学给大姑开车大姑最重视就是万年青，
最重视啊，就是万年青。你万年青不好，那一些坛词都要收念的，都要背好了，大姑念，所以很重视啊万年青。我们老千也一样啊，因为整个你看都是不动的东西，就只有万年青是佛的，各位就可以看了我们这个两边的万年青啊，真的很有意思哦。你看这边萎靡不振，你看那边这个耀武扬威，有没有？有没有？哎呀，这边拢安尼要死啊！那边安尼真有力，有没有？各位有没有感觉？就是这样，看你的直觉它是怎么样大概呢这个都办得怎么样？那可见我们同一宫还有努力的地方，还不够圆满。两边都像那样就好了。刚才这边讲，哎呦，无甲探头看者，佫唔知。探头看才知影讲，原来萎靡不振。下，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前贤，大家好。佛学三道天师德老千贤大德，一起感谢各位前贤给佛学机会学讲。我们讲到哪边的？16页。第10行是复次这边吗？左边。左边。16页的左边业相轻而不重，这边吗？这个释迦牟尼佛讲，说两个人在打斗，用刀杖，已经伤身出血，所以到达伤重死亡，不起杀想，就是没有杀的心。那么如是的业相轻而不重，所以我们一般都以为杀人放火罪就是非常重。结果那个佛就讲，这个只有影响到一个人而已，所以那个业相轻。那我们有时候这个讲话，假如说有这个诽谤佛经，或是有讲真理的是非这样的话那个罪过很重那个以后要下阿鼻地狱这个我们想象都想不到。那出佛身学以如来本无杀心虽出身学是业意耳说出佛身学从佛的身上就是已经让佛流血，这样没有杀心的话，他的业这个业相也是轻不重。如来一世以未来世为化众生示现业报，就是如来释迦牟尼佛这个以未来世为了化导众生，也一样示现这个业报有业报的这个呈现。那么复次犹如良医勤教其职，医方根本此是根药，此是剂药，此是摄药种种相貌汝当善知其职敬奉护之所赐，精勤学习善解之要，施医这个后世受尽命中。那么其职好目而奏是言，护本教我根要如是剂要如是花要如是，摄相如是
所以我们了解到这个佛呢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都是非常详细，然后也让我们呢看了就容易知道所以我们在这个凡尘也要承续着我们应当呢所要学的，然后加以深入了解就可以这个按照呢这一些学的来救人。那么如来欲尔为化众生示现自戒，这个如来是一样，为了化导众生，然后就是制定那个戒律在凡尘的时候制定一些戒律应当如是受持莫犯，就是呢我们按照这个戒律佛所制定的戒律来做，可以改掉我们脾气毛病，可以改掉贪嗔痴。所以那个戒律的制定就是要鼓励我们努力的修持都能够成就所以佛制定的戒律都蛮严格假如说我们看的那个因为经律论戒律也是一部的那个教化众生的一个经典，那里面呢所讲的一些佛有说呢，我们假如说还没有到达程度的时候我们不要看，因为看了以后会用那个戒律去不是要给自己用，是要检讨别人所以佛就不喜欢呢说我们还没有到那个程度去看那个高的戒律因为高的戒律那个一动辄呢都犯戒所以我们用那个已经很高戒律来看这个所有修持人的话，那所有修持的人都犯戒这样的话他会认为这个修持的这一些人都不够格就看清他自己就会骄傲所以我就讲我们还没有修持到某一个阶段的时候就不要看那个阶段的戒律因为那个很严格，像我们知道的说基本戒律三依一钵，那剩下身外的东西都不能够拥有，连那个吃气托钵乞食也一样除了吃以外有剩要给那个同伴他这个托钵讨乞讨不到的要给他吃，然后再有剩的话要给空中飞的地上走的吃，不能留，不能说我留到下一餐不可以你看这么严格就是一定要空了，空无所有，空之一切，你全部都没有这样的话专心修道，所以就是要你成道成佛非常严格。那我们现在可以自我要求我们到达某一个程度的时候你说我现在不能再发脾气要怎么样来制裁自己，这样的话那个进步非常快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时期比较活泼我们用活泼的修持方法促成自己能够通达真理都全部通达真理都没有阻塞的都是通达，可是我们都会自我阻塞因为或许都一直讲本来我们有正知正见，每一位都是佛那因为我们众生的知见害我们阻碍我们成佛，
所以啊，我们只要把这一些执爱我们的这一些众生之见啊，把它去掉，不能呢深根蒂固，不能固执啊，我们都固执在自己的知见，要呢进入啊正知正见。那或者就讲正知正见就是啊万念放下，一念不生。那个时候啊，我们一个念头都没有，那个叫正知正见。那正知正见啊，也就是佛知佛见，佛的知见啊。所以佛的知见你看他没有一点点私心，都是从性海之中呢自然流露。我们也一样，我们了解说，我们都没有一个念头，没有一颗念头的时候啊，这个叫正念。我们有念头啊，叫做邪念，念啊已经邪了，不正因为邪的念啊，会让我们造业，那我们造了业啊，就要受苦。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所有的行为啊，都从念头来，所以先从念头啊，这个修理，把它整理的都完全符合，跟真理都符合。那这样的话我们的念头都跟真理符合了，行为啊都正确就没有业。那没有业啊就没有苦。要受苦都没有苦啊可以受，所以我们了解说都是我们自己去做，要解脱也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呀一点业都不造，就已经是解脱了，解脱啊就这个逍遥自在，那个已经在我们日常之中就可以呈现。那我们了解到说在凡尘的生活，我们应对进退啊，多多少少都会跟人啊发生摩擦。要了解说，我们越注重一些小的一些事情啊，心量啊就越窄。那假如说我们能够把这一些都撇开，我们心量啊就很宽广。心量一宽广的话，福啊就跟着来。因为我们很多的一些福啊，都被我们很狭隘的那个心量把它用掉了。所以在日常生活之中，我们就可以培养能够走路啊，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按照佛性本体来做的这一些呢，由佛性来指挥我们所有事情言动，那这样就非常理想。我们修道因为要知道说人的一生啊都很短暂，不允许我们说等时间等到我什么时候再来做，这样都不切实际都是要当下马上这个心动就马上行动改掉脾气毛病也是一样就是马上改，一改就改过了。改过来生活一样养成习惯，习惯就变成好的习惯。那好的习惯我们生活就没有负担。那坏的习惯呢，会让我们这个静下来的时候我们自己回想都会难过了。那个就是要了解到良知良能发现我们呢一生真的很短要把握时间呢好好的修，就在日常生活之中，就是修道所以跟道都合了就已经呢可以成了，可以成道，可以成佛所以不很困难各位都可以看或写手这个写下来的像那个谢谢你，像那个形而上谓之道那个都很浅显，可以一下子看就看得懂不深可以进入
哦，形而上位知道有深一点啊，可是也可以懂哦，只要我们呢用一点心啊，也都可以懂，而且又很深入的去讲真理的问题，那个形而上位之道啊，还记得吗？我们这边在讲解的时候啊，10之7、8啦，10个有7个、8个都打瞌睡。都睡着了，所以才增加那个后面写的那一章，不然呢，我们那个时候是讲那个道德经，是讲那个道贵道很珍贵那个道德经的那一章道很珍贵56嘛可是啊。或许一直讲这个讲都没有回应或许都会喜欢问都没有回应，可是都一直在点头到后来才了解说讲的太深了因为那个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文字是很简单可是意思却很深从那个言者不知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所以知道的人为什么不言？他不是说吝啬，而是说讲不出来。那言者不知呢？说他在讲的时候，他根本不知道。所以这两个差别很大。或者那个时候详细解说都解说了很久结果这个难怪都因为很深涩很深讲到我们佛性本体的状态所以就这个打瞌睡的多了。所以或许才回去才写那个形而上位之道，那个形而上位之道是我们那个第3篇那一篇，那一篇是儒家思想，就是孔老夫子的，说遗之渺焉浑然中取。孔老夫子说我一条仔我很渺小啦，可是整个天地都在我身上，就是讲那样那个其实真的是那一边才更深更不容易了解。可是我们只要肯用心肯投入，没有不懂的啦，一定都懂，全部都会知道。所以我们了解说这边如来制定戒律让我们真的能够离开苦海。所以佛示现在完成的目的开示悟入都是佛的知见，让我们众生进入佛的境界让我们脱离完成的苦。那我们要了解到说我们在苦中已经受苦很久不知道苦了，都已经麻痹了，苦拢吃到已经拢袂记得苦感觉拢真正常。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这个生活在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假如说没有方向目标，那受的苦就没有目的就不必要不必要的苦那个受的都是多余的那我们努力的把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让它恢复光明都呈现本来这样子的话，我们一生就非常有价值我们就不会白白过这一生。不然我们看看完成的所有这一些追求潮流的人士他到头来得到什么？
什么也没了，什么东西都没。虽然他这个物质有得到蛮多，可是啊那个带不走的。我们呢努力的在日常生活之中恢复佛性光明的话，那个得到是非常的多。这个我们啊越修持啊就会越领悟。说真的修道啊，就是最聪明的人。我们投入凡尘追求潮流啊，最笨的那个是最笨的做法。那作忤逆罪毁谤正法及一忏体啊，为未来世啊岂是世者？是故示现啊亦令比丘以佛灭后啊，作如是之。此是契经啊，甚深之意。此是戒力啊，轻重之相。此是阿比昙。阿比昙呢，就是大法无比华。那个论，我们经历论的总名啊，叫阿比昙。分别法具啊，如彼依止。所以呢，我们了解说，这个佛呢，为教化众生啊，制定戒律，所以啊，从轻的开始，然后慢慢的把那个重的也收，要我们应当呢如是啊，受持莫犯，就是能够受持这个戒律，不能做的呢就不要做，不能想的呢就不要想，然后做那个忤逆罪，这个都是非常重的这个罪了，各位知道吗？忤逆罪，说说看。杀父杀母，杀阿罗汉，破和而生，吃佛恶心吃佛生血，这个忤逆罪啦，所以啊，我们在凡尘啊，现在真的有呈现出一些现象出来，报纸都有登啊，都有杀父啊、杀母啊，杀阿罗汉是比较少听到了。可是啊，我们了解说，一般啊，像这个街民啊，就像阿罗汉，我们呢有一些人啊，这个无缘无故去这个伤害他们，那个呢也都是这个犯了这一些忤逆罪的。那佛的意思呢是说，那个阿罗汉，你杀阿罗汉，阿罗汉呢，他虽然说独善其身，没有兼善天下，可是他也没有危害到世人，那你为什么要杀他？那个是真正的是真的修阿罗汉的那个人，你把他杀了，那破和而生呢？就是僧人在寺庙里面修道，你挑拨离间，把他们呢破坏，让他们合不来，那个叫破和而生那个罪过也很大。他们本来就是可以成佛的，因为你把他们挑拨离间了以后，互相之间有嫌隙了，有就是不和了。那个罪过也很大。恶心吃佛生血那个我们一般呢就少接触这方面，那个就是嫉妒啦。讲佛这佛呢拢无救然后要伤害他。可是在我们这个实修方面就是在楞伽经，楞伽经这个大卫菩萨就有问那个释迦牟尼佛做忤逆罪。那个时候呢，佛的回答竟然跟这个现象完全都不同。佛呢，他讲说无明护就是无明。
你把无明杀掉啊，就是杀父。母就是爱，贪爱情，我们那个情爱贪爱，就属于母。所以把这个我们的无明，把我们在凡尘的贪爱都把它去除掉，那个叫杀父杀母。所以他解说的完全都不同。我们有讲过吗？有没有？那个楞伽经啊，有没有？我们在这边有没有讲过？有。对，因为那个大卫菩萨就问，大卫菩萨的意思啊，也是说现象啊，这是凡尘的现象。可是佛的回答就不同了。那杀阿罗汉就是自私啦，把我们自私的心把它杀掉，就是杀阿罗汉。然后破和而生，佛的意思啊，就是我们酝酿五蕴，我们才生出现在凡尘，色受想行识啊，这个五蕴，那我们把它破，就是不要蕴。你在生活之中不要蕴积呀，色受想行识，你就不会在凡尘现象。所以破和而生，那这个最后一个恶心吃佛身血，我就讲，我们这一生就是最后生，不要再来了，就是不要再出生的当人，就是要回到我们本位啦，当佛，不要做人的所以那个把这个恶心吃佛身血把我们这一生的所有那个用的意识全部都去掉，不要了。所以当下现证，佛说你能够这样做的话，你当下现证已经到佛的程度了，已经成就了。跟这个现象的忤逆罪完全都不同。所以我们探讨那个内容，真的无明我们最难破了，无明一去除了，这个时候我们说这个最好了，所以赶快放鞭炮。我们无明去除了，我们就可以明。明的话就是了解真理啦。真理你都明了，就是成佛了。所以我们无明去掉，然后把我们凡尘在用的这一些这个滥情这个情这方面就是能够全部都摒除掉，不要。我们要了解到那个真情的呈现是居住在佛性。佛性它都可以真情呈现，可是我们假如说滥用各位就了解那个滥用的那个情是害人的，害人堕落的，那个呢就不要。所以你能够把这一些情这一些贪能够去除了，就好像杀母一样，杀掉这个我们的那个依赖我们这个儿女都会依赖母亲所以佛虽然没有讲的那么明白，那他的意思有说呢，我们要除掉我们的依赖我们在凡尘依赖假如说很重，就难修道了。你不依赖就很容易修道所以有那一种意识在那杀掉阿罗汉那更容易了解，就是要去掉自私自利的心我们一般都有自私自利甚至都讲人不自私天诛地灭，有没有？好像自私就是很名正言顺可是佛呢他不希望我们这个样子
所以啊，把那个阿罗汉自私自利去除掉，然后啊，那个不要蕴积五蕴，这个是我们自己都可以做的。在生活中啊，我们假如说对形象很注相、很贪爱，那个就叫我们蕴积啊那个色，你蕴积色，就有这个现象，我们一定要来完成这个现这个相色。那受想行识呢是始于精神。那我们在蕴积的时候啊，我们就是了解到我们一直啊都要贪那个享受。那了解这个受我们所有的这个罪啊都从受来。假如说我们可以一心不受，不接受这个凡尘给我的一切，我们处理呀是要，可是啊不要让它进入内心。那没有这个受，我们没有喜欢讨厌，没有喜欢讨厌，没有取舍。取舍没有啊，不造业，不造业你就不受苦。这个郭姐说可以背的啦，都这样讲啊你听久了都会背的，就是一定的道理呀，都是这样。所以啊那个受想行识啊，我们都不蕴积呀。那色受想行识不蕴积，五蕴没有了破合而生，就真的破除了，我们不会啊再完成现象，未来啊无迄个力把咱杀来完成互咱有形象。那假如说我们都自己蕴积，在生活之中啊这个五蕴啊全部都很强烈。那很强烈的话我们要了解，我们说不来可以吗？不行啦，你都蕴积这么多，怎么可以不来？一定来。所以要自己做嘛。你全部不蕴积了，不来了。你蕴积了来了。你假如说凡尘很好玩啊，想再来，那你就蕴积了。就在生活之中都五蕴啊都很强烈，自然来。那我们这一生说最后生，我以后不要有了，那个叫恶心吃佛生血，就是这样，跟这个现象的忤逆罪啊完全不同。那个佛解说，所以或许看那个楞伽经啊，说原来一个名词啊可以解说很多角度。我们最完成最讨厌的忤逆罪啊，竟然可以给佛解说成那么殊胜的一个修持方法，都是这样。所以我们就可以延伸，可以从这个道理呀，我们也了解到一个以后，然后从这一个道理延伸到另外的，这样呢就更透彻了。透彻的道理了以后啊，我们呢应对进退啊，就更圆满，就更不会有这个缺陷。那毁谤正法那个就千不可以了。这个正法我们就是了解使人成佛成道的方法。那个法的本身啊叫做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正法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我们的佛性本体啊就叫正法。所以啊你毁谤正法，你就等于毁谤佛性了。这样的话你一定是相阿鼻地狱。虽然那个只有耍嘴皮子讲一讲话，不要看那个没关系那个罪很重。你看佛就讲杀人杀死人的没有杀心那个业都不重。你看这个毁谤正法这个罪就很重。人家要修的法非常正确，你把它破坏，你讲他坏话，那就是毁谤正法。
我们呢，就是拥护都来不及了，哪可以诽谤啊？那么一忏提，即这个一忏提，一忏提呢，就是没有善根呐，没有善根啊，叫做一忏提。所以啊，我们了解到说，我们这个有一些众生啊，他真的一起心动念啊，都是百念，那个啊，就已经接近了这个一忏提，就是啊那个一忏提的现象啊，所以啊，我们了解说，有那个石头那个和尚啊就是因为跟所有的师兄弟啊讲说这个一忏提啊有佛性所有师兄弟啊都不听，然后啊他就去讲给石头听啦，人不爱听，我来讲我石头听，然后啊一直讲了很久。然后啊，就讲到很激动的时候啊，就问石头：“你说一忏提有没有佛性？”结果那个石头点头。这个很有名啦，各位有没有听过？石头点头啊，那个我们了解啊，那个就是很精诚的心呐。讲到石头点头。那一忏提有没有佛性呢？这个曾经也菩萨问释迦牟尼佛，他说他在凡尘的时候啊，一点点善心都没有，所以啊他是真正的一忏提。他说一忏提他要恢复佛性有两个阶段，一个是死掉以后他会后悔，说我这一生都是做坏事，没有好事。他会坏悔，这个时候啊，有一点点要恢复那一种一般人的状态，那一般人就不是一忏提了。那进去啊，地狱去这个服罪，那受罪这个完了以后啊，要出来，他也有后悔的时候，所以佛就讲。进去死掉进去地狱，跟地狱出来的时候，这两个时候啊，一忏提会改变。他会啊，就是产生那个善心。有善心啊，就不是一忏提啦。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人一般呢，没有说恶到那么厉害，恶到一点善心也没有。可是啊，以往在佛那个朝代就有那恶到全部的一生都没有善心，所以佛把它归入一忏提。所以啊，我们了解说这个凡尘啊，也会有这一种人，就是啊，起心动念啊都是坏，都是这个没有一点善。那么未来世啊，岂是世者？所以啊，如来就示现，就是啊，要应对啊未来的这一些事，那你应该怎么样来处理？所以啊，佛呢就有在戒律之中呢，告诫了比丘要怎么做。那么意令比丘呢，以佛灭惑就是要在释迦牟尼佛已经进入涅槃以后，做如是知，就是要这样子的知道，正确的了解到真理。那么此是契经甚深之意，所以啊经典呢都是叫契经，契合我们的佛性，契合真理，契经。甚深呢，的义理，它的义理非常的深。那么此是戒律，轻重之相。那么戒律里面它有分别，有的是犯的轻，有的犯的重。犯重呢，那个我们就了解到，会拼除在佛门之外。
所以那个戒力啊，我们了解有的是属于很轻的，那一种万戒，有的重的戒，那么此是阿比昙，就是很上乘的大法，无比法，没有法可以跟他比，那我们呢经历论，论部的那个总名也叫阿比昙。那分别法句，有我们了解到这个以前呢或许有看那个剑理经啊，那个就在分别法句里面它呢呈现的，所以或许在这个天佛院那个时候有空的时间也一样在看大藏经，那个时候这个等于是比较环境优雅，然后看的时候也很清新，所以了解的也比较多，真正的能够呢这个进入这个心理心法，大概时间也是在那个时间帮助很大，就是能够进入我们佛性，所以这个佛在讲那个戒理经的时候他说我们人处理事情一定要分轻重缓急啦。他比喻说一个人已经中了毒箭，你应该要赶快把箭拔出来，呼要救他的命。他是这样说了，佛说且慢拔箭，我要先知道这个中箭的人叫什么名字。且慢拔箭，我要先研究这个谁射箭来射死他。且慢拔箭，我要研究这个箭是什么做的。且慢拔箭，我要知道这个箭的羽毛是哪个鸟的。佛说你还没有研究清楚那个人早就已经死掉了啦。有没有意思？很浅就浅了可是就说我们在凡尘有的在处理事情轻重缓急不会分，哪一个重要，哪一个该赶快处理，哪一个放得慢，放得轻轻的，分不清楚了。所以当我们都了解到真理的时候，我们那个轻重缓急会很自然就能够知道呈现。我们能够知道轻重缓急，心不会惊慌，所以遇到事情就很笃定，该怎么做马上从佛性就呈现该怎么先做这样的话处理起来就比较理想尤其像我们现在很多发生这个火灾的时候你看这个怎么处理，那个真的在考验的马上来了看你怎么处理，处理的不好你会被烧死在里面处理的好你可以救人出来又呢这个发生的那个烧的不会很严重就是这样所以我们研究呢真的都就是有帮助我们在这个认知的这方面更能够从佛性发挥，而且最重要就是定。那个定我们研究心理心法就好像在打坐然后我们研究到自己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自己能够去认识掌握，就好像有定力了那打坐的定力很快就破坏。可是我们研究心理心法出来的定力是从佛性本体出来，那个定力就很强，不容易被破坏所以我们研究这个绝对是对我们帮助很大
那么如比医子，好像那个医生啊，在教导他的那个儿子怎么样来用药怎么样来处理啊这个病情。那么复次，如人见月6月一时，而上知天呢，须臾之间啊，已见月许。这个佛有讲，好像我们人见到月亮，6个月有月食一次是不是这样？6个月那个就去会到这一看，6月一时那么上知天就是上面在我们人居住的上面知天呢，须臾之间，须臾就是很短的时间很短的时间已见月食，很短的时间就看到月已经呢这个不是完整的。何以故？比天日长，人间短故。那个天的日很长，我们人间很短。我们人间这个日子很短。那天上的那个白天很长。三男子，如来意耳。天人贤位如来短寿。这个又讲到说，这一次释迦牟尼佛示现80岁就入灭，就是短寿了，寿命很短。如比天人呢，须臾之间贫见月食，好像呢，那个天人这个很短的时间一直都看到月亮就被呢这个狗吃掉了。如来又以须臾之间示现百千万亿涅盘，断烦恼魔、阴魔、死魔，是故百千万亿天魔悉知如来入般涅盘。所以我们这个了解说，如来可以在很短的时间之内，示现呢百千万亿的涅盘。就是视线已经进入缘起的不能这个呈现给人看。那么断烦恼魔阴魔死魔，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四魔种性各位贤贤，这个四魔种性那我们呢这里呢就写下来，烦恼魔阴魔死魔，然后有一个就是天魔是外面的那这个烦恼阴魔什么，这个都是我们内在的3个咱家己的啦有四魔种性这边讲3个烦恼魔、阴魔、死魔只有一个外魔这边没写。那这3个呢，都是我们内心的我们内在的。那么是故百千万亿天魔悉知如来入般涅盘。这一些天魔都呢知道如来已经进入涅盘，就是没有视线呢在凡尘。其实如来是永远都在的啦，不生不灭。又复示现无量百千先烈因缘能够示现呢非常多呢先业，就是以前所造的业，这一些因缘，然后随顺世间种种现故示现如是无量无边不可思议是故如来常住无变。就是要了解说，我们看到如来在凡尘现象之中的一切，那个都是呢要教导我们世间人，要呢引导我们呢也走入我们自己本身就是呢这个如来本身呢就是佛的那一种状态。复次譬如明月
众生呢乐见，这个看到那个很圆的月亮啊，我们众生呢很乐意啊，看到，是故称月啊号为乐见，这个称月亮啊，就是称为乐见。众生若有贪恚愚痴啊，则不得称为乐见也。那么众生假如说他有这个贪嗔痴，就不能讲乐见这个圆满的月亮。所以我们了解说，一样的景象不一样人呢，就讲不一样的那个观感，他的感受呢就完全不同。那么如来如是，其性纯善，清净无垢，是最可称为乐见也。所以我们呢这个讲这个如来，一方面呢有时候是讲释迦牟尼佛，一方面呢是讲我们呢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这样呢我们才能够得到利益。假如说完全都把如来看就是释迦牟尼的话，那对我们帮助就不大。有时候我们要了解说，经典里面佛用呢那个暗示的方法，让我们知道我们就是如来。那么如来如是其性纯善，我们的佛性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它呢就本来就是纯善，又清净无垢，是最可称，就是让我们最高兴去见到的。所以我们在凡尘的这个生活里面我们都是呢着重在现象那现象能够让我们觉得很高兴的大概不多了，都在我们佛性本体之中没有现象，那个呢让我们的高兴才能够达到很高的层级。乐华众生视之无厌，我们乐华的众生看这个如来就不会有讨厌。那恶心之人不喜沾睹，这个恶心的人不喜欢看见，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这个恶心之人心地不好呢，他不喜欢看见自己的佛性因为呢他看见自己的佛性就会觉得自己所作所为全部都违反，所以他不喜欢看，喜欢他自己眼前那一种恶心的状态。所以我们这个在凡尘的生活，一定呢就是要认识自己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我们只要认识的，你不会有恶那个恶自然都不见了因为我们有怀疑的时候，敢有我敢有不行，这个时候恶心就会出现了。那你假如说完全都是相信自己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这个呢它不会变化，它很笃定所以我们就了解说，自古以来一些圣贤为什么把那个信会集中，然后统事端就是仁义礼智信集中，然后兼万善。统事端兼万善，然后我们就是了解那个信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佛性本体发挥出来仁义礼智可以兼万善。可是我们现在用信的时候都是相信外面，相信人讲的话，不相信自己不生不灭佛性本体。所以因为不相信有困难，来庙来求神。你相信自己的时候有困难，求你家己的佛性，求你自己的佛性解决，它就解决了，力道就出来了。
所以各位浅显，要求自己的佛性本体。你有困难的时候啊，赶快求你佛性本体。你不用用心到外面，一定呢要整个回光返照，回来到你自己的那个佛性本体了，你问题就解决了。一定呢要从这个方向入手，那个才正确。那么以是义故故言如来必如明月，就是这种义理。所以说呢，那个如来就好像天上的明月，很喜欢看，然后又清凉。复次路痴有30亿，谓春夏冬。冬则路，冬路则短，春路则中，夏路极长。那夏天的时候白天很长啦，早时还没5点就天光啦，暗时到7点也未暗，对不对？我们都有实际的经验啦。这个夏日极长，那春路呢处中啦，都一半一半。暗时日时一半一半。那冬路呢则短，冬天的这个到7点天都也未足光的，然后4、5点尔就咧暗到6、7点无快乐对不对？所以我们了解到这个有变化了春夏秋冬那个日长日短都有变化，所以当这最长的一夜啦，那个夏至那个是白天最长的一天啦，都有一定的。那么如来意耳，以此3000大千世界为短寿者及诸声闻示现短寿。所以底下的3000小千、中千、大千，3000的大千世界，为短寿者就示现短寿，以及那个声闻。师等见矣贤谓如来寿命短时，亦如冬露。这一些短寿的人看到了都会讲那个贤就是都全部的意思都讲如来寿命短促，跟我同款命足短比喻好像冬天的太阳。那么谓之菩萨呢，示现中寿。为所有菩萨呢示现不长不短，中寿。肉之一节，肉减一节，以如春露，好像春天的太阳，这个一点，在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一节的寿命是120岁。那个《大藏经》有记载啦，因为那个本来在80岁要那个涅槃进入涅槃之前，他有想说娑婆世界的众生很多都还没度，所以想再多活40年。活到那个时期的120岁，他就跟阿难讲，阿难他整个心就被波旬盖住了，不会回应他不会回应那个佛就因为佛要随圣凡尘，阿难就是代表凡尘代表因为跟在释迦牟尼佛身边奉侍释迦牟尼佛，所以都会以阿难为凡尘的代表。既然阿难都没有留他，佛都讲3次了，说我要多活40年，讲3次，
阿难都没有留，没有说请佛住世，请佛常住凡尘，没有了，都没有。然后啊，阿难出去办事了，那个波旬就进来，说请佛进入涅盘。那佛他就讲，我来年3月，我大弟子啊，他已经成熟了，可以接续呀，那个道脉，所以啊，那个迦叶就是第1代西方祖师嘛，所以到来年的3月，他就成熟可以了，可以了，佛就进入涅盘，就答应说来年3月啊，我就进入涅盘。然后波旬得到佛的许诺，他就出去了。然后阿难办事晚了回来，然后佛就跟他讲说，来年3月啊，我就进入涅盘。阿难说，我都还没有学会嘞，你怎么要进入涅盘啊？不行啊，不可以，然后这个佛就跟他讲，你什么时候看我讲话没有去实行。阿难说没有，你讲的话一定都实行。他说我刚才还问你说我要多活40年啊，你怎么都不留？阿难讲我都唔知，无神经啦，我神经唔知走去倒无神经。他为了这个被大家是骂死了。骂臭头啊！头拢甲骂甲讲，父母老40年，你哪会不爱老？你是安那不爱老？一直甲骂，我都唔知啊。所以既成事实啊，就没办法改变了。所以佛就80岁入灭。我们这个是入灭之前啊，1天1夜讲的啦。这个1天1夜讲的我们真的要研究多久啊？我们也1天1夜。所以啊，就了解到佛讲的时候啊，就那么的积极努力啦，就认真讲的。但是到最后竟然那个弟子问说，我们要怎么来处理你这个39年所讲的这个道？佛说我一个字也没说，我一个字也没说呢。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啊，没有能说的我相，没有所说的法相，完全都是当下。都是佛性性分里面出来，很难所以啊，那个等于是他这个场面要讲什么话，讲完抛开了，没有了。遇到另外一个场面又讲另外那一种话，就这样。像之前呢，或许不是一直讲那个达赖喇嘛跟我们佛学博士对谈嘛，有没有？真的你没有体会就不知道为什么叫做一个字也没说。因为我们那个理论研究得很透彻，所以才博士嘛。理论研究很透彻，然后一直发表。达赖喇嘛就表现就好像那个农夫的戏啊，伊讲敢问啦举手去敢问，伊讲请你讲，我可以问问题吗？佛学博士说，等到我说完了，你再问。有没有听出味道来？等到我说完，有没有我相？我说完有没有法相？你看，我相有了，法相有了，生灭法。然后达赖喇嘛又举手，请他讲。问题是你讲完了，我都不知道要问什么。
那达赖喇嘛的记伫遐歹，这一时啊都袂记的。你看，真理在里面，所以达赖喇嘛表现没有过去心，要问了已经过去了，所以没有过去心。可是我们一听就那一下记伫遐歹，你看我们就整个拢无同款，所以那个50几个国家，都实况转播了。因为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道理，不知道他们在演什么戏看无啦，连主持也不知道唔捌，不知道佛理，伊嘛唔知讲这是咧安那，唔知啊。所以我们一了解到，原来是。达赖喇嘛是要人活在当下，当下就是真理啦。你的理论众生接受的那个程度都不高了，所以你要告诉众生当下。拢没有讲理论的啦，动作又很简单。可是你学了以后，你那满腹经论，拢伫里面讲，结果你看对众生没有帮助。所以我们了解到，菩萨就问释迦牟尼佛：“你凭个什么讲？从成道到入涅槃，一个字也没说。”那佛就说：“我依据两个真理，一个自住法，自己的本性所住的啦，一个是那一个，第二个是自证法，依据这两个说，我从成道到进入涅槃，一个字也没说，就可以了解佛所依据的，就是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他没有能守，没有能收，没有所收，没有能守。然后他修正了以后，修正了无我相、无法相，没有能守。所以我们就了解到，没有能守，就是已经从佛性分离出来。所以我们会时常看到，那个第一义有没有？那个第一义就是佛性本体出来，那个第一义，就是究竟了义啦。那我们要知道说，我们凡尘研究到究竟了义不多，没有说研究到那个究竟，那个最终最高的目的没有，我们都在中间中间一个过程。你中间一个过程有修一点点能够成就，你就很自满。所以这样都还没有了，还没有到了，那个都还离一大段距离。所以佛他所讲的，就是要你到达究竟。已经你在努力已经到达顶点了，最高的地方所在。可是我们凡尘竟然很少研究，很少研究到这么究竟的。所以那个达摩祖师就带那个楞伽经4本，然后到我们中国来。要传给我们就是楞伽经，结果那个五祖就觉得它太深，我们都不容易听得懂，所以就改成金刚经，所以我们就着重在金刚经。那么唯佛睹佛，其寿无量。所以唯有佛来看见，那个睹就是看见唯佛看见佛，其寿无量，他的寿命无量。各位浅显，我们的佛性
有多长的寿命？对啦，我们的佛性也是无量啦，跟佛都一样的啦，无量。我们的佛性本体呀，寿命无量。我们身体呀很短啦，100岁而已啦。你若吃咧100多岁就安尼大家学啦，长寿长寿。不过你看去甲看迄个形象，那个你喜欢吗？你会喜欢你是那个样子吗？买咧，拢袂，已经拢袂自在啊，对不？要看，要食，要行，要创代志啊，拢袂成啊啦，卖，拖磨所以啊，还是按照我们现在的那个寿命，我们现在一起的寿命啊，70岁。所以或许也可以了71了。佛度佛寿命无量好像夏日那个很长。三男子，如来所说方等大圣啊，微密之教，示现世间语大法大语大华语，就是如来所讲的方等大圣佛法的通称呢，叫方等经方等大圣。微密那个呢都是很难听到的微密之教。那么示现世间语大华语于未来世若有人能护持是典，开示分别利益众生，当知是辈是真菩萨欲如圣相，天降甘雨。若有声闻眼觉之人，闻佛如来微密之教，亦如东路多欲能犯。所以这个如来就讲说以未来世就是他已经进入涅槃以后，假如说有人能够护持是典护持这个大圣佛法这个经典能够开示，能够呢把里面的义理都解说叫做分别开示分别那个解说，让众生都听得懂，能够利益众生。那么当知这种人是真菩萨就是菩萨。好像呢这个盛夏天降甘雨这个夏天天很热，然后天呢降甘雨最好的那个状况。那么若有声闻眼觉之人，这个叫小圣小圣佛法他呢没有到那个菩萨的程度。那么闻佛如来微密之教，他听到呢如来讲这一些大圣佛法这个好像呢冬天的太阳真短啦多雨能换拢真寒，表示说声闻缘觉能够听到呢大圣佛法不容易，而且他也不容易相信，所以他会感到这个很冷多雨能换就是安尼寒要死直直揪。菩萨之人若闻如是微密教诲，如来常住现无变异欲如春露好像春天的太阳萌芽开复。而如来性呢实无长短，为世间故示现如是。
即是知佛真实法性。所以我们了解说，佛世间在凡尘呢，有种种不一样的状况，那也都顺应我们众生，教导呢我们众生。那假如说我们能够这个相信真理，那个呢就自己走入菩萨阶层，自己可以回归到自己本位。复次，譬如众心，作者不现，何人皆谓昼心昧梦，其实不梦，它还在只是跟修旧，那个星星的亮光太少，然后被空中的一些这个乌云遮住，看不到。所以不现，日光映蔽，被日光呢，这个把它那个整个的星光都已经遮掉了。日的光太光了，变星的光看不到。那么如来欲耳，声闻缘觉不能得见。犹如世人不见昼星，白天的星星，如来也是这样。声闻跟缘觉就是小圣，这些小圣的人不能看到如来，因为他的程度不够，而不努力。譬如阴暗日夜不现，阴暗的时候太阳月亮不呈现，与人未言日夜思梦。这个愚昧的人说太阳月亮已经思梦，你提面汤来讲，甲揪转来。各位有没有那个印象？以前有那个夜市的时候我们还拿脸筒出来敲，讲夜去到家去紧的甲救回来。现在都没有了，现在人都聪明。我们那个时代比较笨笨的。而是日夜时无思梦，如来正华灭尽之时三宝现梦，亦复如是。说这个如来正华已经灭了，灭尽的时候我们三宝会显现整个都也一样不见了。佛法身无恙，非为有昧。不是讲永远都灭，只是短暂的。是故当知如来常住，要知道正确的知道如来呢，永远都在常住，无有变异没有变化。何以故？三宝真性不为知过之所染故。我们的三宝佛法身呢，三宝真性，不给那个知过所有肮脏的东西所染，不会，所以我们了解永远都在。复次譬如黑夜，彗星夜现其名厌世。暂痴还梦，众生见已生不想想，那个不想的那个念头都来了，知必之佛亦复如是，这个必之佛呢，修施而因缘，修成了必之佛，痴无佛事这个必之佛他呢出生的时候都没有佛示现在凡尘。那么众生见已皆谓如来真是昧度，
众生看到没有佛示现呢，在凡尘，然后有必知佛修成，然后就讲如来，真的灭度了，生忧悲想，而如来身呢，实不灭度，如彼日夜无有灭没。所以了解这个都是在反复的说，如来是常住不迁永远都在。复次譬如路痴众物悉除，此大涅盘微妙经典亦复如是。初兴一世若有众生一经而得，悉能灭除一切之恶，无间的罪业，是大涅盘甚深境界不可思议，善说如来微密之现。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佛在讲，我们能够呢，接近知道大涅盘经，它是微妙经典，已经呢，出现，然后复兴在我们凡尘。假如说有众生一经耳，就是有听过，一样有听到，那么悉能灭除一切之恶，咱有听到大涅盘经，微妙经典，得所有的恶之恶，那个无间罪业，那个受苦没有间断的罪业，就是大的罪业，都可以灭除。那么是大涅盘深深境界，这个大涅盘它很深的境界不可思议，就是不是我们的头脑可以想，嘴巴可以论议，善说如来微密之现，大涅盘这个呢都讲如来微密之现。那么以是义故知善难训理，应以如来生常住心，无有变异，正法不断，生宝不灭，就是三宝佛法身都不会灭，没有变化。是故应多修方便，勤学是点。这个方便法门我们要这个勤修，要多修了，这一些方便法门，然后勤学是点，就是大涅盘微妙经典，世人不久当得阿耨菩提，这个人不久就可以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阿耨菩提就是简称改中现语，就是无上的正等正觉，就是可以得到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所以我们要了解到，真的要得到无上的正等正觉，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不是那么容易的，就是一定要自己用心是故此经名为无量功德所成，亦名菩提，不可穷尽，以不尽故得称为大般涅盘。有善光故犹如夏日，身无边故名大涅盘。我们这个法身无量无边，所以身无边，叫大涅盘。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都有看那个张轴悟道记有没有？他最后一句生死涅盘等空华，还记得吗？生死跟涅盘它是平等，都是空中的花，就是生死跟涅盘都不真都假的，都空中的花。本来空中没有花了，是让眼睛有毛病看到了。它加一个大涅盘，大就是摩诃，大就是冲在宇宙虚空，叫做大。所以那个摩诃一出来了，大。你看我们所有风土的身体也加一个大，四大，
有没有？所以要知道哦，加一个大，跟那个生死就不平等了，就已经超越了。所以啊，我们看到涅盘前面有加一个大，或是前面有加一个般涅盘，般若的般啊，一般的般的有加那个般或是呢有加大，那表示它是独立的、超越的，不跟生死平等的，这样知道吗？所以这个有时候啊，不解说的话我们会想说，为什么生死涅盘等空法跟这个空中法一样？涅盘不是很好吗？不知道它是那个涅盘是对生死所立的，没有生死啊就不用涅盘，这样知道吗？所以生死跟涅盘它是平等的，所以那个大涅盘就不同了，大就是整个宇宙虚空的涅盘，那个就是抹合了，所以我们要知道，加一个大或是加一个般，那个就超越我们凡尘的对待，没有对待了，绝对了，所以绝对了就是般，就是大，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以后看到经典，它有这个大涅盘、般涅盘，那表示不是两边的，那我们凡尘啊都是两边的。那么接着呢，就讲这个菩萨品，第16，复次如日月光，知明中最。一切知明啊，所不能及。这个日月光啊，所有的光明里面啊，它是最这个光明的，知明中最。所以一切的知明，所有的一切那个光明所不能及，不能及日月，太阳月亮。大涅盘光亦复如是，宜之迄今啊，三昧光明最为殊胜。所以这边佛就讲我们那个大涅盘光，亦复如是，也是这样。宜之迄今啊，所有的经典里面，那个三昧就是正定，正定的光明最为殊胜。所以大涅盘光啊，三昧之中呢最殊胜。知经三昧啊，所有光明所不能及呀，那个所有经典里面的正定，所有的光明啊所不能及。何以故？为什么呢？大涅盘光能入众生啊之毛孔故。这个大涅盘光可以进入众生的毛孔。那么众生啊，虽无菩提之心，而未能作菩提因缘，是故复名大般涅盘。这个众生虽然都没有菩提的心，但是能做菩提因缘，可以就是有菩提，有那个觉，有那个佛的那一种因缘可以成佛。那么迦叶呢，白佛也，如佛所说，大涅盘光入于一切众生毛孔。那么众生呢，虽无菩提之心，而为能作菩提因者，是亦不然。这个讲反话了。何以故？是真幻呢，是从尽这个叫戒律里面的比较大的戒律，又名呢是波罗夷罪，波罗夷。第一个就是舍正法，你把正法舍掉；第二个舍菩提心，第三个牵念圣法；第四个恼害众生，这个就是四重尽啦。
所以我们了解，在呢佛的戒律里面啊，婆罗夷罪是最重、相当的罪。那么做忤逆人，就是讲杀父杀母的忤逆，及一忏提，光明入身呢，做菩提因者啊，如是等辈以持境界啊，修习之善有何差别？如来何故啊，受是意义？这个是意还记得吗？是意呀，对对，依法不依人，然后依义啊，不依语，依了义经呢，不依不了义经，依智啊，不依事，都还记得嘞，很好哦。这个表示都有用心，这个我们要示意，世尊又如这个佛言：若有众生闻大涅盘一经于耳，则得除断之烦恼者，因何如来先说有人恒河沙手发菩提心，闻大涅盘不解其意？若不解意云何能断一切烦恼？这个都问得很实在啦，那么佛就回答：善男子，除一忏提，除掉一忏提。所以佛对一忏提也是很头痛的，这无现金要安那个教，所以他也很头痛。所以除掉一忏提其余的众生闻思经语悉皆能做菩提因缘。刚才一忏提佛无给他列入啦。剩的伊那听到大涅盘经，拢会当做菩提的因缘，法身光明，入毛孔者必定当得阿耨菩提。这个法身的光明，进入众生的那个毛细孔，一定呢可以得到呢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无上的正等正觉。何以故？若有人能这个恭敬供养无量之佛，方乃得闻大涅盘经。所以各位先生，这个地方佛就讲说，有人供养恭敬无量之佛，才能够听到呢大涅盘经。然后呢，福薄之人则不得闻。那个福很薄的人他没有办法听到呢大涅盘经。所以则何？大德之人呢，乃能得闻如是大事。所以能够听到这个大涅盘经就是大事要大德之人才能够呢得闻。凡夫下类则不得闻。我们凡夫他呢就是差的有一段距离，所以他没有机会听到。何等为大？所谓知佛甚深密藏。这个什么叫做大？就是佛的那个密藏，秘密的宝贝。如来性是我们如来性就是知佛秘密的那个密藏秘密宝贝。所以我们一定呢要启发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个就知佛的密藏。那么以是义故名为大事。那么迦叶白佛言：云何未发菩提心者得菩提因？为什么没有发菩提心的，他可以得到了菩提因？那佛告迦叶：若有闻是大涅盘经，言我不用发菩提心，毁谤正法，世人即以梦中见罗刹相。所以佛就跟迦叶讲，
假如说他已经有听到大涅盘经，所以啊，他又讲我不用发菩提心，这个呢就叫诽谤正法。那么这个人呢，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啊，那个罗刹就来给他看了，罗刹就是鬼啦，鬼啊，罗刹，就来给他看，心中不惧啊，罗刹言，那个鬼还会对他讲，善男子，如今若不发菩提心，当断汝命。讲你今嘛无发心，就要爱你的命。世人防不啊，皆以啊，气起来，即发菩提之心。伊气起来就够赶紧的发菩提心。这个要几啊强下，几啊惊到。那么世人命中啊，落在山去，局在人天，续复啊意念啊菩提之心，就是这个人啊，他命中了，已经到这个死亡的时候，在山去啊，就是在畜生道、地狱道、恶鬼道，或是在人道、在天道，续复欲念菩提之心。继续呀，恢复啊，一直怀念啊，他发的那个菩提之心。那么当知世人是大菩萨摩萨也，这个人啊，就已经是大菩萨摩萨，都已经这个命中的在山去在人天都能够记得他的菩提心，以是义故啊，是大涅盘威神之力。能令未发菩提心者啊，做菩提因。所以这个能有菩提因呢，才有成佛的机会啦。你若无菩提因成佛啊，这个比较渺茫。善男子，是名菩萨发心因缘，非无因缘，以是义故啊，大圣妙典真佛所说。大圣妙典啊，真的就是佛他所讲的。复次如虚空中，星大云雨，至于大地，就是啊虚空，然后呢，有大云，然后下雨，下在大地。孤木石山啊，高岩堆覆，水所不住啊。那个佛就讲，雨下的这么大。那么孤木跟石山呢，高岩跟堆覆啊，那个水啊，它没有办法住，一个跟南雷的拢老掉一样，留住下田，直老到下骹，家家的田，坡地稀满，利益啊无量，一切众生呢，是大涅盘微妙经典，亦复如是。所以我们了解说，那个空中的雨一下下来啊，那个孤木石山高的地方呢，水它没有办法停留，一直流到呢低低的水田，然后那一些呢坡地啊都满了，利益无量一切的众生，这个呢就是大涅盘微妙经典，亦复如是，雨大华语滋润的众生，唯一忏悔啊，发菩提心啊，无有是处。所以啊，佛对这个一忏悔他是很头痛的啦。都每次都提到一忏悔，结果啊，菩萨有问他会有回答。后面复次譬如胶种。虽遇甘雨啊，百千万劫啊，终不生芽。所以咱若把迄个切啊，摕去炒咧，用迄放喺鼎，用火甲炒咧，你搁较安那伊都袂发芽啦，对无？迄叫做焦种啦，迄种子已经烧焦了。所以咱要去种的迄个种啊，袂使去经过火。你火甲炒咧迄种拢死去啊，
哦，袂出个啊啦，对吧？经典里面是没写的。所以啊，那个胶种虽然有下雨啊，经过百千万劫很久啊，它终也不会生芽，已经呢，那个里面啊，已经生机都死掉了。芽若生者啊，无有是处，迄哪有法度出个啊，迄无一块掉了。所以啊，我们了解说这个是真理所在。迄是生机啊，袂使甲伊插，袂使甲伊烧。烧了伊就死去啊，没有生机。一粒仔囝尔你看像我们迄食营养剂啊，你要摕叉叉，再摕点喺涂的，看伊会出未？绝对袂啦。一参提背啊，亦复如是。虽闻如是大般涅盘微妙经典，终不能发菩提心呀。所以那个一参提呀，也是这样。虽然听了这个大般涅盘微妙的经典，终不能发菩提心呀。他都没有办法改变他那个恶的那个心念，都一样是互恶不迁的。若能发者啊，无有是处。他听了大般涅盘的微妙经典，能够发菩提心啊，还无一块丢。何以故？世人断灭啊，一切善根。所以啊，这个我们人能够断到一切善根，那真的也是很不容易啊。如彼胶种，不能复生菩提根芽。好像那个胶种，那个种子啊，已经呢烧焦了，不能够呢发芽。故次譬如明珠自浊水中啊，以之微德，随即为清。投以淤泥啊，不能令清。是大涅盘微妙经典亦复如是。那个明珠啊。你放在那个浊水之中，以珠的微德啊，那个水就变清水了。那个浊水啊，那个浊都沉淀了。那么投以淤泥啊，迄落雨仔梅，你把迄粒宝珠甲投等喺落雨仔梅，你无法度互落雨仔梅清啦。就了解啊，我们那个根啊很重要。是大涅盘微妙经典嘛是安尼。你讲要互一参提能够发菩提心啊，也很困难。那么至于众生啊，无间罪啊，是从净华浊水之中啊，有可澄清，发菩提心。所以啊，迄粒明珠来放在咱一般众生犯到真重的罪，无间罪，还有那个四重净，那个浊水。那个无间罪四重净啊，就是浊水。那有可澄清，发菩提心，他还会呢发这个菩提心。投一参提啊，淤泥之中啊，一参提就变淤泥啊啦，无法度。百千万岁不能令清啦，无法度啊，无法度互伊起菩提心。何以故？是一参提啊，灭之善根。挥其气故啊，已经无法度成佛啦。迄个气啊，无法度成佛了。假使世人百千万岁啊，听受如是大涅盘经，终不能发菩提之心。迄一参提来听这个大涅盘经，百千万岁，佫无效，佫未当发菩提心。所以则何？无善心故。他已经都没有善心。故次譬如药树，名曰药王，于制药中呢，最为殊胜。肉和乳肉，肉和蜜和酥，肉水肉浆，肉末末即混呐，肉丸
已经念做完，若于涂苍，这个熏身呢涂目，抹目睭，若见若嗅及皮化脉，能灭众生一切之病。如是要素不作是念，一切众生若其我根，不应取业；若其业者不应取根；若其身者呢，不应其皮；若其皮者不应其身。是虽复不生是念，而能除灭一切病苦。这个讲的很有意思啦。一张有求伊呢，这个不管用它哪个地方呢，都可以治病。那个些要素呢，它没有念头，你要教我用倒位我拢无意见。它不会阻挡，没有意见，它可以吃掉众生的病苦。所以我们这个用那个中药那个总理有位道亲看或者在讲讲到无气然后就去抓那个补气的什么青芪大概有7包，青芪、红枣加细粒的红的啥，枸杞，就要或许说7碗水，然后煮15分钟，喝那一些汤。今天讲课有没有比较有趣？还真的有效我们就看到那个拢真的感觉上那个差距就是那样感觉上就是那样。按你一烧了较香了味就出来。就喝那一些真的是帮助我们帮助我们那个能够恢复有气力。善男子，是大涅盘微妙经典亦复如是，能除一切众生的恶业是波罗夷无间罪，若内若外所有的之恶知有未发菩提心者，因是则得发菩提心。何以故？是妙经典知经中往，如彼要素诸要中往。若有修习是大涅盘，即不修者若闻有是经典名字，闻以净性所有一切烦恼重病悉皆除灭。唯不能令一刹体安住阿耨菩提。所以我们呢就是了解到虽然说讲是这样，可是还是要我们实行要自己能够启发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然后培养让它茁壮长大这个重要这样听到就真好但是要做不能说只有说听到了就好，还是要实行实际的去做。如彼妙药虽能疗愈种种重病，而不能治必死之人所以咱拢无心嘛一定是复次譬如金刚，无能坏者悉能破坏一切之物，唯除龟甲及白羊角金刚没有这个金刚的本身没有东西可以破坏它那个金刚很建议来比喻我们佛性佛性就是金刚。那金刚可以破坏一切物一切物没有办法来破坏金刚。可是金刚没有办法破坏龟甲
那表示龟甲非常的坚硬，还有白羊角。四大涅盘微妙经典亦复如是，悉能安止无量众生于菩提道，唯不能令一刹提背立菩提因。这个呢就把它列入龟角白羊角就是一刹提啦，黑无法度。虽然是非常好的这个大涅盘微妙经典，可是对那个一刹提无法度。比如大雨终不住空，那雨会住伫迄空中。是大涅盘微妙经典亦复如是。普语华语一刹提则不能住。无法度一刹提听这个大涅盘微妙经典。是一刹提这个周体密制犹如金刚，不容外物。这个已经都恶到真的极点了。迦叶白佛言：如佛收据不见善不作，唯见恶可作，数处可怖畏，犹如险恶道。如是所说有何等义？这个迦叶因为要传承这个接续佛的那个命脉，所以一定要问得详细，有疑要必问。佛言：不见者谓不见佛性，善者即是阿耨菩提，不作者所谓不能亲近善友，唯见者见无因果。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个见到没有因果那个是最那个恶毒的那个语言没有因果不能告诉人家没有因果，因果定理是一定的，不能讲没有因果了。你若讲讲无因果，人做歹愈歹有没有因果？假如说他在讲没有因果你跟他讲说你要不要呼吸？你要不要出汗？呼吸是不是因果？你有呼吸才有活，你有吃饭才有活，对不？你说没有的话，你就不用呼吸，也不用出汗，那才真的可以说没有因果了。这个因果定理你怎么可以给你改变的？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讲的呢佛就解说了唯见者如无因果，二者呢为毁谤那个方等大圣经典，可作者为一刹提，说无方等没有这个大圣佛法，以是义故一刹提背无心气象，清净善法。何等善法？为涅盘也。去涅盘者，未能修习知善之贤善之行，而一刹提无贤善行，是故不能去向涅盘。是除可畏者谓谤正法随应不畏所谓呢智者。何以故？以谤法故无有善心及方便故。险恶道者为知行也所以那个知行就是险恶道。所以我们呢就不要落入这个知行所以我们要了解说12因缘那个行就摆在第二个啦，无明各来的眼行啦行了以后，另外后边呢没完没了啦所以知行非常多。我们在凡尘也是所有的行很多很多，要走向菩提就是很少
所以我们要了解那个知行，我们呢，一定要这个非常清醒的了解我们所作所为。那么迦叶呢又问：因何见所作？因何得善法？何处不怖畏？如夷道坦道，如往矣坦道，斯义何谓？这个义理里面什么意思？他佛就回答：见所作者花露之恶。这个呢，见所作的是把自己所不好的全部都花露，就是讲出来让大家知道。咱做歹代志，咱来讲红台呗，唔通。我们都会点唔通。所以表示你肯讲你的不对，表示你愿意改过，所以那个讲出来那个恶就已经消失了，佛是这个意思。那么从生死记所作之恶悉皆花露，伫生甲死这个中间所做的恶，拢甲伊讲出来，拢互大家知影。自无自处，已经甲无法度到的所在那么以是义故是此无畏。你已经全部花露了，你就免惊。你把所有做的歹拢讲出来对不？你就免安尼惊赢，偷秘安尼各位了解吗？我们假如说做的不好，是不是拢会安尼？对不对？安尼金秘惊人知安尼真惊呀！你甲无所畏损你看是不是光明坦荡了？对不对？你看两个生活形态你是要安尼惊赢，还是要安尼公公明明？光明坦荡最好了对不对？过了就好像佛菩萨的领域所以我们了解说已经呢处无畏啦。亦如人往所由正路其中盗贼悉皆逃走。如是花露一切之恶悉灭无余。你若拢讲出来所有遐唔好就拢完全拢灭掉拢无剩。那么即摆佫讲落剩4分尔咧要互留一个互大家问下次才再讲。有没有人要问就是好，请说。刘老师，那个我们的佛性自古以来，当然它是每个都有，但是没有名师，所以很多人不知道。所以现在这个修持法门有一个叫做无语戒。无语戒的意思就是说，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不能讲话，就算说我们在上课或者是吃饭睡觉，大家都不能讲话，但是让我们去悟我们的那个，找到我们的真因佛性。那找到了呢，可能也是不能讲，就是你可能知道了，才会有大学的首张大学知道在明的，然后在清理在土自在，然后知止而后有定那个知跟那个止跟那个定，就是说已经找到了我们的真心佛性，所以应该是渐进的。我们虽然是求道，但是已经知道，那可能也是不一定知道。后学的意思是，无以戒就是说可能寻找，然后先我讲的圣人讲的这个大学之道，在明的，在清
在心里在自在，就是讲这个真心佛性是。好，哦，这个无语界啊，哦，就是默。所以啊，我们经典里面的曾经哦，就是人与人之间相处啊，哦，要讲话就是话，就是我们哦，正确的话，然后啊，没有讲正确的话，就是要默，点点啦。所以无语界哦，就是卖恭维，啊卖恭维哦，它有一点是回光返照啦。哦，你讲话就拢出来啊，为精神外放。啊，你即摆卖讲话中间哦，你会甲哦外口人讲的话甲修理吧，啊，你家己的心情啊拢修理吧。哦，这样的话呢，哦就已经有一点哦进入了，要进入哦我们那个哦真心佛性的一个哦窍门，一个哦要入的所在。啊，所以啊，这个学大学就是学大，大波哦摩诃哦这样夸，要安那学大哦，学大之道，学大人要怎么学哦？所以啊，在明德，所以第一个明哦是动，然后底下是佛性的哦，在明德哦，就是爱明你家己不生不灭的佛性。哦，然后你已经明了以后，哦，要亲民。这个亲民哦，还不是要你外化，还是要你跟你自己的佛性啊，哦，能够很亲。哦，到这个时候啊，那个哦，知止以后有定，那个我们要了解，你知影要停在什么所在，知止啊，知道我们停止的地方，你才有定。哦，那个已经就是在讲哦佛性的啊，所以我们从哦这个三教圣人他所留的这一些经典，都是告诉我们要呢哦透彻知道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要你知道以后，然后啊你去亲民哦，那个亲民啊就是心。做心民的意思啦，你已经知道你的佛性了，你再出来的行为就不一样，就是一个新的人民哦，新的哦状态出来哦，那你心民做了以后啊，就能够跟哦人哦接触啊，又能够影响到别人啊，所以那个心民就有亲民的哦含义，两个啊都能够相通，所以问的是很哦恰当啊，就是在讲佛性哦，佛性本体，我们在念哦上学的时候啊，在念那个都没有说进入哦那里面的深意啊，哦大学知道体如是葫芦了哦啊，所以啊就没有哦真的去进入说大学就是学大，那怎么样来学大哦？那个问题就非常的多了。各位禅师、各位先生，大家好。谢谢占道天师的老先生大德，以及感谢各位先贤给获取机会宣讲。我们那个100年，民国100年在这边讲的哦，那个歌啊，谢谢你那个解说啊，我们这边非常多，希望各位能够拿回去呀，哦，就是送给亲朋好友。纵然他没有求到也可以看，哦，没有研究兴趣也可以看，哦，那个很浅，啊，可是很深入，都有讲到重点所在，对我们帮助很大。而且啊，有时候回去的时候都会拿来再看一看，自我欣赏啊。我们讲到哪边的？17页最后一行，17页最后一行的复次哦，不见所作者哦，这个为忏题哦，这个是哦假设问的啦哦，不见善不作。哦，这个为见恶可作，是此可怖畏啊，犹如险恶道。
如是所说有何等意？底下呢又问说：因何见所作？云何得善法？何处呢不怖畏？如往矣谈道。是意何谓？那佛呢就这个回答。上面呢这个不见呢表示说不见佛性。那善呢，就是我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他不做呢，所谓不能亲近善友。那为见呢，见呢无因果，二者呢为毁谤，方等大乘经典。那可做呢为忏提，他说没有方等。那么以是义故一忏提备无心气象。清净的善法，它何等善法？为涅盘也。去涅盘者，去就是往，往涅盘者，未能修习贤善之行，而一忏提呢，无贤善行，是故不能呢去向涅盘。是此可谓者为呢毁谤正法。随意呢部位，所谓呢智者，何以故？以谤法故无有善心及方便故。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毁谤那个只是从嘴巴呢，这个讲出来，都是很容易就犯了这个很重的罪。佛讲说，杀人放火罪都不大。可是毁谤那个正法以及呢毁谤的佛菩萨呢，那个罪过都是要下阿鼻地狱。那底下的那个允而见所作，允而得善法，何次不怖畏？如往矣谈道。是意何谓？是什么意思？佛就回答：见所作为花路之恶。从生死记所作之恶，悉皆花路，自无之处。所以这个佛就讲，把所有自己做的不好都全部讲出来，讲出来叫做花路。能够讲出来的话，那个罪就消失了。我们大概最不容易就是把自己的过错讲出来。那个都讲不出来了，都要把它掩盖，所以掩盖那个罪都在，只要你讲出来呢，罪就消失了。那么以是义故呢，是此无畏，譬如人往，所有的正路其中的盗贼，悉皆逃走；如是花路呢，一切之恶悉灭无疑。所以把自己所做的一些呢，不合真理的呢，都讲出来，这样呢，那个要去接受的果报就没有了，就消失。那么复次不见所作者为一忏提，所作的重罪。那么遗失事中呢，痴无部位而不自见。所以不见所作就是一忏提，一忏提呢就是没有善根他所做的重恶他自己都不害怕，而也不见到那个过错。骄慢心故因为呢这个骄慢心就是很这个刚高以是义故不得涅盘。欲如迷火追周呢水中月，看到水中有月亮，那个迷火就一直要去抓那个水中的月亮。善男子，假使一切无量的众生，一时成就阿耨菩提，这个阿耨菩提就是无上的正等正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么此之如来亦复不见彼一忏提得成这个菩提。这个一切的众生都已经成道成佛了，可是一忏提他还没有办法
这个得道啊，这个菩提。那么以是义故啊，名不见所作，不见他自己所做的众恶，不见。那么又复不见啊，谁之所作？所谓啊，不见如来所作。佛呢为众生收有佛性，一忏疲惫啊，流转生死不能知见。以是义故啊，名为不见如来所作。所以啊，我们要了解到说，我们社会很多呢，这个所有的一些众生呢，他不知道呢，我们有佛性，尤其啊更不知道呢，我们有佛性本体，连我们求道呢，道亲啊，都不知道我们有佛性本体，都以为我们日常生活的心啊。就是我们所有的一切，不知道我们可以追求啊，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不知道本体啊，我们修了千生万世啊，都不会成道，不会成佛。所以啊，一定要知道说，这个知道佛性本体非常重要。有道亲啊就讲说，那都要过去研究佛性本体。不知道它的重要性，因为我们成道成佛就是有本体，那本体啊就是道，本体呢就是我们追求最高的无极理天，一定要了解说要回到我们的本来，一定呢要知道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而佛性本体各位先生，我们要了解我们有研究过《楞严经》，所以佛学非常鼓励大家都能够把那一段背下来。就是啊，一切众生啊，从无始来，有没有？还记不记得？寻知色身，逐念流转，诚不开悟啊，性净妙常，不寻所长，逐诸生灭，由是生生杂染流转。肉气生灭，所于真常，常光现前，根尘世心应时消落，想象为尘，事情为过，恶迹远离，则汝华严，应时清明，允何不成无上知觉？这一段呢，就是我们研究楞严经最重要的一部分。那因为我们从凡夫一直到成佛，那个修持的过程啊，在里面啊都交代，而且最重要的就是肉气生灭所为真常，那个啊更是我们要在日常生活之中做，非常重要。那或许呢，稍微把整个句啊，那个意思啊，再提示一下，加深我们印象。一切众生呢，从无始来，就是我们这个生死啊，已经太久了啦，不知道几个缘会，所以啊，那个谢谢你老师就讲，累劫累世啊，我们都可以留下记忆。我们一生的记忆都没有，都忘光光的啦，都不记得。可是啊，不是说不记得就没有经过了，一样都经过。那个南极老仙翁，那个成道以来经过7次混沌，我们也经过了，只是我们在六道轮回里面都不知道。那在往上啊，也不止7万个、7亿个7次啊，往后也一样，无量无边的时间啊，我们都要经过。可是啊，我们假如说是在六道轮回，那个经过就太凄惨了，都要受苦了。那我们回归本位逍遥自在。要到完成也可以啊，就来玩一玩，又可以回去，那我们这一生一世就要努力修，修正了回归本位啊，才有办法。所以一切众生从无始来，我们都循着色身，寻啊就是追寻，色啊就是形象，
形象呢跟声音，我们都循着形象呢跟声音这个行诸色声，然后逐念流转，追逐一个念头接一个念头一直在流转，执念的流转，成不开悟就是不曾开悟，性净妙常。我们呢每一个人都有佛性，而这个佛性它非常清净它又呢非常的奥妙。因为虚空无相，不具结之相发挥，就是我们妙的佛性呢所生发的。所以性净妙，然后常又呢常住不迁，如如不动。所以我们都不曾开悟我们的佛性这么的那个理想的状态。那我们求道就得到了就殊胜的这一些呢我们都得到了。可是我们都没有研究没有研究呢就一生一转眼就过了，很快然后这个不寻所长，逐诸生灭，我们追逐所有的生灭，由是呢生生杂染流转。那个生生就是死了又生，生了又死，死了又生，这样一直没有停的。那杂染就是不一定每一生都在人道的，有时候会到三恶道有时候也会到天道有时候在我们人道所以杂染流转就是轮回啦。我们都在这个六道轮回里面。那假如说我们漏气生灭，我们把生灭去掉，守于真常，就是守我们呢那个性净妙常那个佛性本体，我们能够守得住。所以这个地方呢佛学就跟各位说做功夫的方法。我们呢各要了解到佛性是充在整个宇宙虚空这么的宽广，它呢都是常住不迁，如如不动佛学都一再讲说用照相机原理来讲佛性的如如不动。我们佛性假如说是在玄关，那一直在动一直在动呢，就像我们照相机的原理你按快门的一刹那，你镜头一晃动那个照出来的相片模糊不清。那假如说我们这个佛性本体是在玄关的话，我们头一转我们看的形象都模糊不清。可是我们头转得快，一样看得很清晰就表示身体在动，佛性没有动佛性是如如不动所以守真常的真常就是如如不动的佛性所以佛学都一直在讲这个若无所见即是真实的见理如来，若有所见即是邪见，有没有？那各位浅显，若无所见就是没有能见的我相，没有所见的法相，把能所已经融成一体了所以整个我们所看到的整个就是看到如来，这样了解吗？就是如如不动的佛性本体够不够清楚？讲了清楚这简单对不？可是就是没有人阐扬都没人讲所以我们就这个没有办法进入状况咱气生灭，各位浅显，我们身体的觉生灭的你觉得很舒服，生但的变化灭都是生灭的啦所以那个生灭我们不要去着重看重把这一些呢都看淡。只要你看淡了，你会注重我们呢性净妙常，就会进入佛性本体我们看重身体的所有一切生灭我们会把佛性本体忽略，就没有去注意它。一生呢一转眼过了没有啦，要去做没有
所以要趁现在可以做的时候啊，我们把身体的生命整个都看得淡。有啦，有生命啊，生命就让它生命看淡，然后我们注重我们性净妙常，清净的很奥妙，它变那个我们佛性呢，可以等到有大用的时候啊，我们可以转移四天下。你看那个大用有多大的那个整个像之前我们说攀梨花可以移山倒海，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啊，都可以到那个状态。所以一定要从佛性的本体才有办法。然后我们先把本体修正出来，能够呢，真正的我们去生灭了，日常生活之中，大家看起来都一样，没有什么不同。可是你重视生灭跟你去生灭，只有你本身知道。你知道呢，你能够守真常，常观会现前。那个真常呢，我们就了解到。假如说我们要更透彻一点的话，我们用耳根，用耳根来做。我们听到声音，听到声音的时候啊，就是佛性在那个声音的地方，然后啊，声音会消失。声音消失的时候呢，佛性没有消失，所以这个时候不用耳根了。然后声音呢，就是成像。那个脱根脱尘，不用我们耳根，也不用那个成像的声音，都没有。所以各位浅显，那个时候你看都不在身上已经都在整个空间了这个时候你看我们守住了真常会不会在身上？就不在身上已经是在空间了。所以各位浅显，我们一口气不来的时候，身体要还给天地呀。可是我们那个佛性本体呀，它是如如不动，它永远在的。我们不修正的时候没办法到这个状态。你已经守真常了，这个佛性你都守住了，能够呢跟整个宇宙虚空已经汇合了，那这个时候身体还给天地，身体是天地的物质啦，所有风土众缘际会，借我们用的，我们要还的，没有一个说可以不还。早晚都要还。那我们你看已经到守真常，都守住佛性了，身体就不关紧要了。所以那个时候还给天地没关系了，这样了解吗？够不够殊胜？我们求得到就是殊胜，让我们能够呢真正的到达，真正的成道成佛，就不是用希望的，而是实际真的可以到达。所以在生活之中呢，我们就是要做若去生灭守真常，常光现前，就是我们佛性本体的光芒，就是圆满，然后光明都整个呈现，常光现前，然后六根六尘六识应时消落，就不会主宰我们了。我们现在的生活，各位就可以了解六根六尘六识多么强在我们能够去生灭守真常，它就消落，它就已经呢不会来主宰我们的根尘相对产生的六识。六识就是心我们就是用那个心在生活，然后造了很多的罪，我们呢根尘四心都消落了，消落没有了。不是说没有这个身体都还在，可是已经不主宰我们的一切了，应时消落。然后想象为尘，事情为垢。想的就是念头，相就是形象，念头形象为尘，就是会肮脏的啦，那个我们佛性都被这个尘一直染污了。然后事情，我们的认识跟环境都是垢，
成垢，我们就沾了成垢了，所以六道轮回。那我们假如说把这一些都消落了，没有了二句远离想象远离，事情远离，则如华严应时清明，允何不成无上之觉？就是我们见法之眼，就是看到道了看到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了我们这样怎么会不成佛，这不成道呢？了解意思吗？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最好的那一段我们把它背下来，然后朝着里面所写的那一些道理去做，那我们呢就很笃定我们的心就很笃定然后人家讲什么呢都不关紧要了，这个最重要的我们已经抓到了然后人家讲就归他去讲，就不会受影响。我们定力呢，楞严大定就培养有楞严大定那就是佛的定，佛定都是从本性出来不会被破坏。所以我们一定呢要自我鞭策，朝这个方向，在生活之中记得去生灭守真常，这样会吗？跟那个自吸集守净土是一样你吸到极点自吸集，然后守净土就是去生灭守真常这个意思就是这样，就是做功夫一定要做这个功夫我们一定要做所以在生活之中跟各位要求说能够呢，在生活之中就勉励自己去生灭守真常，去生灭守真常，这样会不会很困难吗？听起来跟那就当的那样，会不会？不会啦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当你能够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你的佛性是这么的活泼这么多充塞整个宇宙虚空，每个地方都有虽然说身体要还给天地可是身体也有不即不离啦，不住在身上，但是也不离开身上所以我们呢就是要修得很活泼玲珑。所以佛都一直在讲，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连佛性都不认识不知道佛性，所以只要听到佛性的话，就可以到天道了你看多殊胜，只要听到一经入耳，就可以这个到天道。所以佛为众生呢，收有佛性。那一忏提就是没有善根的人，他流转生死不能知见，没有办法知道，没有办法看见。那么以是义故名为不见如来所作就是没有办法看到这个如来他所做的所有一切。善男子作恶不及受，如汝即成肉所以作恶不及受，就是我们做呢这个坏它不会马上就让我们接受果报所以作恶不及受那个呢可是要了解到我们呢所做下来的那个是因要等到缘因缘汇合，果报才会呈现如汝即成肉，好像我们牛奶牛奶提炼就成乳肉油灰呢附火上我们把那个灰盖在火的上面，愚者倾倒之就是愚昧的人他去踩它底下有火会烧的嘞
一忏提名为无目这个一忏提没有善根的人他就是没有眼睛不知道，没有智慧，是故不见阿罗汉道所以呢他不见到这个阿罗汉。阿罗汉呢，他能够修持呢。虽然说我们说独善其身，可是呢，他已经呢在修了，他可以断了见后跟断了思后，所以见后思后全部都断了以后就成阿罗汉。所以我们了解成阿罗汉就无学道，已经无法可学了。他虽然是还没有利益众生可是呢已经呢具备了可以利益众生的条件。那我们假如说全部没有修的话，见后思后都还在。那我们呢有时候虽然说可以修到蛮高程度了，可是各位前辈有时候会不得所以还是要说我们呢不用现在呢不用去修那一些细的一些法，可是我们最起码都要知道它怎么样引起的怎么样不好，我们都要知道。知道我们才不会去犯然后我们不知道呢，我们做了呢都迷迷糊糊所以一定呢要先知道。那么如阿罗汉呢不行生死险恶之道，阿罗汉呢他就呢不行，他不去呢这个生死险恶之道，因为他已经超出三界的那个轮回，他已经不在三界之中了。所以我们呢最起码就是要超出三界已经不在呢这个三界轮回。以无目故毁谤荒等这个没有智慧来这个讲那个大圣经典，那个荒等就是大圣经典的通称叫荒等经典荒等所以没有这个智慧才会毁谤讲那个大圣经典的坏话毁谤荒等。不欲修习就是不愿意没有那个意愿要来修道学习如阿罗汉勤修慈心阿罗汉呢他呢很努力精进的来修呢那个慈就是娱乐啦，给人家快乐就是慈。那个慈悲喜舍是我们佛性所具备的本来就有，每一个都有。可是我们没有这个研究的话，我们不知道我们佛性具备慈悲喜舍不知道有具备。因为不知道我们就没有把它呢阐扬没有发挥。那一忏提被不修荒等亦复如是。这个一忏提就是断了善根的这一些人呢他呢不修呢大圣的经典若人说言我今不信声闻经典，信受大圣读诵解说，世人虽作如是演说，其心实不信有佛性。这个有人这个假设了佛呢说，假设有人在说我今不信声闻的经典就是小乘佛法那个声闻缘觉就是小乘我今不信小乘佛法，我信受大乘这个好高骛远无楼梯无爬伫个楼骹讲要一声到3楼，无爬楼梯啦，用跳的会吓死啦所以
我们要了解到说那个声闻小乘佛法，它是一些修道的基础功夫啦，我们不能轻视。小乘佛法翻成我们中文叫无比华，就是凡尘的华没有办法跟它比。你看还是很殊胜的嘞。虽然在修道的位阶来讲，它是小乘，可是在我们凡尘来讲，它还是很殊胜，超越凡尘。所以要了解到说，我们不要这个轻看这个小乘我爱大乘。所以我们要基础扎稳，小乘呢也不放弃啦。只是我们呢，就是从这个大乘的里面的妙理这个探讨了解，然后加以实践。信受大乘读诵解说，世人虽咒如是演说，其心实不信有佛性。这个他的心不相信有佛性所以各位要了解到我们整个这个社会整个我们这个一切的人民因为或许以前开进车车上有送善书啦所以乘客一拿来看以后就会问讲你咧修道？讲嘿，然后他就问说咱敢有佛性？我们听了会怎样？我们有佛性吗？我们现在当然知道有啦，可是我们整个社会大众竟然对有没有佛性还很怀疑咱敢有佛性？你看是不是很怀疑？所以这个很难跟他能够能够沟通啦。讲你是安那会讲话，是安那会行路，会晓吃饭未？所以你看，就是有佛性，唔才会晓讲话，唔才会晓行路，唔才会吃饭，对不？很简单容易的事，可是我们整个社会大众不见得说完全了解所以那个感受很深。我说这个要怎么样才能够让他相信我们有佛性？可能要等到一口气不来的时候了较慢的，佮甲你讲你有佛性无？你知影了后才赶快。所以你看我们呢道亲跟他讲佛性本体他都很茫然。咱都已经求道伊把求道都当成已经好像成佛的样子啦，已经很高了。我说以往单传独授的时候那个已经你得到了就成佛，那个是一定的，因为功果圆满了。可是我们现在是沾了上天大海普渡所以要一定要修是让我们先求，一定要修。我们呢，假如说有求而没有修虽然有准考证，而你都不复考你都不进去考哪能够这个能够上这个考上大学？没办法的。所以我们已经先得了已经让我们知道你可以成佛，你可以成道。那要不要成佛，要不要成道，靠你自己的努力你假如说是努力
修道不改初心，成道有余。我们修道的时候啊，初心啊，是最没有杂质的，最虔诚的。所以啊，我们呢大概啊，一进入到道场，然后啊，这个参加运作的时候啊，经过人事摩擦，经过事情磨练，哎呦妈呀啦，这要成道成佛真困难，我还是来做百姓较好，大概就打退堂鼓了。所以啊，我们要了解说，这个凡尘的所有，因为或许有在后天庙经过有17年，所以知道说那个得道啊非常困难。以或许在后天庙的那个知识来讲，要经过7代的大法师，7生7世的大法师啊，才可能受记。所以那个求道是很困难。所以当或许妹妹跟我讲说，我带你去求道啊，很惊讶，刚好要好，然后我们要了解到，得的是一样，可是啊，我们要了解得的那个根本，以往是功果圆满，所以这个受记了以后要成道成佛，可是我们现在都太容易了。尤其你看我们最近呢，都是山都是好，安尼无熟悉无甲求来求道啦，只要有那个树木就好，跟以往啊那个身家清白、品性端正，当引导师啊，一定要了解你所引进的道境啊，有没有身家清白、品性端正，才可以引进来求道。真的差很多呢，差得多不多？所以以往啊，能过来求道都没有坏人啦。所以咱伫佛堂你放啥物件拢袂胖去啦，起码都较认真保管的。你放的念的都无快啊。所以啊，你看那个已经那个受记了，已经差足多了，不一样了。我们那个人的那个良知良能啊，拢去告家去啊，不见了。所以啊，我们要了解到说，这个社会进化太快，我们就被物质所迷惑了，那人心就不值钱。我们每个人啊都没有提升我们自己的那个品格。我们自己的那个我们生活方面啊一些呢，我们都没有自我要求，所以这样的话真的啦，工作让我们做我看了我们都坐不住嘞，坐不掉啦所以一定要我们这个人格健全真的要自我要求，虽然别人没有看到，可是啊你自己知道，骗得了别人你骗不了自己啦。所以自己要自我要求这个品性端正人格很高超这样啊不要说利益众生啊，我们先利益自己再说这样的自己啊，最起码你晚上睡觉都睡得很安稳。那你做得不好，人家都给你给你恶了，我看你有那就拍死。这个晚上睡觉都睡不着觉。所以啊，我们了解说，那个内心呢，不相信有佛性，那为了利养，随文而说了。所以我们了解说，现在真的都是
有那个普里呀，那个道亲来这边听课啊，他说他是在那个佛寺里面啊当那个医护人员，然后他们里面的那一些法师啊，竟然都叫他们供养啊，然后要叫他们这个尊敬啊。我讲供养啊，就要甲人讲，叫人供养；尊敬啊，就甲人讲，叫人就甲你尊敬哦。那你做啊要可怜。或许一听了，我说那我安内已经堕落到这个样子啊，真的那个已经丧失修道的资格，大碟佛事，让众生的供养，真的他造罪万端啦，拢造罪，人众生提钱去佛事，拢是看到佛的面子啦，你拢甲摕去用，无做佛的代志，所以那个罪过是很大，我们都要了解。我们虽然都没有穿袈裟，可是我们都是呢，我们都是修道人，我们都比他们高超嘞，所以我们要了解说，都是我们内心呐，内心自己要认识，自己要成就。所以为了利养就是为了生活，为了要人家的钱然后随文而收，那个真的罪过万端。那么如是收者啊，名为恶人这样的话呢，他就是恶人。如是恶人啊不是受果，如成落他不会很快就那个接受果报啊。好像呢牛奶变成乳肉了，只要提炼它就呈现了。所以因经过因缘汇合，果报就呈现。譬如王史，善能谈论，巧于方便，奉命呢他国，灵上呢生命，终不逆往所说言教所以这个就很正派就是王史王派的大使啊，到外国去呢这个沟通，跟外国沟通，然后他又善能谈论又巧于方便，奉命他国已经呢到别的国家去当大使他灵上呢生命呢终不逆往所说的言教就是灵验丧失自己的生命终呢不会常逆那个往所说的言教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都是要自己心里面去实行，然后身体来实行就很容易。那么智者亦何有智慧的人也是这样，于凡夫中不惜生命，要必宣说呢大圣方等如来秘藏所以这个有智慧的人也是这个样子在凡夫之中不惜生命。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们呢这个一般没有名分就是无名无分凡夫啦。可是凡夫呢一样有智慧的人，他呢不惜生命呢都要来宣说大圣方等经典那个如来秘密的宝贝如来秘藏就是有智慧呢就要这个宣导给众生知道。那么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所有的众生全部都有佛性，全部都可以成佛而且呢我们要了解我们呢这个当下就是佛，就是如来。善男子，
大圣方等微妙经典必定清净。这个大圣这个方等微妙的经典它一定是清净。如摩尼宝珠投以浊水，随即为清那个摩尼宝珠投在那个污浊的水里面那个水就变清了。那个摩尼宝珠有那个能力它水就清了。那么大圣经典亦复如是投在我们的凡心我们凡心马上就变得清净就进入那个活菩萨的领域。那么譬如莲花为日所照无不开鼓好像这个莲花这个太阳一照它就开了。这个太阳下山一个黑起来所以我们了解说大圣经典也是这个样子。一切众生亦复如是，若得见闻大涅盘日我们一切众生也是这样。假如说能够见闻大涅盘这个我们呢这个所研究的大涅盘经，为发心者悉皆发心为菩提因只要你能够研究呢这个涅盘经还没有发心呢都能够发心。那么这个就是菩提的因，菩提种子往后就可以有菩提的果就可以成佛成道。是故我说大涅盘光所入毛孔必为妙音这个释迦牟尼佛讲说大涅盘光所入的毛孔必为妙音。彼一刹提虽有佛性，而为无量罪垢所缠这个一刹提那个这个有修道者都一直在讲说一刹提到底有没有佛性他佛就讲虽有佛性而为呢无量的罪垢所缠，不能得吃他有佛性，可是罪垢他的罪太多了被这一些罪垢所缠绕，规个拢甜甜的，佛性全无快所以不能得出无法度出来如蝉处茧，好像那个蚕宝宝一直吐那个蚕，把自己包在里面就无法度出来以是业缘不能得生菩提妙音就是这样的无量罪垢那个业缘，所以就不能够生菩提的妙音流转生死无有穷矣一直六道轮回，一直流转生死，没有停止的时候那个穷矣就是停止了，没有停止的时候。那么莲花生淤泥中，而不为淤泥所污这个莲花莲花的那个底下的水就是淤泥，就是落果梅越落果梅莲花越有养分越大开得越好看莲花呢出于污泥，而不为污泥所污染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们虽然处在这个不很理想的凡尘可是我们的心就是好像莲花一样，出污泥不会被污泥所染。若有众生修大涅盘微妙经典亦复如是
我们众生修大涅盘微妙经典也是这个样子。虽有烦恼，终不为彼烦恼所污。我们在生活之中虽然有烦恼，终不为彼烦恼呢所污染。何以故？以知如来性相力故。知道如来的性相力。所以我们这个研究知道如来就是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我们呢佛性本体有性相力。所以我们假如说遇到困难要求自己的佛性本体。求佛性本体解决，就一定可以解决啦。所以我们有那个性相力。譬如有国多清凉风，若处众生呢生之毛孔，悉能除掉一切欲争之恼。那个真郁闷的一款空气都可以除掉。此大圣典大涅盘经亦复如是。我们研究的这个大圣经典大涅盘经也是这个样子。遍入一切众生毛孔为作菩提微妙因缘都遍入了我们一切众生的毛孔为作菩提微妙的因缘持一忏体，持掉了那个一忏体杯。何以故？非法器故。那个一忏体就没办法成道成佛。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作恶都是害自己害自己。譬如良医能以妙药治之盲人令见日夜星宿之明，一切色相唯不能治生盲之人，生下来就已经这个盲了不能治。那假如说中间有一些过程都还可以治疗。是大圣典大涅盘经亦复如是，能为声闻眼觉之人开发慧眼。我们的那个研究的大涅盘经就是能够为声闻眼觉就是小圣。声闻修成就是阿罗汉，缘觉修成就是辟支佛。能够为声闻缘觉开发慧眼，令其安住无量无边大圣经典。所以我们了解说，安住在无量无边大圣这个经典，为发心者为患世尽无间罪。这个四重尽各位还记得四重尽吗？忘了。舍正华，我们把正华舍掉。正华，所以各位前学那个正华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我们呢舍正华。各位都没有印象吗？都没有。舍正华就是把我们的佛性本体那个正华把它舍了，然后舍菩提心菩提心也把它这个舍掉，然后那个就是这个增加那个我们众生的那个就是恼害众生。所以我们了解说四重尽就是非常大的
那个佛所制定戒律里面最严重的所以我们了解到说我们在凡尘我们修持正法非常重要，然后修持的菩提心也是非常的我们要非常的能够自己花，劝人也花花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的那一个追求的那个心然后不能牵令圣法，就是你知道的好的方法，你一定要告诉大家，你不能说按多个扛起来，这我家己修就好，我卖去人教，那个叫牵令圣法那个也是四重境里面的一个。然后第四个就是恼害众生就是你懊恼，然后害众生这个叫四重境舍正法、舍菩提心、牵令圣法跟恼害众生这个叫四重境，非常重要的不能换到这四个你会被摒除在佛门之外所以我们了解说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可是在修佛教里面它非常的重要然后那个这个无间罪杀父杀母杀阿罗汉，然后破和而生恶心出佛身血这个呢就是这个犯这个忤逆罪。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都是蛮这个严重的那一种罪过。那个无间各位先生，就是受苦没有间断叫做无间我们一般都说阿鼻地狱它无间呢是翻成中文的无间呢那个罪悉能令发菩提之心，维持生盲一忏体背就是他生下来心地就不好一生下来眼睛就不见看不见了那个在形容那个一忏体。迦叶呢白佛言，犯四重境即无间，名即众恶这个迦叶呢就问释迦牟尼佛说，犯四重境即无间那个名即众恶就是他的恶非常的重譬如断节多罗树头那个多罗树非常的高啦足悬的足大丛的，可是你在那个树头你的手筋你甲剁好长，伊遐尼悬都无效袂活所以这个比喻就是我们的根源，我们的心性假如说是恶，那你往后你讲安尼悬到拄天的遐尼好的迄个树悬袂活啦，迄拢无效你筋甲剁好长，伊长就拢死那个表示说你在外面所做的非常的让人称赞，可是你心地很邪恶，那这样就好像那个多罗树，那么更不护身，他没有办法再活下来是等未发菩提之心，因何能以做菩提因所以迦叶就问这个四重境无间呢已经已经非常严重了，为什么还可以做菩提因？那么佛就回答
说世之众生啊，若于梦中梦堕地狱啊，受之苦恼，即生悔心哀哉。我等自遭此罪啊，若我今得脱是罪者啊，必定当发菩提之心。所以佛就讲说那个犯四重禁啊及无间的罪那么重，他呢在睡觉的时候啊做梦，会梦到堕入地狱，然后受之苦恼，在地狱受苦。那在地狱受苦的时候啊，他就后悔了，就生悔心，说呢自己怎么会遭这个罪过，犯了四重禁无间罪，那若我今得脱是罪者啊，必定当发菩提之心。我今所见罪是极恶，从事绝语这个时候他醒过来，即知正法，有大果报。所以这个做梦了以后还帮助他嘞，帮助他能够知道这个就是罪恶的，他犯了以后还不知道，他犯的是罪恶的罪梦境之中都已经呢给他警告，他呢能够后悔，能够呢改变，所以这个反过来醒过来以后就知道正法有大果报，这个我们修正法呢也一样，都有大果报。如比婴儿渐渐长大，这个婴儿呢他会慢慢的长大，常做四念是依呢最良，善解方药。我本处胎，以我母药，母以药故生得安稳，以是因缘，我命得全。其哉我母，受大苦恼，满值10夜怀抱我身，寄生之后推肝气湿，就是那个婴儿尿尿大小便呢，那个母亲自己去接受，然后把婴儿推到干的地方去，他湿的呢，也不给婴儿去沾惹，那么持去不见，大小便利，如仆长养，将护我身，以是义故当报母恩，摄养侍卫，随顺供养。犯四重禁及无间罪临命终时念是大圣大涅盘经，虽堕地狱畜生恶鬼天上人中，如是经典，亦是为人作菩提除一忏体。所以佛对一忏体本是感冒了，所以每一次讲都把一忏体踢出外面。所以我们了解这个我们在凡尘也可以看到一些人，他起心动念都是歹念，很奇怪只要他起心动念都是歹念，他所做的行为都是危害众生，自然就有这一种人，那个都接近一忏体所以他自作还是他自受了。苦还是苦到他自己，所以这个睡觉醒过来以后他就想到说好像婴儿会渐渐的长大，然后呢又回想常做思念是医最良，就是那个医生最好，善解方药，能够呢了解那个怎么样可以解除我们人类的痛苦。那么我本处胎以我母药，我在处胎的时候给我那个母药，那么母以药故生呢得安稳，这个母亲呢有这个药安胎的就安稳。
那么以是因缘啊，我命啊得权哦，这样的因缘，我呢就可以啊生下来，然后啊就可以慢慢长大。那么其灾啊，我母受大苦恼满足10夜啊，怀抱我身。所以各位浅显，我们都是要感谢这个母亲呐。你看呢怀胎开始啊，这个286天，拢排一条球啊，很辛苦嘞。可是啊，我们哪个在感激那个母恩呐？好像都等到唱歌的时候才会想啊。剩的拢袂记啦。剩的拢甲母亲咧放甲我。搁即马你看社会风气不好，为了那个吸毒啊，结果跟母亲这个发生吵架，又把母亲给杀了。你看这个什么世界？那个有感谢母亲把他生下来吗？大概相反啦。你若莫甲我生就好，我拢遮艰苦。就是你甲我生来，我才会受遮济苦啦，对不对？那无人应。这个是反话了相反的话，要感谢讲家在你甲我生来，我才有法度拄着道，才有法度来求道修道，才有法度成道成佛。爱感谢唔通讲我伫凡世间受遮济苦，受苦是应该啦，爱当作食补。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母亲这个养育孩子，以往在我们那个朝代讲即马生啦，安尼平安加酒芳啦。若生了无平安，就棺材帮。都以前的都讲得真道古真受影。你若生了以往的医学没有那么发达没有发达的时候这个生下来，假如说有一点四角叉，我真想要的贵心啦，贵心的棺材帮。装在棺材里面，所以我们要这个感激呀，那个母恩呐，母亲把我们生下来，然后寄生之后推肝弃湿，就是把婴儿推到肝的地方去，也把那个湿的去掉，除气不净。又把那个不净的去掉，大小便利呀，这个呢都这个母亲自己呀，这个接收，然后呢如哺长养，将护我身啊。那么以是义故啊，当报母恩，就是要报答这个母亲的恩惠，摄养侍卫啊，随身供养。一定呢要这个最起码在这个生活方面呢都是这个母亲不缺都能够随顺供养。那么万事从尽及无间临命终时念是大圣大涅盘经虽堕地狱出生恶鬼天上人中，如是经典亦是为人亦为世人作菩提因所以我们了解说，虽然生活之中有万事从尽无间罪可是会念大圣大涅盘经一样都有菩提因可以成道成佛。故此譬如有人以杂毒药用途大苦，于众人中即令发生，虽无心亦闻闻之皆实啦。唯此一人不恒实者
师大圣典大涅盘经亦复如是。这个呢，这一种这个知识啊，就是很难去听到，就是用这个杂毒药来涂大骨，这个呢很恐怖啦，于众人中啊，即令发生，那个果会安尼出声出来，虽无心意闻，咱拢无想要听啦，暗过拢会去听到，闻之呢皆是，听到就死啊啦，去互迄毒害死啊。那么为此一人，敢若一个未死啊，不恒时者，这个咧未这个恒时。师大圣典大涅盘经，咱有研究啊，就迄个不恒时者啦，虽然那个杂毒啊，涂那个骨，即令发生呢，只要你听到鼓声就会死掉。可是呢，我们有研究大涅盘这个大涅盘经啊，就呢不会恒死，就听了以后还是人拢好好。在处处呢，知行众中啊，有稳生者，所有贪欲，嗔恚愚痴啊，须皆灭尽。所以啊，在处处，就是所有的地方，不管什么地方所在，那么知行众中啊，就是所有的我们呢。不管是哪一行业的众生呢，有闻声者，有听到呢，这个大涅盘经，所有的贪嗔痴啊，贪欲嗔恚愚痴，须皆灭尽，都全部啊，灭尽。所以各位先生，我们听了以后，真的要把贪嗔痴啊，全部呢都灭尽。那么其中虽有无心思念，是大涅盘因缘力故啊，能灭烦恼，而觉啊自灭，这个烦恼，这个大涅盘的因缘力啊，可以灭掉烦恼，而这个觉啊自灭，烦恼的觉，咱拢怕感叫欢乐啦，欢乐的感都因为我们呢研究啊，大涅盘，所以啊，各位要了解到，已经啊不生不灭啦，大就是超越，生死涅盘等空华，生死跟涅盘平等，大涅盘已经超出生死涅盘，已经到绝对的境地了。所以大涅盘跟波涅盘它是一样绝对的，到绝对的没有相对，没有相对里面啊没有烦恼，我们在相对里面啊才有烦恼，对不对？咱伫凡尘啊，拢伫迄烦恼内底啦，烦恼拢咱家己生出来，我们自己生烦恼然后自己烦恼，所以我们都太聪明了。被聪明误了，我们现在研究啊经典，要了解所有的两边啊，各位先生，所有的两边都是从佛性呢这个出来，所以我们回到中道佛性本体呀，两边都收归，都把它收归了，烦恼消失了，这样知道吗？所以啊，那个神会教我们呐，因为他从小就修道，见到六祖就问啊，你见到佛性了没有？六祖一听就把他敲头，我打你啊，是痛不痛？所以啊，见不见啊是生灭，见不见是两边啊，痛不痛是生灭所以从这边呢，我们学到了就是六祖教我们见。也是我们佛性见不见也是我们佛性不见所以两边见不见都是我们佛性，我们把它收归到中道佛性本体，所以我们佛性本体里面具备见具备不见都是佛性本体，这样知道吗？
所以生也是我们佛性本体感受，灭也是我们佛性本体感受，所以生灭都回到佛性本体，安尼收归两边到中道。你看咱修道好无？你啊咧烦恼拢甲收倒来，烦恼就无去啊啦。好用无？很好用所以啊，我们学了就要用。所以闻到大涅盘你这个所有贪嗔痴都消灭，我们消灭了没有啊？我们已经研究第15周了嘞。所以要知道啊，那个烦恼的结，烦恼的感，拢要透开，都把它解开，就没有烦恼了。学大圣者啊，虽修契经，一切之定啊，要待大圣大涅盘日。这个我们学大圣经典啊，虽然都修持呢，去经去和呢我们佛性所要去做的一些事啊，的一切之定。我们呢这个百千三昧那个定啊有非常的多，那么要待大圣大涅盘日，要等待这个大圣的大涅盘经，闻是如来呢微密之教，听到呢这个如来微密这个很细微秘密那个教我们呢怎么样修。然后呢，乃当造菩提叶，我们呢就是要造这个菩提叶，安住正华，犹如天宇呀，这个任意啊增长，一切呢之种，成就呢果实，这个悉除积紧，多受丰乐，如来密藏无量的华语，亦复如是。世间呢出世啊，如彼果实，多所利益啊，安乐一切能令众生见如来性。所以各位就可以了解啊，释迦牟尼佛就在这个地方明确的说，能令众生见到如来性，见到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就明确的讲。不是在讲说释迦牟尼佛本身，所以这边也明确的说，所以我们呢要呢造菩提叶，你看我们造业在凡尘都造一些苦业，可是这边佛就讲要造菩提叶，然后安住正华，我们在正华里面安住。就是我们呢进入真正的修道轨道，所以正华呢就是无上的正等正觉，也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正华安住这个正华就好像呢这个天宇任意增长，一切之种可以让所有的这个所有生长的东西都得到呢天理的滋润，那么成就呢果实能够呢这个之种都能够得到养分呢，那个果实也都能够生就能够生花成就，悉持积紧，可以除掉我们众生的那个积紧，那么多受呢丰乐，如来密藏如来秘密的宝贝无量华语亦复如是，也是这个样子世间呢出世如彼果实这个涅盘经一出来以后好像已经呢这个成果可以得到利益了，安乐一切呢能令众生见如来性。譬如良医闻他人指非人所持就是拍狼已经呢所持，然后寻以妙药并遣一时赐以食言轻持此药，施以彼人，彼人若欲知恶鬼神，以药力故须当偃期。
所以啊，好像良医啊，闻到呢，别人的孩子，非人所持啦，这个非人就是歹人，就是鬼啊，就是那个不好的那个他呢所持。那么许你妙药，这个良医啊，就用妙药，然后病前一时，拿给一个人，吃与死言，给那个要拿药去的人说，亲食此药，是与彼人，你赶快呢拿去给他，彼人若遇知恶鬼神，那个人呢遇到啊，那个恶鬼，恶神，以药力故啊，悉当掩去，以这个药力那个恶鬼神呢就没有办法救啊，就会远去。亲若迟晚，你去的时候比较晚的话，武当呢自往，终不令彼呀，往恒时也。你若想慢，我跟你来。终不令彼呀，这个往恒时，若彼病人啊，得见实者，极无威德啊，知苦啊，当时得安允的，是大圣典大涅盘经呢，亦复如是。所以我在讲，就是我们这个大涅盘经啊，它的功效非常的大，可以辞掉啊知恶鬼神。所以啊，我们了解啊，这个我们呢在生活之中，就是要守住啊我们自己啊本身的佛性本体，该顾好，尤其啊我们这个身体啊，虽然说是天地的物质，水火风土，众缘呢记住借我们用，可是啊，我们要好好的用，借脚修真啊。记得养足自己的本性啊，那个别人若要来救你的身躯要入来，你的心足勇足强，伊就无法你啦，他就不会找你麻烦。不然你若安尼拢六神无主哇，伊就甲你窜进来，身体变他在用。结果他讲的话，他做的事，都你要承担，所以我们要知道啊，家己本性用我健全，你就不怕了啦，就不怕这一些，不然啊，我们现在有时候，这个整个我们这个五度空间呐，我们一出门啊，尤其啊我们都会这个心地很好。某某人什么过生了，我们都去呀，去点个香。尤其就在那个时候啊，很多都会遇到，就是被一些那个鬼附身的。所以父亲以前在后天庙啊就会教大家说，你要去这个帮人点香啊记得你办迄个球啊球办球啊放在你的地啊，然后你就跟那个我们的这个那个会场的地方啊，都有很多的鬼啦，你跟他表明我是佛的人，跟他不交往啦，安尼伊就袂地你袂车你啦。所以那个最好啊。然后我们离开的时候，离开了才把那个丢掉了。我们大概都缺少这个动作。所以有的你的原性啊无够强，伊就照你的身躯也是地你，看你去倒就地你去到倒，糟糕了。有时候他来用你的身体呀，讲的话做的事。都你要去负责嘞，结果那个不是你在做，所以你要告诉自己的元神啊我是某某人，
你要好好的守住家里，不要被侵犯了，这样好过日子啊。题外话，不过就是生活上我们一些遇到的啦，有时候就处理起来很麻烦，我们凡尘啊，无奇不有，什么事都会遇到。像之前啊，或者都讲，熬那个放符啊啦，熬那个去拜那个大蟒蛇的啦，有没有？那个真的会，你会这个阴头转向，所以那个时候会就讲，你要把你自己呀，10000年的佛性本体，把它呢，能够专一的培养，只要你精神专一，你就在培养你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你让它茁壮长大。让他有最起码强壮啊，不被那一些鬼来附身啊，这个最起码的，他都要见你都不会去怕，所以啊，我们在生活之中有一些事啊，这个连佛都在讲。有一些恶鬼啊，还要用药才有办法把它清除掉。那我们呢，用的药啊，我们随身携带，不生不灭佛性本体，我们都有啊，有没有？我们都有，都要把它发挥，用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的妙药来治所有的恶解。恶的症状啊，我们都可以治啊。这个佛就明明跟我们讲啊，我们都不会用。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集之外道，有能受持如是经典，读诵通利，护卫他人，分别广说。若自施学，令他施学，斯等皆为菩提因缘。这个呢，佛都要我们先呢种那个菩提因。这个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以及诸外道，连外道呢，佛都照顾啊，就能够受持大涅盘经，那个读诵通利啊。若犯四禁及忤逆罪，这个四从禁及忤逆罪，这个算在佛门里面最重的这个罪过。若为邪鬼毒恶所持，闻是经典，所有之恶悉皆消灭。如见良医恶鬼眼气，当知是人是真菩萨摩诃萨也。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非常好用。这个闻是经典所有之恶悉皆消灭。所以所有的邪鬼恶毒手持能够呢听到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所有之恶悉皆消灭，都消灭了。好像看到良医，恶鬼都赶快远去了。那么方便除灭一切烦恼，修学净身，不坚固想，为水入山谷，水者呢欲身受苦，如水上泡；路者呢欲身不坚，如芭蕉树。其山谷者欲烦恼中，修无我想，以是义故声名无我。如来如是，以知弟子渐渐教学9部精华。就是因缘比喻宽广受记，本事本身常行重诵。
估其未曾有论义无问自说。那么其中方广受记无问自说为大乘佛法。那么以9部经呢为通教，这是九部精华。它里面呢，没有方广受记，没有无问自说，因为程度都还没有到那么高。那么令善通利然后教学，如来密藏，为其子说。那么如来是常，如来如是说大圣典大涅盘经。所以我们了解说，方便除灭一切的烦恼，然后修学呢净身不坚固想。我们呢要呢修学净身，然后有一些呢不坚固想，为水入山谷，随着比喻身受苦，好像水上泡，一下子就消失了。入则呢，比喻身不坚，好像芭蕉树，芭蕉生了它就死掉了。其山谷者欲烦恼中，修无我想。那个山谷就是呢，我们了解说烦恼里面，底下山谷来对拢烦恼。然后修无我想，就是没有，这个烦恼里面没有我。以是义故呢，声明无我。如来如是呢，以之弟子渐渐的教学9部这个精华，令善通利，然后教学如来密藏。所以能够教如来密藏那个就是已经呢修学蛮久的时候。那么为其子说，如来是常，如来如是说大圣典大涅盘经。为之众生呢，以发心者及未发心作菩提因，是大圣典大涅盘经，不可思议未曾有也。所以这个大涅盘经就是很难得啦。我们呢，这个整个社会也没有在这个解说涅盘经。各位有听过吗？我们好像连名都没听过嘞。何况是我们研究里面的经文。所以佛呢为诸众生呢，以发心的还是没有发心的，都为他们做菩提因，就是呢大圣典大涅盘经，就是有这一种功能。那么譬如大船从海此岸至于彼岸，复从彼岸还至此岸，如来正觉亦复如是。乘大涅盘大圣宝船，周旋往返，济度众生，在处处有应度者，悉令得见如来之身。以是义故如来名为无上的传师。这边呢有悉令得见如来之身。各位前贤，我们有没有见到如来之身？都没有不是说吗？肉无所见，即是真实的见了如来，不是已经有说吗？他见了没？都不敢肯定了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佛性没有形象，可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在日常生活我们呢有能见有所见，有能见所见是凡尘生活里面的状态这个能所我们把能所已经合成一体了，无所见，我们见了，咱看
但是拢无看到形象。我们已经看了，没有看到形象，就是我们把能手合成一体啦。把能手合成一体以后就是一个绝对性。那我们所看的绝对性啊，这整个就是如来了。如来之身啊，就是我们法身啊，就是我们佛性所呈现的。所以你把能手融成一体了，融成一体以后，你所看的就是如来之身。你看到不？有个人用想象，用想象的不行要实际的才可以想象的那个是妄想。那妄想我们众生的毛病。我们讲真理不讲妄想都是讲实际的这个法门。那实际的我们就是了解。当你都了了分明，没有能手，那个就是如来身。你更开始解啦，比较实际一点你能够不是那空空洞洞这个茫茫然，不是，是很清醒，都知道，可是已经没有能手。我们很容易分啦，我能看我所看，能手鲜明啦。没有能手，没有能手各位浅显，我们就比喻啦，我们有没有在呼吸？有空气，对不对？我们看到吗？对，所以我们眼睛能看我们所呼吸的空气有没有能手？已经没有手见了啦，你没有能见，没有手见，它已经合成一体。这个是比喻啦各位要了解到，就是把能手合成一体，没有两边啦，没有生灭就是已经合成一体。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见的如来身，不是空空洞洞，不是用杜撰，不是用幻想，不是不可以我们修是要实实在在。我看我看没有能看的我相，没有手看的法相，已经把能手已经合成一体，我已经归还到如来。所见的就是如来身就是到如来的状态，会吗？很容易啦我们自身障碍，自己产生很多障碍你把这些障碍都去除掉比较第一个就是要专一。你专一的时候培养你不生不灭佛性本体我们也叫做元神。你培养你的元神你元神培养够，你就不怕这一些鬼，这个恶鬼神都不怕了我们从我们专一的那个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又可以延伸引申到我们的那个绝对体，没有两边没有对待。因为这边写说悉令得见如来之身，所以我们把这个经文里面所交代的我们把它这个讲解出来，让我们真的都悉令得见如来之身。到底见到了没？都很怀疑，都还不敢肯定
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个要努力啊，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就努力的把那个能手啊，把它融成一体。所以啊，连我们那个以往所说啊，心静一如不患思维然后但不慈善，积之岁月而不心开啊，谓之有也。有没有？我们把我们的心啊，跟所有的静已经把它合成一体，就是已经没有能手了。我的心就是静，静也就是我的心，心跟静啊合成一体。不换思维，你换思维就已经又进入我们老路了啦。又是妄想，又是全部都是假。可是我们心静一如的时候它是真，心也真，静也真。心跟静它没有分。静也就是我的心，我的心也就是静，静跟心已经合成一体。不换思维。你只要这样，但不慈善，不要让这个散失掉，然后积之岁月，就是你要时间不是只有马上就成功了。积之岁月而不心开，你的心开了，开了就是能守一如了啦，就已经见到如来身。你更加清楚不？有没有？所以这个讲的可以反复再听你反复听就很熟悉。当你很熟悉的时候你也会讲给人家听当你会讲给人家听的时候你就没有能手了啦。能手已经双明。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个你看连念到佛学博士都还不一定懂。所以才跟达赖喇嘛那个对谈。等我讲完了，你看能说的我相，所讲的法相，能手鲜明。所以他就第二次举手说，等你讲完了，我都不知道要问什么，那个就没有过去心。所以那个三心没有。三心没有，三世摄受不了。你三世摄受不了，六道轮回没有。所以你看这个都是蛮高程度了，已经没有能守，没有三心四相。所以那个你看就在言谈之中你理论一大堆讲的这个讲不完哇，慢听听也无法度去做。然后这个马上很简单的你就可以做。没有三心，没有四相，没有能守，就已经全部都回到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了。就已经回来了。它都是当下。所以我们在生活之中也要消灭三心过去的已经过去不管是得意失意都过去了，就让它过去，不要去拉回来。那未来的还没到，你也不用策划了，因为计划赶不上变化。现在又不住。我们说现在过去了2秒，现在又过去了，所以现在大不了。过去已经过去，未来还没到，现在大不了。我们没有三心没有三心就没有四相。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没有三心四相，没有能守。三世可能吸不掉，咱都唔免六道轮回，这样了解吗？所以要自己解脱了，这个一定要自己努力呀。我们一直在想过去的事，一直策划未来，身躯爱用，佛性唔免啦，佛性唔免去策划，
佛性呢，它活得好好的，如如不动，常住不迁，伊拢袂变化，唔免你去甲规划，都不用。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真的进入这个佛的世界啊，那个是不可思议啊。袂使用头壳来想，袂使用嘴来论议，那个都是超出我们想象的啦。譬如有传则有传书；已有诗传诗，则有众生渡于大海。这个有船都有人要坐啦，要渡过大海。如来常住化度众生亦复如是。复次，譬如有人在大海中乘船易渡，若得顺风，须臾之间则能得过无量由旬。一由旬有30里。若不得者虽复久住，经无量岁不离本处。有时船坏没水而死。我们呢，这个有人在大海之中乘船易渡所以这个有一点在讲我们众生呢，在苦海这个海很大，在大海，然后我们乘船易渡，要到彼岸，清净的彼岸。那我们呢，若得顺风假如说能够修得顺这个须臾之间很快了，须臾是很短短，这个很短的一刹那叫须臾。那须臾之间呢则能呢这个得过，就可以经过这个苦海，到达清净彼岸。无量由旬能够呢得过无量的由旬。若不得者假如说没有办法没有顺风那个虽复久住我们久久的都住在苦海，经过无量岁不离本处。咱搁较久都拢伫苦海内底所以不离本处。有时船坏了就没水而死，就呢存在大海中。那么众生如是在于痴生死大海我们众生呢，拢伫生死大海。那为什么在生死大海？就是愚痴就是很笨不知道呢修所以才会在生死大海。那么乘之行船若遇的这个直遇若得直遇大般涅盘。假如说我们能够呢遇到大般涅盘猛力之风则能及到呢无上的道岸很快就可以到达清净的彼岸。若不直遇当久流转无量的生死或时破坏堕于地狱畜生恶鬼所以我们呢这个在生死大海假如说能够遇到大般涅盘这个猛力风呢，就可以很快到清净彼岸。假如说呢没有遇到当久流转六道轮回无量的生死或时破坏就堕于地狱就进入畜生恶鬼。然后我们呢还剩下有9分钟给这个各位先贤提问，因为刚刚呢有那个问题或许有先看了所以留大概9分钟的时间就这个可以这个回答。好，请说。我想请问一下2个疑问他说佛陀所说
重金千百年所造业不亡，因缘机会果报还自受，可知其业不亡。但后解常地藏菩萨本愿经又说，能见有地藏菩萨佛号法相，何能起敬畏礼拜，则能消除罪业，永罪三恶道。其二者是否相左？请问尊者。好，这个呢，就是我们呢，这个以前都有曾经呢，都时常在提，诵经百千劫所作业不亡，因缘会一时果报还自受。所以这个重点各位就要先了解到，他一开头就提了，因为这个纵然你经过非常久的时间，诵经百千劫非常久的时间，我们呢所做的业它不会消失。这个呢就讲因果啦，然后因缘会意果报就还自受。这个呢，它只要呢就是在欠我们在做的时候我们在这个行为念头这个做事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那个因果就是因果的关系。再怎么久那个因果全部呢都在这个经过百千劫那个这个所做的业它不会消失，永远都在。可是科学有讲，我们呢这个所造的业是一个因，这个因我们不要让它遇到缘，因缘不汇合你果报你就没有办法去接受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要怎么样使那个因不跟缘汇合，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那个关键我们现在已经求道修道，那我们在心中，假如说你都时时刻刻能够保持专一，能够没有妄想杂念，那这个时候我们要了解到，虽然我们经过百千世所造的业非常多，那因为我们没有缘让它汇合，那所造的那个因都在仓库了，它不会发芽，我们不会去接受果报，所以会接受果报都是我们现在的念头最重要因为念头就是业啦。那我们念头的业把以往的因拉来，所以我们要了解到你的念头起心动念很快，又很多，又很复杂，你的遭遇一定坎坷，一定不顺所以我们要训练自己不要妄想，不要有杂念。那妄想我们不用力就可以去掉然后杂念我们不念它跑来，那个一定要关照。你关照你的念杂念不起心动念，它自己跑来，你把它关照。你关照的时候，它刚开始很强又很密集，可是只要你关照我们那个杂念就是不想不起心动念，它自己跑来的那一个念头你只要关照看住它，它就越来越没有力道，越来越稀稀疏疏，到后来就不见了那个杂念就没有。那妄想我们不要起用力去想那妄想没有，杂念没有，我们要把那个因拉来的没有了啦，已经那个要拉那个以往我们百千世的因要拉没有了啦，我们不会拉来，那不会拉来就不会有果报呈现。所以我们用一个名词讲罪业消灭，其实它是在仓库，它都在，只要你在
这个妄想，然后又把那个不正常的一切啊，不合理的，你都全部去做，保证你又把它拉来，所以它在。可是你假如说是保持无念啊清净，绝对不会把100,000世的罪业拉来，不会，因为要遇到缘啊，你不造缘啊，不造缘，因缘不汇合，你果报就不会受。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个呢，虽然有一点说，好像比较叫什么，较巧的呀，掠去吃，较戆的去接受。可是啊，这个要经过修了。你要怎么样到达清净？你要怎么样？没有念，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在行为啊是容易啊去控制，可是在念头就不好控制哦。你那个胡思乱想，那个起心动念啊，是很频繁的哦。你要你要怎么样使它不要起心动念？不要有那么多的那个念头，这个是我们要努力的。只要你努力，那一个能够让你去受苦的罪啊，没有。为什么？因为因缘不汇合。因缘会意时啊，果报还自受。因缘的无法度会意啊，你哪有果报可以受？所以啊，我们就要了解到，那个讲的没错，那个就是千百年啊都通了。那个重经100,000劫，所作业不亡，因缘会意时啊，果报还自受，确实是这样。可是你在修正的时候啊，你从因缘会意时你努力，你果报就不会来了，是不是罪业消灭？虽然都罪业都还在，可是啊，你没有缘让它碰啊，它就已经不会来。所以这个我们要了解它里面的含义。然后那个地藏王菩萨本愿经呢，他说只要看我的形象诵我的经啊，你那一些啊就可以消灭，那个是鼓励啦，鼓励我们都诵地藏菩萨本愿经。你多持诵的话，你那个慈悲的心啊就会呈现。那慈悲的心呈现啊，跟我们刚才在讲的那个是有一点类似啦。你慈悲心呈现啊，百念没有，那所有会接受的那一些恶果啊，它就会不见。可是他还讲说不落入三恶道，人道天道阿修罗道还有。所以他呢是鼓励性质，循循善诱了。跟我们讲那个，我们这一生这一世啊，你努力的能够专一修我们的元神，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啊，这个啊重要。你能够修正了以后，你100,000劫100,000世啊所造的业啊，拢甲藏在仓库，伊袂发芽啦。绝对都永远在仓库，所以罪业都消灭。各位讲师、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虔贤，大家好。佛学占道天师德老贤欠大德，以及感谢各位虔贤给佛学机会学讲。我们呢讲到19页，对不对？那个19页左边第几行？11啊。众生如是吗？如是再下来。护次啊，从护次这边开始。护次，譬如有人不遇风往，
久住大海，做事思维，各位有找到吗？我等今者必在此时就会在这个地方死掉。如是念时呼吁利风，随圣渡海，复作是言：快哉是风，未曾有也。令我等辈安稳得过大海之难。所以这一段呢是叙述那个比喻的内容。那众生呢如是久此愚痴生死大海，就是我们众生很久的时间都在六道轮回。因为不知道这个修持可以脱离这个苦海，所以都在这个愚痴那个无明之中就六道轮回。那么困苦穷却未亦如是大涅盘风，就是没有得到好的这个修持方法。然后现在呢遇到这个佛讲涅盘经就是大涅盘风，则应生念我等必定堕于地狱，出生恶鬼。施众生思维之时，呼吁大圣大涅盘风，随顺吹香入于阿耨菩提。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无上的正等正觉。那么方知真实生奇特想叹言快哉，很赞叹的来说很痛快。我从昔来未曾见闻如是如来微密之常。就是从往昔以来没有听过这个如来微密这个教化微密的宝藏，而乃于是大涅盘经生清净性。所以我们众生就在这个苦海之中都一直沉溺。现在呢遇到了上天大开普度，又我们研究性理心法，知道呢可以到达无上的正等正觉这样呢我们就可以脱离六道轮回，就可以脱离这个苦海所以很这个难得。复次三男子如蛇脱皮为死灭不？佛就在问说那个蛇脱皮它是死掉了吗？那中这个这个弟子回答说不为是真，说不是死掉。三男子如来欲耳，方便示现弃舍独身，可言如来无常灭也。所以这边呢如来又问了大家说如来也是这样方便示现示现在凡尘，带领众生修道。然后现在要把这个身体放舍去除掉，所以说弃舍独身。可是我们众生来讲，我们对我们的身体都不敢用独身都是宝贝身体都是宝贝。可是佛就讲，你看佛的身那么殊胜他都要去掉就又讲是独身。问呢是不是如来已经无常灭了就已经死掉？然后呢弟子也回答说不也是真没有没有死掉。如来于此阎浮提中就是南赡部洲阎浮提，方便舍身如比毒蛇舍于固皮，好像那个毒蛇把它的那个皮脱掉，就是要更长大了
那个旧皮呀，就是脱掉。是故如来名为常住。如来啊，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呀，它是呢常住啊，不迁，永远都在，而且如如不动。我们一定要体会。上个礼拜我们有详细说，说呢，我们的佛性啊是无所不在，而且啊，不会啊这个迁变的啊，因为没有形象，也没有生灭，是最殊胜。那么复次，譬如金丝得好真金啊，随意造作种种之器，就好像那个帕提玛塞夫，得到呢真金，好的那个金子，那么随意啊可以造作，看要手环、华链、手髻啊，就随意啊就可以造作，种种的这个之趣。那么如来欲尔，如来也是这个样子，以25有悉能示现。这个25有啊，各位都还记得吗？或者都一再讲就是要各位都有印象啦。那个25有就是三界，三有，有因有果，叫有。那25有是详细说了。欲界呢有14个有，色界啊有7个有，无色界呢有4个有。那或许再把那个内容再说一下。容易记的话呢，就是我们欲界啊有天道，天道有6欲天，就6个。然后人道呢有4大部洲，就4个，加起来就10个。然后还有那个阿修罗道，畜生道、地狱道跟恶鬼道，4个，就14个。那6欲天里面呢，最低啊是4天王天，那第二呢忉利天，就是我们说的33天，33天就是忉利天啦。它东西南北各8天，中间有一个第4天，皇帝的帝，解释的是第4，那个就是居中。然后东西南北各8天，总共有33天，那个叫忉利天。然后第3个呢叫夜摩天，第4个啊多帅天，第5个乐变化天，第6个他化自在天。那摩西所罗天呢，是以啊他化自在天管辖。所以我们了解说魔王是在异界的最高那一天，是所以啊他化自在天就6个。然后我们人啊就4大部洲，东胜神州、西牛贺州、南赡部洲、北俱泸州。北俱泸州人民啊最长寿了，它有1000岁。我们南赡部洲是最短寿，不满100岁而已啦。然后啊东胜神州呢有这个500岁。西牛贺州呢有250，我们是最夭寿啦，短寿的啦，就有10个了。那这个阿修罗道、畜生道、地狱道、恶鬼道，4个就14。欲界啊14个有因有果。然后我们了解说阿修罗道呢，有时候我们都把它列入善道，可是佛呢在讲的时候啊，都把阿修罗列入恶道，就是三恶道又加阿修罗道。它呢就是好战斗，都没跟人争，好争好斗，所以啊佛不把它列为善道。那在色界呢，就有那个初禅，初禅啊，我们就是了解说已经啊，这个离生喜乐地啊，已经离开这个欲界的生死，已经进入色界了，所以那个初禅。然后呢这个大梵天，
因为很多那个印度的一个修道人呢，他们不是要修到回去无极里天，他们要修回到大梵天啦，所以把它列入这个色界的一个初禅大梵天，然后二禅、三禅、四禅，然后五净居天跟无想天，就有7有，那个是十语色界。那无色界呢，有4空天，空无边处天，是无边处天，无所有处天，非想非想处天，就有4个，然后加起来14加7，加4总共25，所以25有，我们呢都要有印象。各位浅显，我们现在在哪一天？我们在人造的南赡部洲了所以在欲界25有因有果所以我们修呢就是要超出这个有因有果，进入没有因，我们不造因，所以不用受苦没有因没有果，已经超出25有，超出3界这个是我们努力的方向。那么25有呢，须能示现如来在25有全部都可以示现不管是哪一个色界欲界，然后无色界都可以。那么种种色身这个示现种种的这个色身，为化众生拔生死故。就是要度化众生，拔掉我们呢众生的生死。我们在凡尘六道轮回就是脱离不了生死啦。生了又死，死了又生生生死死一直轮回。然后我们呢就是了解到我们佛性本体里面没有生也没有死。所以我们呢把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努力修修正出来像我们上个礼拜讲的都已经到如如不动常住不迁的佛性本体。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色身还给大地所有宏图那个时候就已经无所挂碍了。那我们还没有修正，还没有把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修出来的话，我们被业力推了就会推到现象来又现象。所以那个都免不了的是固定的一定的。那我们已经修正到如如不动常住不迁那一种常乐我净那个状态那身体就可以还给天地还给天地天地也是一样，所有宏图都是跟我们身体是一样的那个元素本质拢同款天地质跟咱身躯的质拢同款咱拢爱还啦，没有一个可以不用还的，一定要还早晚都要还给天地。各位准备好要还了没？还没还要用这个还要很长的时间用所以我们还没有准备要还所以各位，你假如说还没有修正，还没有把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把握，那你还给天地你要去走，你没有路可以走那个时候就很可怜业力推了不管行善作恶都是业力业力推到行善的话可以上天堂当七天神仙，作恶的话要落入三恶道那个都我们没有办法主宰。可是我们现在有办法让我们可以主宰自己所以就是要努力假如说我们都还不很熟悉一些修正法门，那我们就做万年放下万年放下一念不生。我们这边那个陈兄文旭先生他你看修的都跟我们这个可以5度空间相融会
他就是专门做万年放下，做到功夫都出来。各位想要知道怎么做，可以问他。对啊，他都跟我们讲，确实有功效，他做出来了。那我们了解，假如说你有这个修的听得比较久了，也比较熟悉了，也了解到耳根圆通，那可以用耳根圆通来修我们如如不动的佛性本体。或者都会在讲，我们先借着耳根，耳根然后用不生不灭佛性的闻性。第一个听是耳朵的功能，第二个闻是我们听到声音加入新意识，第三个闻性是不生不灭佛性本体。那我们用第三个闻性，然后用闻性来先来闻我们周遭的一些声响，因为我们在生活环境之中一定会有我们周遭一定会有影响。然后我们听到声音的时候那个是佛性听到，要用第三个，不要用第二个那个闻。闻我们说这声音我爱听，这什么也真好，这我无这我真讨厌，那个叫闻闻性没有，闻性它不去分别它是好它是坏，只是说我听到了那个是佛性那个我们的佛性听到声音发生的地方就已经离开身体了，离开身体，然后我们听到，借着闻性听到声音。然后我们呢就稍微的依赖那个声音，可是声音会消失，消失的时候这个我们耳根就不用了。可是佛性它没有消失，它还在刚才声音的地方所以这个时候叫偷根那个声音叫做六尘之一啦声音没有了叫偷尘，偷根偷尘。这个佛性它离缘独立，离开因缘它独自存在，所以这个叫灵光独耀，独自发出光明。所以我们就稍微的把这个状态延伸，一直做。你做久的时候你自然那个如如不动的佛性就整个在空间了，在我们这个空间，不在身体了。所以这个是很切实的我们做功夫的方法。会不会很困难？会不会？不会就是不困难，可是我们要有恒心你要做做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佛性的本体跟佛性的功能作用就分别在本体是偷根偷尘我们佛性的功能作用是随时在身上那个功能作用是用了就没了，可是这个本体它是永远不变的，永远都在所以我们要找到本体才可以成道成佛，就是这个本体在成道，本体在成佛你没有找到本体的话那个都是很渺茫无法度行咱呢有法度行，咱就要去做你努力做，你只要累积时间你就会融通整个虚空，整个虚空呢都是我如如不动的佛性本体，那个时候身体就可以不要了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我们可以努力的，而且可以自己做到你当可以脱根脱尘，离身离境，离缘独立无所依赖，这个时候你的灵光独耀那个时候你的脾气毛病没了，消落无去你无甲修伊家己无去所以跟着我们身体有脾气毛病，你脱根脱尘，离身离境，还有脾气毛病吗？
有没有？没有了。所以啊，你看这个才真的叫真功夫了。没有脾气毛病，没有贪嗔痴慢疑都没有，全部没有。理不理想？很理想所以安尼脾气毛病安尼深根蒂固啦，要甲去掉愈侪啦。脾气毛病无改无掉，愈改愈侪，脾气愈大。这个你看，只要你肯这样做，离身离境没有了，身也没，境也没，你脾气毛病从哪里来？就无次来了，来的地方来的地方已经没有，就不会有。所以我们呢，只要能够时时都守住我们如如不动的那个佛性本体，就绝对可以成道成佛。当然了，我们这个现象之中这个事来则应事去则静。事情呢一样要做了，你唔通用点仔坐，我直直坐，点仔咧这个坐着如如不动的功夫，什么代志拢无爱做这样也不合中道啦。所以或者都讲，我们有事情做是幸福。假如说你全部都没事做你会很苦恼啦。规工拢吃饱无代志，点仔营很难过生活嘞，好不好过？你若伤用艰苦啦，你拢真无用艰苦啦所以两边啦。我们中道，我们刚好在中道，拄好代志做拢拄好，做真欢喜。所以要了解说这个凡尘就是要中道。我们呢可以去做的，这个是我们可以掌握可以去做的。所以了解说在凡尘看我们拟定的方向要走什么方向。这个呢就跟我们讲说，确实可以成佛成道的。只要你肯这样做。所以为了拔掉众生的生死，那佛呢就示现种种的这个色身。所以或者就讲，我们在凡尘这个生活的时候要了解说修正的佛菩萨呢，现在都要打帮助到，所以帮助我们修道人。所以你在这个路上或是在环境之中，你遇到有一个这个不是很熟识的人，没有看过可是看他的形态又比较是下阶层的人，各要了解有时候是佛菩萨示现示现要点化，要跟你讲什么有时候用身体讲，有时候用语言讲会跟你说话说了以后他呢转个角就消失了，不见了那个都是佛菩萨示现所以我们要了解说佛菩萨充满整个我们宇宙虚空啦，足多啦咱拢拄着都唔知啦，因为我们都瞧不起那个下阶层的一些人的生活状态咱拢看不起，不爱看不爱注意不知道他的那一种用心要来度化众生那我们都错过机会所以我们往后就是要了解到这个佛菩萨示现时时刻刻就在我们身边。所以是故如来名这个无边身无量无边的身体啦所以无量无边像我们这个以前或者都讲，天气热的时候有一阵清风吹过来很舒服，那个也是佛菩萨示现
可是我们讲啊，那个自然的啊，风在吹，不会去想说是佛菩萨呢来除掉我们那个郁闷之气，咱那个安尼叫热叫傲气的那气啊消去。虽复视现啊，种种之身，一名常住啊，无有变异。这个啊，如来虽然呢，这个视现啊，种种之身，虽然呢视现很多种身，可是啊，也叫做呢，常住，一名常住啊，无有变异。如来呢都不会变化的。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的佛性本体啊，因为没有形象，所以不会变化，如如不动，复次三男子，如安罗氏啊及阎浮氏，一年三变，有时生花，这个光色啊，枯荣，有时生叶，枝茂，这个蓊郁，有时凋落，壮士枯死，善男子，于隐何？十四时为枯死不也？这个树啊，咱们讲是死呀，冬天的时候啊，叶子掉光了，就剩下呢，枯枝啊，大地的高大的枝啊，都跟它死去啊，很多呢都这样。然后我们也了解说，那个弟子就回答说：“不为是真，不是他们枯死了。善男子，如来欲尔，于三界中，是啊三种身，有时出生，有时长大，有时涅槃。而如来身啊，实无常。这个如来在凡尘，在三界里面呢，也示现啊，三种身。有时候呢示现出生，有时候呢长大了，有时候啊进入涅槃了。而如来本身呢，实在没有无常啦，它都是常住不迁，如如不动。所以我们一定要体会啊，那个常住不迁、如如不动的佛性本体。那么如来密语呀，甚深难解。如来密语呀，很深，很难了解。譬如大王告知群臣，先托钵来，先托钵者啊，一名四时，一个名称啊，有四种内容。第一个言，第二个气，第三个水，第四个麻。先托钵呢，各位就了解说，它一个名称啊，有四个内容。言也叫先托钵，气也叫先托钵，水也叫先托钵，麻也叫先托钵。如是呢，四种东西呀，共同一名，共一个名。那么有志之臣，有智慧的大臣啊，善知此名，知道呢这个名称。若王啊习时，国王在洗的时候，他呢手先托钵，伊伫咧讲先托钵，先托钵，即便放水，赶紧啊摕水互伊。若王食时啊，手先托钵，伫咧食的时阵啊，讲先托钵，先托钵，赶紧呢摕盐，伊伤正要搁掺一寡盐。若王食矣啊，欲云讲时啊，即便放弃，王食饱，国王食饱呢，特别啉这个茶汤的时阵啊，就用迄个器具，用茶杯啊，用碗摕互伊。若王有时要去这个游街佚佗啊，首先托钵。即便放马，赶紧砍马，来国王。如是至诚啊，善解大王四种密语。那个先托钵就有四个那点点拢无代志讲先托钵，先托钵，咱有影唔知影要摕啥。
所以这个一个名称啊有4个内容。是大乘经啊，亦复如是。我们大乘经典也是这个样子。有4啊无常，有4个无常。大乘自成啊，假如说这个有研究大乘经的之一些人，应当善知啊，就是要了解到，若佛出世，佛已经出现在凡尘，为众生说如来涅盘，自成当知啊，此是如来为具常者啊，说无常相。咱有研究就知影，讲如来为具常者，拢什么拢嘛永远伫咧这个常，永远拢伫咧这个常啦。伊讲无常相，如来就讲无常相，所以破坏我们那个一直说它都不会变的啊，都是这样啊，具常的来说。那么欲令比丘修习无常想，要给比丘来修无常，一切啊都变化。或复说言正法当灭，在讲说这个正法让我们能够成道成佛的法要灭了自成应知啊，此是如来为具乐者啊，说以苦相。这个如来呢，就是为具乐这个在凡尘过得很快乐，有钱有地位啊，过得很快乐。然后这个说以苦相，说你这个快乐啊，快要消失掉了，苦要来了所以让他能够呢赶快及时回头。那么欲令比丘呢多修苦想这个我们呢这个遭遇到呢困苦的那一种生活状态啊你事先呢心里面呢都要有那个计划。或复说言，我今病苦这个众生呢破坏这个自成呢这个当知啊，此是如来为具我者啊，说无我相。我们都把这个身体的我啊看得很牢固啊讲这就是我，这就是我那如来呢为了是一个对我相很强的人呢，说无我相，讲无啦，这个身躯是天地物质，不是我这个我呢无实在无伫咧凡尘啦实在没有，完全没有这个我。欲令比丘啊修无我想就是没有这个身体的我，才会进入我们佛性本体的我。或复说言所谓空者是正解脱这个所谓空就是正解脱我们呢有就烦恼，空就什么都没有了，解脱了烦恼都消失了。那么自成当知此是如来正解脱，无二十无有这个正解脱没有二十无有所以有就是有因有果啦。我们凡尘都是以拥有为快乐，可是修道呢以空无为快乐有就烦恼啦拢无的快乐啦所以这个是在心境上说啦，在咱的心境上来讲全部都没有了，就没有烦恼就可以解脱了。所以我们了解说那个话的内容及我们如何解说一定要有智慧。那么欲令比丘修学空想以是义故是正解脱则名为空亦名不动所以我们了解说那个空想真正的万法皆空空性即是佛性。我们呢一般凡尘在传诵都是万法皆空了，后面那一句都没有接下去了
所以万法皆空，大项拢空，空啦，人拢这样子变去空去啊。所以啊，要了解到那个空想虚空之中，无限的大，我们佛性啊，就是呢无限大的虚空一样，那以是义故啊，是正解脱，则名为空，真正的解脱啊，就是空，也叫做不动，如如不动。我们的佛性本体啊，如如不动，常住啊不迁。那么谓不动者啊，是解脱中无有苦啊故。所以啊，我们了解说，我们那个解脱里面啊，没有苦，是故啊不动，是正解脱，如如不动呢，就是正解脱。谓无有相，没有形象。谓无相者啊，无有色声香味触等，故名啊无相，没有相，是正解脱啊，常不变异，就呢如如不动呢，常住不迁，不变异，是解脱中呢，无有无常，解脱里面啊，全部都是常住不迁，没有变化的，所以没有无常。热闹交易，没有热闹交易，是故解脱名曰常住。解脱啊，常住不迁，如如不动，不变啊，清凉。它呢不会变化，因为没有形象，所以不会变化。非常清凉。破复说言，一切众生呢有如来性。一切的众生啊，全部都有如来的性。自诚当知，此是如来说于常法，亦令比丘呢修习常法，常住不迁，如如不动。要我们都学。是知比丘若能如是啊，随顺学者，当知是人啊，真我弟子，善知如来微密之常。微密的宝藏，微密之常，如彼大王，智者之臣啊，善知王意，知道呢那个国王的意思啊，就会拿什么给他。三男子，如是大王，亦有如是啊，密语之法，何况如来而当无也？那个国王都有法，有这个密语，那个法，就是一个名啊，有4个内容，都有这个密语的，那何况如来啊，会这个没有。三男子，是故如来微密之教啊，难可得知，唯有智者呢，乃能解我甚深佛法。所以啊，我们了解说，这个微密之教啊，很微，这个微细微小，那个秘密，那个教导方法难可得知啊，很难去知道。那唯有智者，唯有这个有智慧的，有般若的，乃能解我甚深佛法。才可以啊，了解啊甚深的佛法。所以啊，我们都有这个研究过啊，那个《金刚经》。那或许就讲那个《金刚经》呢，就是这一段这个微密之教啊，难可得知。那个第1分啊，完全都没有说法，而且又这个经过啊31岁到68岁这么长的时间啊，都是啊这个到吃饭的时候周一直播入社会大众去启示，那个都是微密之教啊，那个没有讲话，它难可得知啊，你很难去知道那个是什么意思所以啊，我们研究过了可能各位也很快都忘光光了。要了解到那个佛他已经成佛了，
可是啊，他不住在佛的形象，佛已经无我相，没有我。然后1250个坐着要听讲经说法，如来一句话也没说，没有法相啊，所以啊，没有我相，没有法相，然后呢又呼咒而咒，没有非法相啊，所以啊，你看从31岁成道，一直到68岁讲金刚经，这么久的时间啊，都这样，每天都示现。每天都同样的动作，那须菩提啊，已经呢，他是解空第一的人，解释空的道理啊，最拿手竟然看了这么久的时间呢，才看出巧妙，所以啊，就赞叹啊，稀有。所以假如说没有了解到这个微密之教。那个用身教来代替言教，你没有体会，没有领悟啊，那个稀有啊，就好美来有，无代无志那去讲稀有，吃饭分饭吃饭有啥物稀有？大家嘛咧做，对不？所以啊，那个一表现出来，那个就已经是无上大法。最上圣的佛法，我们要修呢，就是要修到无我、无法、无非法，只有这样啊，把我相啊，修持掉，没有我相；把法相也修持掉，没有法相；把非法相也努力堵住，没有非法相。啊，所以这样啊，就已经啊，整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呈现。啊，我们看那个须菩提还看出来了虽然说看了31、41、51到61到68、30几年，对不？咱若个活3、4人300几年来看看会出来未？做你去吃，做你去分，免惊看会出来，对不？是不是这样？所以啊，我们就了解到那属于根器问题了啦。解空第一的须菩提，看了30几年，才看出说啊，佛在教我们最上乘佛法，所以才赞叹稀有。那个不是在讲空话呢。我们一般解说说那个是叙述生活的那个状态，哇，那就差得远了。佛就用整个那个他的生命来告诉啊修持的方法，我们竟然把它看成那个是叙述生活细节，这样都无价值去啊。本来上价值了。只要按照你第一分讲的，已经无我了、无法了、无非法，安尼就成佛啦。后边的元素拢迄拢加出来了。真正的就在第一分而已啦。就在那一种日常生活里面。所以我们要了解啊，很深的道理啊，不是一定要用言说啦。这个或许看大藏经很多里面都是用身体语言笑一笑你就领悟啊。咱个笑的规世人嘛还没领悟。所以啊，了解到说佛的那个教导方法是很活泼的，不是都固定啦。我们假如说能够体会到那个佛所传达出来的那个信息，我们按照那个方式去做，那就不会错了。我们一生努力的方向，无我、无法、无非法，安尼尔啦，有简单无？唔敢讲，迄真困难。
我们了解啊，要去掉这个无我啊，就已经很困难了。我虽然说没有说这个社会贤达，不是讲讲有社会地位，但是对我这个身体也是很坚持啊。我就是我，不能危害，不能侵犯，这样。所以我们了解到，真的你要消除啊，无我，你要从佛性本体入手，你真正的进入佛性本体呀，那个佛性本体了以后，这个身体呀，真的是假的，就是天地的物质，所有风土啊，众人忌讳，借给我用。可是我们都在身上做功夫啊，我们为什么做了几十年功夫都没有这个呈现效果？就是在身体做功夫啦。各位要记得六祖讲，一副臭骨头啊，何为立功课？你为什么把功课立在臭骨头上面？这样你就了解说，在身上做功夫是错的。一定要心性，从心性修啊，才会成道成佛。你从身上不会成，都很修正者都很确定啦。你为身躯的迄拢未成啦，只是讲加活几年啊，安尼尔啦，不会成。你一定要从心从性。颜回32岁就过世了，你看他现在这个我们都还知道他呢。迄甲咱也无亲情关系咱拢会知影伊的名颜回。咱的顶代啊，这个去你老爸，去你阿公，搁去你阿祖，会知影阿祖的名的人举手看卖。有人两个。搁去哩，祖搁去哩去知影举手，无啊啦，你看这几代，这么短的时间，你看我们为了祖孙打拼咱即马祖孙拢无咧改纪念，无咧改孝念，迄颜回甲咱伙亲伙故咱搁知影记甲条条，有啦，都记录像单数瓢饮啦。对伊个真熟，得一善浅浅福音啊，终身福师，伊的所有的这过程啊，拢背啊真熟，无去体会，颜回为什么一箪食一瓢饮啊？人不堪其忧，回不改其乐。伊的快乐不是讲要装互人看的，迄是真是为心内底快乐倒出来。就是常乐我净，伊就是体会到如如不动的佛性本体，所以快乐那个快乐啊，外口身躯无通食迄个无要紧啦，要死较早死的，较早解脱啊。咱这万世讨谣言，早死了早超生。所以我们了解到说，佛要活得有意义啊，我们要努力方向正确。就是追求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啦，咱伫个佛凡尘咧用的拢佛性的功能作用，功能作用修不成道啦，一定要佛性本体才可以修成道，所以一定要找到本体，那我们呢要找本体不是很困难，你万念都放下。你多拿营营无代志，你万念都放下不要产生一个念头，你都万念放下。这个时候啊，你那个灵敏的觉啊，它就出来。那个灵敏的觉，就是咱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啦。你看有简单无？无困难呢。你只要拢万念放下，不要有事情了，什么事都没有了。这个时候啊，灵敏的觉性。那个就是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啦，你改做较久伊的功能大用都拢估会出来。开始的时候啊，第六感特别敏锐。你今天会遇到什么人，会遇到什么事啊？你都会事先知道。那个是我们佛性的功能，
啊，咱啊愈精吼，咱迄个功能就愈作用愈大。然后啊，1个礼拜、1个月、1年，很久的时候，你都会事先知道。我们不是追求那个啦，那个是自然呈现。那我们所追求日常生活之中，我们要怎么做？这个是最重要的。日常生活我们都要过啊。那过日常生活的时候啊，记得事来则应啊，事去则见，不造业。那卖讲事情来了，真烦。事情过去啊，来检讨。大概我们的毛病都这样啦。事情来了后，有够烦的，拢无啥爱甲处理。过去啊，再来检讨啊，我迄句啊要知安那就好啊，迄拢袂有啊啦。所以我们要事来的时候啊，我们要欢喜心、甘愿受，去接受。接受的时候啊，去应对。那应对的时候啊，按照真理，不要落入情绪啦。不要喜欢讨厌，有喜欢讨厌就有取舍，有取舍就造业了，有造业就受苦了。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个是一定的道理。或是一定会讲到让你会背。讲到往后或者讲第1个字底下你就可以背出来了。一定要这个样子，因为它不会变啊。因果道理不会变，是一定的。那我们可以在因的时候啊努力。所以因的时候这个事来了，我们去应对啊，按照真理，事过就抛开，不要记在脑海，过就过了。不管是吃亏也好，占便宜也好，都不要管它，都抛开。所以啊，这样的话呢，我们都清净了。你能够清净啊，就回归到本性，回归到本性啊，我们的修持啊就越深入。那我们心理心法无底深渊呐，愈入愈深呐。所以各位千啊，谢谢你，谢谢你边还有一大堆啦。这个要拿回去给亲朋好友可以看，不管有没有求道，不管有没有研究心理心法，都可以看。然后看了以后，想要搁较深的再看迄形而上位之道。迄就较深啊。若讲较浅的谢谢你，有啦，旁边刚刚还有400-500本。咱一个退几本啊拢还阁有够。3个礼拜看的这个礼拜有啦，小几本啊。一点点。拢伫咧，可能无摕出来，大家无顺手啦。若顺手看样就看转去啊。拢无看，拢掉的啦。所以或许看到那个印出来了，没有把它消化，会很难过啦。那摕上去看就欢喜啊，嘛不知咧欢喜啥。所以啊，我们了解到说那个国王都有密语，然后如来呢为什么会没有？一定也是会有。所以或者刚讲说那个微密之教难可得之，就讲到那个金刚经的那个第1分啊，那个就是微密之教。那唯有我们深入研究的那个智者啊，乃能解我甚深的佛法，就可以了解那个比较深的佛法。非是世间凡夫品类所能信也。说这个这么深的这个佛法，不是我们凡尘那一种凡夫的品类，就是在社会那个争名夺利的那一些人，他所能够相信的，他都没有办法了解到的这个内容来。善男子，是大圣典大涅盘经，已有昧后有诸众生不能恭敬无有威德。何以故？是诸众生不知如来微密藏故。那个微密的宝藏都不知道。
所以则何？以是众生啊，薄福德故，福德啊很薄啦，足薄的，弄会都破。复次如来正法，将欲灭尽啊，尔时多有行恶比丘，不知如来微密之长，懒惰啊懈怠，不能读诵宣扬分别如来正法，譬如痴贼，这个去舍珍宝，担负草木，迄贼仔真戆啦，迄真是遐金银财宝拢卖，去安尼担一寡草木，这个有够笨的，不解如来微密藏故啊，这个微密的宝藏，于是经中啊，懈怠不勤，在涅盘经里面啊，都不这个加以啊这个解说推广。哀哉大贤这个当来之事啊，很危险，甚可啊怖畏，就是啊已经没有这个正法的时候啊，那个这个世上很多事啊都不可想象，苦哉众生啊，不群听受，是大圣典大涅盘经。为之菩萨摩萨等，能以是经呢，起真实义，不着文字啊，随圣不逆，为众生说。所以啊，这个也是等于告诉我们，说我们在这个大涅盘经里面呢，要起真实义，然后呢不着文字，就是进入啊，实在的义理，然后随顺。这个义理啊，来为众生讲。复次如牧羊女，为欲卖乳，贪多虑故啊，加2分水，转卖于语。这个牧羊女啊，卖迄个羊呢啊，就贪着利益，羊呢啊加2分水，水加2分，安尼卖较济钱啊。卖给村的人，那么牧羊女人这个比女得以附加2分，迄个买到的人伊个加2分啦，安尼就4分啦那么转附卖于啊进城女人，搁再卖予较晚近城市的查某人。比你得以啊，附加2分，伊个加2分，转附卖于啊，城中女人，迄毋是进城啊，已经伫咧城中啊，加2分，卖予迄个城中的女人，比你得以啊，附加2分，安尼你也看，安尼2分2分直直加啦，已经安尼规个要全变水啊。意是卖之啊，摕来市场卖。那么时有一人为此啊纳富，要娶新妇啊，要甲后生咧这个娶新妇，急需好乳，真赶紧要爱有好奶，以供宾客啊，自是一满，甲市场啊去买，是卖乳者啊。多数价值，改卖正悬的迄个价钱。那么世人语言，此乳多水啊，实不直视。讲这个羊奶讲拢全水啊，无这个价值，那个值啊，就是价值，实在无价值。此我今日啊，瞻是宾客，我今日要招待我遐人客，是故当取呀，取以还家，只用做米，无复卤味，这个时候啊，拢无迄个油腻的米，虽无卤味啊，以苦味中尤胜1000倍，伫咧苦味内底啊。也搁赢啦，赢几千倍。何以故？如之为味啊，滋味中最。
这个如那个以往啊，那个修道者啊，能够啉到油灵牛灵啊，因拢讲迄个所有吃的里面啊，它是最高级的、最高等。善男子，我涅盘后啊，正华未灭，于80年，尔时世经啊，以阎浮提广流布啊。是时当有知二比丘，超类是经，分作多分啊，能灭正法。那个二比丘啊，把这个经呢有抄，可是啊有省略了很多，分作呢很多分，能灭啊这个正法，色香美味。是知二人啊，虽复诵读如是经典，灭除如来呢生密要义，把那个如来生密要义啊，都把它呢灭除，都除灭了，安置世间啊，庄严文饰，无欲之语，这个我们凡尘啊，有一些蛮漂亮的一些这个文饰啊，叫做文词来装饰，那一些呢没有寓意的语言，超前着后啊，超后着前，前后着中，中着前后，当知如是啊，知二比丘是魔伴侣，受续一切啊不净之物，这个比丘啊，就是魔的伴侣，跟魔是一样，他都受续一切呢，那不净的东西，而言如来，须听我续啊，所讲的如来允许我啊，就是有这一些东西，好像呢牧羊女啊，多加水乳，知二比丘啊，亦复如是，也是这个样子，所以啊，这个这边讲说不净之物啊，我们就是了解，就是我们凡尘所有的一切呀，那个有形有相的这一些物质啊，那个佛都不允许他们有，所以啊，有就讲不净之物，受续啊不净之物。那么杂以是语啊，臭定是经，令多众生啊不得正说。这个呢掺杂很多我们世间的语言，臭定啊，这个涅盘经，都令呢众生啊不得正说。那个佛所讲的啊，我们听不到。正学正取呀，珍重赞叹，供养恭敬呢是二比丘，为利养故啊，不能广宣流布是经，所可分流，少不止也，就是把里面真正的经典流出来啊，是很少，都不值得语言。如比牧羊、牧牛、贫穷女人辗转卖乳啊，乃至咒迷而无乳味，是大圣典大涅盘经亦复如是。辗转薄淡，无有气味，虽无气味啊，尤胜于经，要个赢百观经典，逾越千倍，胜过很多。如比乳味啊，宜之苦味啊，其胜千倍。何以故？是大圣典大涅盘经以声闻经啊为最上首，亦如牛奶，味中最胜，以是义故啊，名大涅盘。善男子，是大圣典大涅盘经有丈夫相，所谓佛性，若人不知是佛性者，则无难相。所以啊，各位浅显，这个大圣典大涅盘经啊，有丈夫相，就是佛性。我们人假如说不知道佛性呢，他就不能称为男子汉大丈夫了。我们这个女生也是一样，知道佛性啊，就称为丈夫了。所以佛没有男女相，只是看我们对佛性的认知啊多不多，
认知多的话，就称为丈夫、大丈夫。女人也是一样的，也称为大丈夫。那假如说男人都还不知道佛性啊，那就真的变成女人了。所以则何不能自知啊，有佛性故。若有不能知有佛性者，我说是等啊，名为女人。那个呢，就真的是女人。女人知道佛性呢，她也是大丈夫。若能自知有佛性者，我说是人为大丈夫。若有女人能知自身啊，定有佛性，当知是等即为男子。你看是不是佛也讲这样？不是我自己称呼的啦。佛所讲，说啊，女人假如说知道自己本身有佛性，那么就是等为男，跟男子是一样。男子就是大丈夫。三男子是大圣典、大涅盘经，无量无边，不可思议功德，之记，不可思议的功德啊，记在一起。何以故？以说如来秘密藏故。说如来的秘密呀，那个宝贝，秘密的宝藏。是故善男子、善女人，若欲视之如来秘藏，应当方便啊，勤修此经，就是修这个涅盘经。那我们呢了解说这一段啊，就是那个菩萨菩萨品。那么尔时呢，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今此尘头啊，有疑心，唯愿呢如来从为分别，令得除断。因为我们看的这个涅盘经啊，就是蠢头啊最后的供养者啦。最后供养佛的就是蠢头。那么本经的细品啊，就由蠢头开始。蠢头是佛入涅盘的最后供养者。就是佛要进入涅盘，最后供养的就是蠢头。那么佛呢就跟蠢头说：善男子，允何疑心呐？汝当说之，当为除断。说允何疑心？你在怀疑什么？你要说出来，为你除断你的疑心。文殊师利言：蠢头心疑如来常住，以得知见佛性力故。若见佛性何为常者？本未见时应是无常。若本无常，或亦应耳。说本来无常，后来也一定是无常。何以故？如世间物本无今有，已有还无。好像我们的身体本来没有，现在有了。现在有过100年就都没去如是等物悉是无常。所以各位浅显，我们是常还无常？我们是常还无常？形容下袂好。本无今有，本来我们没有现在生下来有了可活过要几多10年可是过100年以后咱伫倒位？无去对不？已有还无所以这个本无今有，已有还无就是我们所以如是等物这一些东西悉是无常，拢是无常变化啦。安尼对无常变化有了解无？所以咱的身躯拢无常变化啦，拢新陈代谢。咱新的细胞生起来
旧的死掉去啦，佫新的生出来，佫旧的死，所以咱肺生出来甲肺拢袂当用720天啦，新的肺生出来，然后咱的旧的肺啊，全淘汰120天啦，一直在新陈代谢，新陈代谢，所以小孩子啊就会长大。然后呢，长大了以后啊，就会进入中年、老年，然后就会死掉了。这个叫做无常变化。我们啊，只要有现象，一定都无常变化。不会是常住不迁啦，不会是如如不动啦，除了佛性。除了我们的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啦。它如如不动，常住不迁，不会变化。剩下的呢都变化，所以都无常变化，拢是无常。那么以是义故啊，知佛菩萨声闻缘觉啊，无有差别，能感换。那么尔时世尊呢，即说偈言，本有今无。本无今有，三世有华，无有是处。所以各位浅显，这个佛说的本来有今嘛无，本来无今嘛有，三世啊，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有华无患，无有是处。所以从这个佛所讲的句里啊，我们了解说本有。我们本来就有佛性啦，今嘛拢无改请出来用，所以今有，今嘛无，本有，本来咱无身躯啊，今嘛有，今嘛都有生出来啊，所以三世有华，过去、现在、未来啊，较需要那有法存在，无一块对啦，安尼有了解无？无了解才正确你若讲了解就有影，有够高啊！所以这一边呢，或者在解说，说我们呢，要了解到完成的真理呀，它是呢，如如不动，常住不迁啦，那个才叫真理。那假如说本有今无，本来我们有的佛性呢，为什么现在没有？为什么现在都不见？所以那个呢，就等于呀，我们都迷昧了。那本无今有，本来没有身体的，我们现在有。那这个啊，假如说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有华，那就没有一个地方是对的。所以我们了解说，佛讲这个意思啊，就是让我们知道啊，我们的佛性本来就有，现在又有，那我们现在的身体呀，本来没有，现在有，它一定会归还到没有，归到没有，所以啊，这个三世啊，过去、现在、未来，都没有华。都没有华的华就是正华，不是在讲文字游戏哦，是讲真理哦。都没有的没有，就是正华。晚上回去睡觉的时候啊，想一想看，没有正华。2碗米糊都可以啦。所以啊，这个佛讲的本有今无，本无今有，三世有华，无有是处，就是无一块对，就是讲咱的佛性伫咧就是伫咧啦，搁较久就是伫咧，身躯即马虽然有，毋过伊会搁无去，无去就搁归互无去啦，有就有，无就无，安尼啊，拢无法。过去无，即马无，未来无，拢无，安尼才对。若阵有毋对，无有是处啦，无一块对。安尼有听有无？我嘛真奇怪，应该袂好才对啦，佮讲听有。迷糊才对，为什么？因为他讲的跟我们现实啊有差距，
佛性无，本来的无，因缘的无，可是我们众生呢，都不知道有，然后身体呀，本来没有，现在有，有就是有啊，未来没有，未来都要被搞，所以以我们的认知啊，这个讲的就差我们的现实啊很远，可是啊，这个是属于真理部分，有的佛性永远都有，永远都在。然后没有的身体啊，你虽然现在有，你一样还会没有。没有你在现有，一样还会再没有，就是这样的六道轮回。所以佛的意思是这样，所以没有法了，有法就是假的，没有法才是真理。这样了解吗？唔敢赢啊，够赢你够唔对。其实我们这样也是越了解越透彻了，越知道说佛到底要讲什么，就是让我们知道本有的佛性啊，你要启发，你要应用，那本无的身体呀，你要赶快借着它来修正修持，这样才不会枉费啦，枉费讲咱即马现象伫咧凡尘啊，你拢无好好啊甲利用，所以要知道，虽然现在有，可是你不久，刹那咱就无去啊啦，咱虽然讲100年加久，无久60年就到尤其佛的时间更短，一刹那哇，几多千年过啊！我们不可想象啊，咱几多千年爱几世人啊，一世都100岁无够咧，几多千岁哇，好像都不是我的事啊，不是我的代志。但是咱要知影，几多千岁、几多万岁，嘛是咱佛性内底的代志，就是我们本身的事啦。所以凡尘啊都没有法。没有法才是正法，就像我们没有念就是正念，这样你较会记哩啦。你都没有念就是正念，你有念就是邪念，安会样呗？会啦有法就是邪法，没有法就是正法，安尼个较容易记，容不容易记呀？你全部都没有法了，那个就是真理。你说有法，那个是暂时显现，它还会归于没有。所以啊，佛讲这个本无今有，本有今无，本无今有，三是有法，无有是处。所以佛讲这个会互咱头壳给拍夹，内底一款脑筋啊，规个拢全夹做伙，看迄规部，无我是咧讲啥。可是当你理清了以后啊，真理就出来了，真理啊就呈现，整个都呈现出来。善男子，以是义故啊，知佛菩萨声闻缘觉，亦有差别，亦无差别。所以这个佛又讲说，以这一种义理来说，知佛菩萨呢跟声闻缘觉，声闻啊修成就是阿罗汉。缘觉修成就是辟支佛，所以知佛菩萨呢，跟阿罗汉、辟支佛亦有差别，亦无差别。原来有差别，原来无差别啊。有差别呢，就是讲因的修正，佛菩萨已经到究竟了。然后呢，阿罗汉跟辟支佛因伫咧半中啦，安尼就是有差别。若无差别，就是讲因拢不管知佛菩萨，不管是阿罗汉、辟支佛，都有佛性，迄拢无差别啦。安尼有了解无？有清楚啦所以佛讲的也蛮详细啦。只是说我们的那个了解程度啊，到底是到哪里？闻是菩萨赞也，善哉，诚如圣教。我今实解啊，我今嘛才了解，知佛菩萨呢，声闻缘觉啊，亦有差别，亦无差别。
其实这个文殊菩萨哦，就是帮助啊释迦牟尼佛大转法轮啊，伊那无了解，伊刚刚讲的啦，哦，刚刚要讲啊，咱众生知影。那么迦叶呢？哦，白佛言：如佛所说，诸佛菩萨声闻缘觉，性啊无差别，唯愿如来呢分别广说，利益安乐啊一切众生。哦，这个迦叶呢，哦，他头脑就转得快。哦，如佛所说，哦，如文殊菩萨所说，诸佛菩萨声闻缘觉啊，那个性啊无差别，哦，那个没有差别的地方啊，他就把它点出来，哦，有无？哎，上面呢，哦，就是哦，这个亦有差别，亦无差别啊，哦，啊，可是啊，这边迦叶就把它点出来，性无差别。哦，那么唯愿如来啊，分别广说，利益安乐啊一切的众生。哦，那佛就回答，哦，说善男子，谛听，谛听，当为汝说。所以啊，哦，佛要讲之前呢，都有告诫那个谛听呐。哦，那个谛听的意思啊，就是诚实的哦来听，不要有成见呐。哦，你心里面有你的意见，哦，来听那就不叫谛听了。哎，那我们一般人啊，也有时候都会，哦，自己呀有自己的成见，哦，自己有自己的想法，哦，那跟佛哦这个讲出来以后，你会比较。那佛不希望哦我们是这样的话哦，他所讲的法被我们哦打折了。哦，就效果不大，哎，那佛就不收，哎，所以有时候啊，哦，这个虽然哦，我们这边哦没有那样记载，可是啊，有时候假如说里面哦，这个听课的里面有心中有意见，可是啊，他没有讲，哦啊，也没有表示，那佛会沉默，佛转几个点来哦。唔讲哦，因为没有谛听啦，哦，没有谛听他不讲，因为讲了以后哦，嘿，他所说的话被打折扣，啊，所以哦，那个神通第一啊，哦，目犍连他就赶快入定，然后哦去找看看哪一个哦，哎，心里面有意见，哎，他赶快出定了哈，就走到那一个哈。哎，把他那个衣领把他抓起来，哎，拉到外面去，不给他听了，然后拉出去了以后，佛又开始讲了，奇不奇怪？我们有时候都没听过这样的哦，讲做你讲，想做我想，你讲你的，我想我的，哦，我们很多都有这种状态啊，哎啊，可是佛在讲的时候啊，哎，都会告诫谛听。啊，你不谛听哦，佛就不讲，哦，因为他讲出来的哦，那个就非常的重要，很殊胜的，啊，你不能哦，把他讲的哦，把它打折扣，哦，所以或者看到那个目犍连去讲诱传，这个我说这个哦，真的还厉害，还知道人家心里面哦，哎在想什么。不过哦，这个导师。或许在后天庙哦，那个时候小孩子嘛，我13岁啊就打坐，然后打坐以后啊，因为我很娇小，哦，这个营养不良，他那个慈惠堂，或许在慈惠堂服务了哦，那个瑶池金母，啊，他有哦3个阶层的哦那个乩童，就是有打坐的佛菩萨戒教，然后有呼头壁的，哦，就是很大。哦，那个陶笔啊，安尼两车吼，啊中转一支吼，会当写字，啊2个人一人扶一边，哦，像我们三台开斋一样，可是他那个吼是很大的一支吼陶笔，哦啊一个人哦扶一边，啊写字，啊写吼迄个吼迄个地才看，跟咱咧同款，哦，迄第2种，第3种就是吼跳动。哦，跳档的时候，人个牙夹一哩，家己的叉照片安尼一哩吼，抬到规空老位，迄款的啦，吼吼
这个有的看了都会害怕，啊，有的举迄个尖家己的规个面拢梗过真的那个都可是啊，就是要我们知道有神在，不行啦，你才有法度安呢，若无你那个受伤啊不得了，因为或许那个时候啊很娇小，就打坐的就是在瑶池金母慈惠堂来讲是比较高的那个神佛来借啦，你跳堂的甲佛陀比的迄种比较低的型啦，比较低的层次因为或许年纪轻心轻，没有落入凡尘的尘垢啦，所以很容易就进入状况，所以或者时常这个顾庙咧顾庙啦，我拢一个人咧顾庙爬去咧庙的厝的顶的天空啦伫咧看庙，然后阮咧庙的边啊拢种花，人拢种树阮遐种花咧卖啦，拢种花田，有非常多的花，竟然有人拢来偷咖啡啦，偷捡晚上的时候来咧偷咖啡，伊拢唔知影讲我伫天顶咧甲看，他在捡人家的那个因为那个时候种的迄剑兰上济啦，剑兰啊，切15一支用12块，若平常时一支炒5角，你看差有济无？你贵的时阵人就去偷价，我讲这个人心呐有买嘛，花嘛，你没钱就不要去插花就好了啊，竟然就有人咧偷咖啡。所以啊，我讲我比迄个起码咱装迄个电帘更较好用。电帘它还有限制啊，我伫电看拢无限制。你加了你走一倒，我都会知道。所以啊，那个时候啊，因为小孩子年轻，所以修就很快。然后啊，我们那个36、9、7、15拢有红问啦。你若有困难，你来问就会初3、初6、初913、16、19、36、9、7、15这摆来问的时阵因为后天庙没有像我们先天说3炷香5颗手佛就来了，没有那样啦，无遐好的啦你虔诚当然也会来，佛菩萨也会来因为或许那个时候啊那个自己呀没有念头，然后来的人啊，伊想要问代志伊一定有念头嘛。这摆伊有念头伊的念拢发出来了后我拢收到。伊也未出嘴问我就甲伊回答。伊就讲这神啊遮灵。我在想啦，不是是人不是神可是啊，你还没问我就回答，你会觉得很奇怪嘛讲我这神足灵的就拢会再招一挂人来，就越来越多人。然后后来我就不用。阮主持讲你甲伊解决就好啦，无咱这山顶人一届来问无来，2届人问服无来，人就不爱来啊。因为我们在山上，在阳明山的半山原来离旗窟有一块所以啊，到后来我就想，是我咧讲解决也毋是神啊，我也无法度了解伊的宿命，我是知影他心尔，甲他心通尔，你咧想啥我会知，宿命通我也未去学会晓啊。你若宿命通会晓就看我都能解决。讲你定世就是做安那，你即摆才会安那，那个又比较好了。所以啊，那个时候我就兴起那一种不如归去，我不爱做新棍那一种念头啦。所以后来真的才投入这个性理心法，不然在或许在后天庙的成就
比这个我们这个现在社会上的一些都还得更如意可是那个都是短暂的啦，它也都变化的，真的会很神奇啦。还没到的事真的那个时候或许就会知道比如说下个礼拜然后那个阳明山的路上会发生车祸，然后会怎么样我几个礼拜前我就知所以那个时候在那个山上也是过得很有意思啦。后来因为对这个佛经很多的疑问，所以才全省各地寺庙去走，到那个新竹那个什么山，整个都是修道的那个山去那边去问我说为什么那个佛其实不超过7家，它有什么含义？竟然回答说佛界定佛所制定的戒律啦，你都照安尼去做就好。无含义无啦，迄个佛制定的戒律。故也是懵，所以去那边问不出自己要的答案所以后来还是自己修，自己找。所以我们要了解说，佛制定戒律很严格，那个所有3衣1钵，那个托钵那个钵，跟那个穿的衣服，3衣1钵以外，不允许有另外别的东西所以他就讲不净之物，你哪有你边有你有私人的财产，迄就是这不净之物啦，佛都不允许，因为你有东西你会依赖，你依赖这一些东西你那个成佛就比较困难，比较慢你什么都没有你就会很积极投入修就会很快所以我们了解说，佛制定的意思也是很理想要你这个全心全意投入修道，就很快可以成道成佛。可是我们真正的都没有说达到那个佛的那一个理想尤其我们现代那个社会的引诱更大那个你看到那个比丘比丘尼那个富有的都是开的还是面乳，你会很惊讶的那修的人在开那款面乳的车所以那个你看它就让人产生那一种，因为那个比丘比丘尼应该都是福田人家看到他就想种福所以叫福田让人看到他起厌恶，你在修道那在开面，已经起厌恶心了，所以那个罪垢他已经有罪垢，他不知道。那我们要了解到你要让人说伊在修道那遐尼艰苦你看到以后你就惜福，你就想种福种行善，那个叫福田所以我们要当人的福田，也不要去当人起心动念那个歹念出来所以我们要了解虽然他没有做坏事，可是他已经种恶因了他自己不知道所以我们了解说佛的制定不要我们有这个身外有东西有财产都要呢那个一无所有。譬如长者都畜乳牛，有种种色，常令一人呢守护降养世人有时这个为此事故经过这个之牛，凿一气中，见之牛乳同一白色，形变精怪，
牛色各异啊，其如允和，皆同一色。哦，是讲牛啊，无间色啊，吼，后乌的后黄的吼，牛啊，足侪种色。啊，那牛拎出来拢同款，哦，拢白，哦，都是同一色。那么世人思维，如此一切啊，哦，皆是众生哦业报因缘啊，哦，令如啊色一，哦，让那个牛奶的颜色啊，都是同样哦白色。善男子，声闻眼觉菩萨欲耳，哦，同一佛性，犹如彼汝，所以则合，哦，同肉尽故。所以啊，我们了解说那个肉尽啊，我们假如说已经到肉尽那个六通里面的肉尽通啊，就已经成佛了。肉尽通就是最难的那个肉尽。所以我们这个天眼天耳，然后神足那个他心然后那个宿命这个都很容易通。那个肉尽通啊，就是最困难。所以肉尽通，你这个肉尽一通了，就已经成佛了。所以啊，这边呢说肉尽啊，这个才会啊，这个所有的那个牛奶都是白色。而知众生呢，言佛菩萨声闻缘觉，而有差别。有之声闻啊，凡夫之人，予以三圣啊，隐和无北。所以啊，这个我们这个凡夫之人，怀疑啊，我们有上圣、中圣、下圣，隐和无北，那也无差别，有差别啊。我们要知道这个三圣啊，上圣、中圣、下圣，都是一佛圣啊。都是要我们众生成佛有的众生根器啊不同，所以先用下圣法来引导让他走入中圣，中圣呢又引导走入上圣，上圣呢又引导走入最上圣，都是要他成佛啦。所以同一佛圣叫做一佛圣。所以啊，我们了解说，这个师知众生啊，久后自觉，很久了以后啊，自己就了解一切三圣啊，同一佛性，这个三圣啊，佛性啊是相同，都同一佛性，犹如彼人呐，善恶如相，由业因缘，像那一个养牛的人啊，他能够领悟那个牛奶为什么都是白色就是由业的因缘，然后形成那个牛奶颜色都是一样复次譬如金矿陶炼紫慧，然后消融，成金之后价值无量这个那个金矿我们把那个矿石这个采取，然后就把那个不实以金的把它呢这个提炼掉了然后把那个金这个消融那么成金之后它的价值就很高价值无量。善男子，声闻缘觉菩萨欲耳皆得成就同一佛性这个声闻缘觉菩萨都一样都可以成就因为都是同一佛性何以故持烦恼故都是能够除掉烦恼，如彼金矿持之呢智慧把那个智慧都除掉。以是义故一切众生同一佛性我们的一切众生都是相同这个佛性，无有差别没有差别以其先闻如来秘藏如来秘密的宝贝秘密的宝藏
或成佛时啊，自然得知，如彼长者知如一相，何以故？以断无量的亦烦恼故。这个能够断的这个无量的那个烦恼。那剩下呢还有18分钟，因为今天说问题比较多了所以留时间多一点。好，请说。请问梁讲师，请请问说，灵性离开肉身后是否有觉知？这个我们的灵性离开这个肉身，各位浅显，我们有修的话我们有修持知道说佛性这个如如不动，常住不迁那个时候会有灵知啦。那除了这个状态全部都不知不觉，都唔知呀啦。那如果没有知觉的话，如何入地狱受苦？那个入地狱受苦就是我们的那个四神不是元神。元神是佛性本体它无所不在就是连地狱也有了，也有我们的佛性在。可是不同的就在我们在凡尘所有一切我们的心力士所造的那个四神去受苦。受苦的时候跟我们现在我们身体的心力士的那个接受度是一样。你在这个地狱所受的苦跟你在凡尘现在呢所受的苦它没有两样，一样的感受了。都是你本身在接受，那个是属于四神部分。元神它无所不在，也不会痛的，也不会饿的，也没有热，也没有冷没有，什么都没有。那所以说这样子的话，受苦刑法就可以具体的描述。受苦在地狱上受苦的话，因为那个都有，就是可以很清楚的描述出来的受苦。那个是受苦的本身受苦的本身可以去描述他受的苦是什么样的苦，跟我们现在在社会上你去这个遭受那个我们身体比较难以忍受的一些苦你自己本身有体会说出来，那个才真的比较实际的。那假如说不是自己本身去经历那说出来的就是文字而已文字语言。还有吗？有。那六祖坛经里面讲空心静坐，跟刘讲师讲的万缘放下差别在哪里？空心静坐它跟万缘放下，因为空心静坐它是拼除所有的一切，连我们佛性的功能作用也要拼除啦。所以我们了解最大的差别在这里。六祖都说不断这个摆思想，可是我们空心静坐你不能有摆思想，你摆思想的话，你那个坐就没用了就要把这一些摆思想全部都空掉。你空掉就表示你不要佛性的功能作用，那不要佛性的功能作用，你干嘛还活着？我们活着就是全部都是佛性的功能作用所以我们空心静坐违背真理六祖说道在悟起在做也，道是要领悟啦，不是要我们做才得来。假如说我们要这个早晚能够静一下自己的身心那个又另当别论了。那假如说我们是要从打坐那个修道那就真的有问题了。还有吗？还有，
从慈悲开示，诸修行人不能得成无上菩提，乃至别成声闻、缘觉及成外道，诸天魔王及魔眷属，皆有不知两种根本，错乱习修，犹如主商欲成家传，诵经成劫终不能得。请问刘讲师，这个是什么意思？那个呢，就是说，我们假如说那个两种根本，一种啊就是真啊，一种就是妄啊。你用真的来修当然就可以成了。你用妄的来修啊，那个盲修瞎念，修的再怎么多生多世啊，都不会成就了。所以他讲的意思啊，重点就是要我们呢，能够找到我们的真本，真正的我们可以成道成佛的源头，就是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所以那个叫真本。两种啊，一种是真的，一种是妄。你假如说用妄，因为我们凡尘10之8九都是用妄用妄本在修了。那个佛就讲好像呢，这个主杀呢亦成家传，你用沙啊来煮啊，想讲要吃饭，搁较煮嘛做热沙，未必做饭啦。所以我们了解说，佛也是这个循循善诱啦，引导我们说你修的话，一定要找到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个叫真本，真正的我们要修的根本。像或者刚讲的，你已经能够脱根脱尘，离身离界，灵光独耀，那个啊就是真本，真正的成道成佛的根本。已经不要说以后，你已经修到这个状态就已经成就了。那我们假如说用完成的心意识的心来修啊，那个虽然说很努力只是聊一聊我们业障，跟众生结个缘，这样而已啦。所以那个不会成道，不会成佛。所以很多呢都说研究心理心法就不参与整个道场的运作。我说那个都是误解啦，错误的了解。因为我们真正要修道，就是要成道，要成佛。那怎么样成道成佛？要投入我们的心性。真正的心性一投入那个都是不会去计较那个名分，计较那一些形象，所以纵然你要他受苦，他也没有意义的，绝对会答应的。那个是我们真修者那个实在的一些这个行为动作。那假如说我们要外表形象好看，那就不是我们研究心理心法的那个目标。我们不着重在那里我们着重在实际的那个功效。有功效的，我们当然努力能够度化众生。而各位可以了解我们现在所谓度众生只是把它带来佛堂修道。你带来了以后那个后续动作呢，你绝对没有说你要如何修，你要如何成道，你要如何成佛，没有，因为你自己都不知道你不知道怎么可以教人，怎么可以带人。那我们这个就是送佛要送上天，你度他求道，要他成佛，你要告诉他怎么做，怎么修。他假如说听了不做不修，那是他的事你不告诉他，是你失责你失掉那个引导师的责任。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不是说不参与了，而是说没有功效的事我们不做。一做拢带人的心拢愈绑愈压那怎么做
你越做，你内心就越痛苦了。带众生啊，要把心收回来，怎么可以带众生越带啊，心越外放？那绝对不可以。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一个两者来说啊，那个根本就很重要。那刚才说跟或许讲的空心静坐跟万缘放下，因为万缘放下我们的佛性啊，并没有说一样也不要了。或许就讲你万缘都放下，那个是妄，妄都不要了，真才会出来了。所以你万缘都放下，一念都不生，这个时候啊，你的那个灵觉灵妙的觉性啊，那个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跟空心静坐，它完全差别很大。一个是什么都不要，我们一个是什么都要。佛性本体的东西啊，什么都要。我们都把它整个功能啊，要把它呢整个催化出来。你万缘都放下，凡尘的所有妄没有了。万缘都放下，万缘都是妄了。妄都放下了，真啊才能够呈现。它能够呈现的时候啊，我们就是要了解到那个全部啊，我们佛性的功能作用，才真的都整个呈现。我们那个时候那个作用啊，呈现是从本体出来，而我们现在的生活啊，那个功能作用是从我们现在那个佛性都已经呢很委屈的隐藏了以后才呈现的。这个是自然整个呢我们自然现象。所以我们现在用的啊，就没有办法用到我们佛性的大用，大用呈现不出来。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知道本体。所以知道本体以后所呈现的啊，那个大用啊才会呈现。所以大用呈现跟凡尘啊，我们现在在生活的就不一样。已经都完全不一样的了。我们现在的生活啊，大部分都会落入心力识。那心力识里面啊，分别心很强。那分别心啊很强啊，我们就了解不愿吃亏。所以啊，我们的脾气毛病啊，没办法去掉。贪嗔痴慢疑啊，一样都在。跟后学在讲说，你肯万缘放下，一念不生，哪有脾气毛病啊？哪有贪嗔痴慢疑？没有。跟后学讲那个耳根圆通啊，你已经脱根脱尘，离身离境，离眼独立，哪有脾气毛病？哪有贪嗔痴慢疑？都没有。所以啊，我们了解，你看这个一真一假，两个根本，一个是妄的根本，一个是真的根本。你要朝着真的根本来修，那个才会成就啊。还有吗？还有4分钟。还有一个是年轻有名的七处真心，也有人认为因7番过处10番显见。那请刘讲师讲解一下。那个因为要了解到那个最重要啊，我们研究啊那个楞严经啊，最重要就是那个那个阿那示现呐，就是心在身内。这个心在身内啊，是我们一般人的所有的认识啊都这样。所以佛就把它破了，破说我们的那个心啊不在我们身内。那不在身内以后那个阿难再想出来，那个都是被迫的啦，不是他真心的，真心只有身内。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假如说我们的心啊是在我们身内，那佛就讲我们我们的心有灵知的作用。所以既然是在你的身内，那一定啊你先看到我们的5脏6腑。
看到啊，抓生法掌，可是啊，我们都没看到啊，所以没看到，佛就讲说，那你的心啊，这样就没有那个灵知啊，灵敏的作用，所以啊，那就不对了，不是说你的这个心啊是在你的身内，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有众生呢认为啊，我们的心就在身内了，这个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什么共识，大家都认为是这样啦。你不认为这样的话就会觉得说你很奇怪了。那我们要知道说底下呢所有的在身外然后呢躲在眼根那个啊全部都是被阿难被迫了以后勉强想出来的。那我们凡夫我们众生所能够想到的阿难全部想到，那个不是说七次破心啦，而是破我们的地方所在，说心在身内一个地方所在，我们心在身外，我们的心呢在眼根，然后我们心在中间，然后我们的心呢超越所有的一切，所以啊那个都是被佛所逼迫了以后，然后勉强去想，把它想出来。那想出来想到最后的时候啊就是没有办法找到那个答案所以那个这个阿难才请佛能够开示开示说到底啊我们的心啊是在哪里？各位浅显，我们的心在哪里？我们现在呢都知道啊我们这个心的这个答案，所以啊那个大乘佛法里面呢时常我们都会听到说心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就是呢无所不在所以啊我们虽然说已经知道我们的心是无所不在，可是我们没有进入那个无所不在的那个地方所在，没有啦所以或者才讲说你用耳根圆通去领会，用万念放下一念不生去体悟那整个都是要你了解说我们的心是无所不在而且如如不动，常住不迁，你要把它整个要连贯起来连这会啦所以我们了解说那个楞严经等于是佛讲经说法49年讲心性最透彻的一部，除了那一部以外佛没有讲心性讲得那么详细所以我们要这个用心研究了，因为里面你用心了以后你会一直深入，一直呢会很高兴下后学感谢天恩师的老前人前人大德，点燃师慈悲，让后学有这个机会上来再来跟大家分享学讲不敢讲心得也不敢就是分享一些那个修道这几年修道的那个经过好，点燃师、各位讲师、各位前贤，大家好。很抱歉占用那个点燃那个刘讲师的时间还有占用大家的时间，实在是老师叫我一定要来讲给大家听不我起来讲我真的很紧张的，我大概都自告奋勇来讲给大家听那老师为什么一直要叫我来讲给大家听呢？因为我跟大家都一样，以前都是在同一宫，大家共同在修，共同在办，我跟大家都一样，都很平凡。那经过刘讲师在讲课这几年，为什么我可以修成这个样子？没有那个，没有说我比较特殊啦，就是老师要跟大家传达的意思就是，我也很平凡，
可以修到这个样子，大家如果努力认真去修，大家也都可以变成我这个样子。所以老师的期许是要大家较骨来修啊，努力一点修啊，好，大家都可以，不是只有我可以。其实我是不是爱来这些爱现啦，我是真无爱来这讲啊，但是老师就一直要叫我来，所以老师讲，我也不敢拒绝啊，我就硬着头皮，我也是要来讲给大家听啦。好，我这讲稿写要对中午开始写个暗时啊，然后一直看大概10几次啊，因为实在太紧张，我起来，然后又讲不出来，好，就有亏天恩师的，所以等一下啊，如果讲不好的地方哈，还请大家见谅。那后学这次来讲新的报告哈，也不是来讲什么神通啊，也不是来讲什么闲话哈，后学是要来传达一些老师平时跟我讲的，然后老师他说他来接洽的时候，他不是要来开沙，不然就是要来批很多讯文，然后时间又不是很长，他没有那么多时间哈，来给大家讲啊做清楚诶，所以老师跟我讲，叫我来传达给大家知道。然后那个第一点啊哈，老师有讲说，我们刘讲师在传的这个望缘放下、一念不生哈，跟打坐哈是完全都不一样的。因为我在私底下哈，刚开始刘讲师来上课的时候，有人都跟我讲说，这个练这个哈会着魔，因为大家哈都把这个当成练望缘放下当成在打坐了。老师特地的讲说，望缘放下跟打坐是不一样的。好，打坐它是在空心静坐，然后他把心里全部都放空，好，连佛性也都全部都放空。相信这个刘讲师都跟我们讲过，有下面都放空的对啊。但是打坐它有没有功效？打坐它也有功效啊。打坐的功效就是会增强我们的身体机能。咱身体也不好诶，咱若努力去甲打坐，咱身体嘛愈来愈好啊。它的功效最主要就是可以增强身体的机能，但是那个打坐就是有生灭，因为它增进我们身体的功能嘛，那身体是有生灭，但这些身体没有的时候，那个打坐功效就完全都消失了。伊是咧顾打坐，就是咧顾咱的身体，咧练咱的身体啊。然后第二，修刘讲师所讲的这个望缘放下就是在使我们那个佛性呈现出来，就是在修我们的佛性啊。那我们在练这个望缘放下的时候在修我们的佛性那个佛性可以越练那个佛性能量越来越大，对，咱的灵性啊，咱的佛性，那个我们每个人都有的佛性，那个能量自身的那个能量就会越来越大，愈来愈那就对啊。就是拿一把电火本来是5节的。然后你努力去跟他修了，变成10节，变成500节，变成1000节，那个能量就是越来越强啊！那个佛练到修成佛，那个能量就是无限大，所以修这个就是慢慢的会有一些感应啊，会有一些那个是正常的。修这个并不会着魔，因为以前我读开这练习，我觉得这个很好，跟同修讲，然后你练这会着魔，我听着奇怪啊，我讲这其实练这个不会着魔，练这个是使佛性本体一直呈现那个能量越来越强，佛性本体一直呈现能量越来越强，自然它就有一些神通，因为佛性本体本来就具足这些，只是你把这些修正过来，那个神通自然就展现出来。不是说练这个会着魔。因为我们这个佛性是不生不灭，永远长存啊。我们这个佛性是万法归一啊，归一，这个就是我们的佛性，我们就是在修这个一处啊。然后还有第三，就是我再讲一下，这老师有交代，老前人以前在推广真人静坐，老前人以前在推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老前人的传道集啊？老前人的传道集里面他就有对讲师有规班拢讲师对讲师的讲话，还是点传师，大部分都是对点传师啊，规班都对点传师的讲话。然后那个老前人归空的时候
那个一些后学就把老前人的以前所讲过的话那内容哦摘录成一本，就是老前人的传道集，还有一本较高。那一本我有从头看到尾，所以我知道老前人他以前在世的时候，他一直在推广真人静坐。一个这顶法师大概回去都要认真练真人静坐。然后老前人在那本书里面他自己讲说老前人讲他每天都在练，而且很认真练，他无时无刻都在练。他除了吃饭睡觉，然后就是有道亲来的时候，他在没用的时候，他没有在练，他只要一休息下来，老前人就他在练真人静坐。他那个老前人的真人静坐他就是正襟危坐就是坐在我们这个椅子上，腰杆挺直，然后舌底上颚，这老前人在他的传道集都讲很清楚舌底上颚，二目手旋。重点来了，二目手旋。以前刚开始刘仔是来上课的时候，很多前贤都，因为以前我们有研究过老前人的一些书嘛，很多人道亲就举手来发问，这个望远放下跟那个手旋有没有一样啊？那时候刘老师都回答说不一样。因为那个手旋就是把意念守在玄关窍里面而这个老前人所讲的二目手旋并不是把意念守在玄关窍里面，那个老前人所讲二目手旋就是守住我们的佛性本体。像我们刚求道的时候不是有讲说我们要平心静气，眼观佛灯，然后静在前，然后要守旋嘛，说我们常常守旋，然后佛性灵性会越来越光明那个手旋是因为刚开始我们都不懂，我们大家都认为说那个手旋就是因为以前的大家也都不懂，都教我们说把这个意念守在玄关窍，其实并不是那个意念守在玄关窍是生灭的，我们修的是要不生不灭。所以二目手旋就是守住我们的佛性本体。我们佛性本体在最初灵明之初它是无念，我们佛性本体在最初它很光明的时候，它是没有念头，它是无念，所以守住我们佛性本体，就是守到它一念不生。所以这是二目手旋就是这我拄开始的时候我对这我嘛是做灰煞煞，但是当到我走过来，认识我们的佛性之后，我就知道说，二目手旋其实跟我们以前大家学的都不是这个样子。二目手旋以前大家认为说，把意念灌在这个玄关窍里面，其实真正在修不是这个样子，真正在修就是让我们这个佛性本体一念不生，因为我们这个佛性就是没有念，本来就是无念，我们要把它守住这个佛性，让它一念不生，来修正我们这个佛性。这是以前大家很多这疑问老师借着我再讲给大家听那老前人他在传道集里面他也有讲，他刚开始的时候他就有在练打坐也老前人都开始还没进入道场之前，他就对这种兴趣可能是他累世下来，他本来就对这个很有兴趣，他就开始在练打坐。他也有很多同修，老前人说他以前他的朋友他的同修他跟他在房子里面，那书上他老前人自己讲的他跟他在房子里面，外面有人进来要找他的朋友就知道外面的是谁，要找他什么事，老前人盖来对，已经这样也朋友都行入来，真的是他朋友讲的那个都一模一样。老前人的光以前他也练过打坐，所以他非常清楚了解打坐跟我们跟他在练的这个真人静坐有什么不一样。打坐也是可以练出功夫来但是打坐就是有生灭不会长久还有一点以前我们刘讲师还没来的时候，以前我们大家我私底下大家很多人在传说老前人他有神通不老前人写他说各地的点燃师要升点燃师所有的公文要拿上来批阅的时候，他怎么知道？很多点燃师他都不认识人家怎样说谁可以升谁不可以升？因为他有神通，以前大家都在怀疑但是老前人他就是他都不讲但是他确实他就是有神通。
好，它就是有无缘优通。啊，还有以前我听那个刘进甫刘讲师哈，一共他们有5、6个哈去见老前人呐。这个刘进甫刘讲师亲口跟我讲，去见老前人呐。然后他们5、6个坐好，老前人就坐定，老前人都没，他们5、6个都没，只有问好，没讲半句话哦。老前人就劈头骂：你们这几个都没有认真在修道。啊，刘进甫刘讲师刚刚就奇怪。阮这5、6个伊也拢唔捌阮啦，我拢从那个台南来的，他都不认识我们，哎那怎样？阮大家都无认真来修，佮嫌给我骂。哦，所以那个刘进甫那时候就跟我讲说，老前人可能有神通哦，啊不，他怎么都会知道。哦啊，这老师就说，老前人当时他就是在练那个真人经坐，他很认真练。老前人在他传道集里面有讲哦，他无时无刻都在练。连道亲要载他出去他的道场，一在坐车的时候，他也在练。所以老前人他已经练成了有5眼6通，所以练这个哈，跟你那个神通哈，跟你一些很多敏锐度，什么事情都会知道哈，就慢慢的就是都会呈现了。以前哦，我有看过，我小时候有看过那个老前人的一张照片啊。老前人的那个，他把他佛光修到有多大，你知道吗？差不多这个弥勒祖师的底下哈，到这个墙，那个他的佛光有这么大。这弥勒祖师的这个天花板到这个地上，这么大，这个就是以这个一个方圆呐。以前老前人的佛光人家就是他在不是泰国啊，他去开荒啊，然后。因为做简陋啊，然后他就从一个门出来，就有人跟老前人照相啊，结果一照出来，老前人他的佛光就盖住整个墙壁就对了，应该是有这么大，从这个天花板到地上，所以老前人他以前就是很认真练啊，练到他的那个佛性很光明啊，所以咱大家都很尊重老前人嘛，因为他就是在世修得很好啊，这就以上3点，那个，然后后学来开始要讲一下，后学从一刚开始修到现在的那个经过，后学之前上来的时候有大概有陆陆续续有跟大家都提到过嘛，后来后学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拄到神明要给我抓机，后来后学以前我拄开始的时候那些无形的来缠我的时候，不是一个来给我电的，不是讲我一个神明要给伊抓机，我一个神明要给伊电，迄一个神明要给伊电，无遮艰苦，因为私人公庙大家因为我讲了以后，大家上好莫去接近那个啊，因为真正最厉害，因有起足侪兵将，这兵将都是无形的，这些都是要出去办事情的。伊一个神明要来给我抓机，我无爱，这些兵将所有通通来缠着我呢。一些兵将成千上万呢。我对阮兜他们就阻挡不要让我来修道，不要让我来同一宫。我对阮兜要开车来同一宫啊。我讲真正的，刚开始的第1年、第2年，我都用睡觉睡来的。啥睡觉睡来？我一出门，我做爱困的啊。但是我感觉我都无来袂使啊，无来我这条命可能无去啊。我就硬着头皮就开车开出来，开出来我就一直这样哈气啊，打瞌睡，一直想睡觉就对了。等下停红绿灯的时候有当好我挡袂掉，我目睭拢要开了，转困去，真正转困去哦。我讲这大家真正没有办法去想象，我真正是这样经历过来的。然后睡着之后后壁有车嘛，车顶你个唔行是咧冲上来，叭那个吹起来，我赶紧来去开。我讲从刚开始要来同一宫的时候是这样辛苦，这样痛苦就是每次我要来同一宫，我去别位就没有这种情形但是只要我若要来同一宫听刘讲师讲课，就去开始啊，开始安尼度过我大概就是。我就觉得我是从我家这样一直睡到来同一宫啊，当我听课了嘛，佮开始拄啊，佮等于佮驶到等于厝的真是醒起来可能困饱的款，真正我来佮等于厝那困足饱，佮醒起来啊，
所以哈，各位前人可以想象，我拄开始这修的那个过程哦，是多痛苦啦。还有我刚开始在练忘人放下的时候哈，那真正万念重生呢，因为我在练的时候哈，伊就开始甲要甲我扰乱，我练袂成啊。我就开始一直想代志，一直想，我那拢永远都没有停下来了。我愈练愈想啊，我若无咧练的时候，就渐渐在缓和下来。我再要开始搁练的时候，搁愈想啊。后来，因为我刚开始来听刘老师讲课的时候我有起来问这个问题啊，可能大概有印象。我若袂晓的，我不懂的，我就起来问刘讲师。我第一次来上课的时候，我就有问刘讲师啊，但是第一次来上课因为足侪问题的啊，那个超时讲师伊都要徛在我后边，他也有提出也小超哥提出这个问题嘛，问到最后那个刘讲师说时间到了，下课。我坐后边，我坐刘讲师后边，我甲超时讲师讲，我有问题，你问了，问我怎么要哪问啊？超时讲师点无讲啥。刘讲师就直接讲了，我阁唔甘愿，我就直接走来问刘讲师。我第一次甲刘讲师问什么问题呢？第一次我就跟刘讲师问说，那个万缘放下，一念不生我以前甲大家拢共款，是不是锁住玄关窍？刘讲师说不是。我就问说是什么？刘讲师就跟我说什么都不要想。什么都不要想，我拄开始我嘛唔知啊。刘讲师要回答什么都不要想，然后刘讲师唔知敢是知我拄到这，然后头也不回，伊就行就走啊，伊也不爱插我。然后我就等伊啊，就讲什么都不要想。那时候刚开始我也是一直在摸索啊，我大概摸索到那个我来听到第9个月的时候我就开始领悟了。第9个月的时候，我知影讲原来那个佛性要怎么把它修正出来啦。其实大家认真练，就是你平常要去练啦，来这听课了，等下再去练啦，然后慢慢听，慢慢练，慢慢听，慢慢练，练到有一天你自动会开悟啦。他说你在开悟的时候，你的练你就足紧的啊，就扶摇直上啊，全身你看我今嘛，从以前那些无形的来缠我，我做艰苦，然后到现在，他们并没有离开啊，但是数量是比较少，因为我改外佛性本体修正起来，我的那个佛性那个能量越来越强啊，比较弱的那些兵将没有办法靠近我啊，存在较强的那些兵将有办法靠近我啊。然后老师又来跟我处理啊，老师又不把他们赶走了。等一下我会跟大家讲为什么老师不把他们赶走啊？老师说要留着让你练功夫啊。我拄开始的时候真奇怪，因走我唔是如何练，你甲我钱我唔是愈歹练愈艰苦。我拄开始我也想不通啊。等一下后面会跟大家讲。那一刚开始我来同一宫的时候身体还是一样病痛啊。以前咱大家我跟大家一样，在私底下拢感觉讲咱这同一宫拢是仙佛的。咱这仙佛大家拢做厉害的，我拄到这种代志其实刚开始我并不是很怕，我想我就转来同伊讲，我就好气啊，我生命偌厉害，这生命大家拢嘛惊伊，他有无法度处理的，结果我来同伊讲，奇怪啊，艰苦到要死拢袂好啊，像拢无法度处理安尼啊，迄阵我心里就开始打问号我就来做这抓嘛。那时候很多都是法会来的，仙佛跟我来接洽来第一次，咱找拢3个月、半年开一次法会啊，来都袂好无法会时来上课嘛拢袂好啊，我开始怀疑说这仙佛到底是有效啊无效啊。然后有一次我就是来开法会我就排班啦。那一次排班仙佛就有处理，但是我不知道哪个仙佛处理。我们排班的时候。不是有那个请点传师献香就拜位献结缘香嘛？然后那个点盖的是神奇点传师献结缘香，那个结缘香一插下去我身上那个我点一下，全部通通一瞬间都散开啊，没有1秒钟啊。
好，全部通通散开哦，我怀疑一个哦，神都要给我处理啊，我现在开始轻伤啊，哦，可是怀疑无偌久啊，等到我又回去，他们又全部通通跟来了，全部拢去对来啊，哦，我想啊，这真正吼，可能无效啊，好啊，然后再来那个法会结束之后，哦，身体嘛是赶快个安尼很痛苦就对了啦。然后又到了另外一次法会的时间，我过来法会啊。然后那一次法会我嘛是有排班啦，但是那一次仙母他就不处理了。然后我就那个身体很难过嘛。那个点燃是以前我来法会，我不是都坐在那个小房间里面，对吧？啊，你拢定去遐摕物件，我拢家坐伫遐。我就是伫遐练光元放下，身体就艰苦的。哦，等到仙魔来的时候，我就赶紧爬起来才听，看仙魔给我处理哦，我身体较轻松的呗。然后有一次那个李先祖来借窍，大概两三年前啦，我就坐伫咧也是中间排的旁边那边啦，李先祖就开始开始讲啊，怎样啊，然后我就伫下骹咧听。然后听一听之后，我就想说，这仙佛哦来啊，我个身体个这艰苦，我看哦，这可能无效的款啦，然后我一想到这里哦，那个法律组真的是不一样哦，我一想到这的时候全部啪，全部都打出去。这法律组真正不一样哦，脾气可能嘛无介好的款哦。我一想到这里，全部啪，真正1秒的时间，全部通通打出去。我想这真正有够厉害啊！真的1秒的时间，但是我回去他们又跟来了。然后那时候我就开始知道啊，仙佛有能力处理，但是他就是不给你处理。他有能力给我处理这代志，但是他就是不爱处理。用意是什么？当初我也不知道。后来我一直修，一直练到最后，现在我才知道。然后我来练这些我就开始慢慢的来听心理心法，来听有讲师讲课嘛。我以为我刚刚什么步拢用过啊，拢也无效啊。来这身份嘛，甲你处理过，要处理个哪唔处理？我都处理，就是不爱甲你处理啊。要处理，我嘛去阮迄个附近的庙会去庙会拜拜啊。嘛是拢袂好啊。讲无法度，我就因为有讲师讲，这练这佛性会让你的佛性越来越有能力，你就会去抵抗这些。或者回去就很认真练，然后也很听老师的话，很认真来听。我练到大概第2年，快到第2年的时候有一次我老婆做惊讶啊，伊突然我就在讲话嘛，伊突然讲奇怪，我在想啥，你哪拢知啊？然后有一次就是说，我突然接到我老婆的徛在我边啊，我突然接到一阵念波，我就甲这话讲出来，我讲去甲什么体来？我老婆安尼伊甲我看。真正我咧想啥，你拢知？我就知影讲那个刚才那个练波是我老婆发出来的。后来我就开始测试我就讲我咧吃饭时间，晚上吃饭时间，阮老婆甲阮2个囡仔，我叫阮老婆讲，你心内想你想一件事情不要讲出来。给我2个小孩子也是一样，你们都想一件事情不要讲出来。我猜看看你们在想什么？我老婆想一想，我供出来是不是这个样子？她说是。小孩子的没准，因为小孩子都给我乱编啦，猜中了他也说不是啊。我的迄阵我的妈妈开始讲，我有他心通我们贵刘讲师说，我们佛性有什么通？有5眼6通。刘讲师就说，有他心通，他说他心通最快呈现。我迄阵就开始我感觉有他心通，我就点测试，我才知影讲原来。我已经修成练那个佛性，就是越练它越光明，那个是自然呈现。我也没有什么用努力下去修，我赶快你这往面放下，自然那个就呈现。就是如果你们都在旁边你那些小代志，那个练波都会接收来啊。但是你很多人
我现在还分不清楚是谁发射出来的，但是那个电波都会进来。啊，如果你只有单独你跟我在这边，我绝对知道你发出来，因为越修哈，你自己的念头会慢慢不见。啊，当有念头出现的时候，都是对方发出来的念头，所以我有知道是对方发出来的。我有问过刘讲师，刘讲师说，你越修会越来越清楚。做侪人的做伙的时候，你嘛知影讲是谁发出来的。你即马修是短距离，你接收得到，以后你会越来越长，愈来愈远的所在，你都接收得到。那个佛他就是这样啊，佛就是全球、全宇宙、全世界发生什么代志，他全部都接收得到，所以他无所不知。好，那所以我们在修这个练的，也跟佛在练的那个都是一样的。后来我修到第3、4年的时候，就是今年的上半年，我那时候就想说，我已经听刘讲师讲讲遮济啊，然后我自己修自己练也练到这个样子了，我就规气伫厝的较认真修，较认真练的，等我练到身体最厉害的时候，那个佛性很强的时候再慢慢来进入道场。前上半年我都在家里练了，这上半年我就开始慢慢就是那个天耳通就出现了。我就开始我去公园运动嘛。我捌甲刘讲师讲过，我讲奇怪呢，我去公园那公园是拢足侪很多林都在那边，伊拢会坐伫遐开讲啊。刘讲师讲，伊就是拢食饱闲也无代志，拢爱走去啊，去遐看不练啊，讲一寡事故大家听啊。因为我去讲，我就听，我去到遐，我等下行下就听人伫遐咧讲话，听遐就听遐讲话。我刚开始的时候，我就带阮囝去看目睭，就有人甲我问讲，恁，因为我拄着这人要来掠机嘛，就有人甲我，毋是咧问我啦，问阮兜的神明啦，恁才会安尼啊？我是听着我带一个，突然我讲安尼，是拄着什么代志，哪会安尼啊？我等来我有问刘讲师，刘讲师讲对啊，那是他们那个诊所的守护灵啊，就是因遐警察就对了。然后我的渐渐的，就是越来越清楚的对了，就会听到很多无形的他开始在对话。刚开始伊拢唔知我听有啊。我讲假做我听无啦，因为听，但系佢知我听有，要叫我对，我要佮加艰苦的，我嘛拢静静的听，我嘛当作我拢听无，就是很多无形的，他们就一直会在对话。然后那半年，我整个半年，我几乎大概都听得到，然后一直到5、6月份的时候，我一直在家里，从1月份我都没有来同一宫，也没来听心理心法。到5、6月份的时候，我晚上在这望远方下去然后那一天就特别跟以前都不一样，就很奇怪。我规身躯就一直烫，一直对骹一直烧，烧到头壳全部拢烧，拢一直烧起来就对啦。然后就开始有那个无形的在讲话，因为我听惯势，我已经听半年了嘛。已经做习惯了，没做经验啊。然后这次这个来跟我讲话，就说，在咧数落我伫我周遭这无形的啦。伊讲你们这样不行啦，你们这样叫他不要去同一宫，伊即马伫厝诶安尼，你即马连法会伊也无要去，你叫伊安尼，你们这样会害了他你们这样是不对的呢。然后。或者听来讲，文旭为师跟你讲，你从下个礼拜你开始再去上心理心法，那个刘讲师的功夫你只学到皮毛，你还有很多都还没有学到。我听了为师，为师的咱老师我刚是咱老师，但我嘛是第一届老师第一次来跟我讲话，我嘛是半怀疑啊。为师唔就是咱老师，我想咱老师我嘛乖乖听话，我就开始再来上心理心法了。然后那个这半年来开始上心理心法之后，对，来上心理，
老师来跟我讲完第一次来上心理心法那一次老师，我刚开始我不知道，后来我才知道，我从我家里出发，一直来到同一宫，我下车，我下车的时候我就听到，我从门口拄对到门口要行入来，我落车对门口要行入来，我就听到有人问佛陀恩师，就有人叫佛陀恩师然后就有人回应免礼。我即摆真奇怪，这是啥我就去行1楼大殿，就去听到有人看佛恩师，然后有一个人话讲免礼，熊太安尼因为我以前从来没有这样第一次这样，然后我就从1楼大殿一直起来，后来就常常会听到这些佛恩师就是咱老师咱同一宫就住了很多以前没有被封国位的以前的那些浅显，咱同一宫住的这些浅显，这些浅显底下从下打帮助道，因为在世的时候没有修成，然后他们也要很努力来创造一些功德，所以拢底下来打帮助道。所以我伫门口行入来就听到人叫佛恩师，就直接画免礼免礼的让老师画免礼嘛，我就知道老师就跟着我来了，然后我回去我来上完那一次的心理心法，我又回到家里面嘛是对我门口开始就有人画佛恩师，我去行入阮厝内底嘛阁有人画佛恩师但是就是有一个人一直给他回免礼。我从那次之后老师就开始要介入处理我的事情了。对个开始我大概修到就是今年嘛。老师之前伊拢无要插我都伫遐艰苦家己伫遐修，家己伫遐好很痛苦，家己伫遐摸索然后身体又很痛苦，然后我感觉这仙佛根本就袂插我去甲阮同学博清讲，迄仙佛伊拢用讲的啦，伊根本不会把这些无形的打回去，他们这仙佛就是足慈悲的拢袂甲这挂转去伊拢用讲的尔然后我有讲那个仙佛就是很慈悲他不会去管这些事情我刚开始跟佛清在那讲佛清说对，那个仙佛都是用讲的，他们不会用打的，是有那些庙生命现在有趴我刚开始的时候在修佛清说这个是这个样子后来那个老师介入的时候其实不是这个样子老师一刚开始他为什么不介入？后来老师有跟我讲你一开始的时阵，拄着这个代志的时阵我若甲你处理好起来，你搁恢复到以前的同款开始搁酒色财气，你也无要收道你同款搁处理伫遐要拍拼，你要趁钱朋友招的就要啉酒，你又搁对人去我甲你处理你逐工伫遐咧酒色财气要创啥？干脆即马你拄着这你艰苦，你在痛苦，你没有办法你就爱乖乖伫真正修等下互你修甲你有一个能力出来了那个佛性就是越修越光明你的贪嗔痴慢慢就是会消失酒色财气嘛是很奇怪不是光只有神通那个酒色财气也突然通通都消失以前刚开始我在社会上的时候我当下时朋友就会啉酒创啥现在那个就是自然我就袂爱去那个就是那个佛性慢慢把它修正出来，然后从今年5、6月开始之后老师的常常到我家里面去因为那个仙佛他已经要介入了嘛。他以前在5、6月之前，我的身体就是有时候还会难过，因为我修到有一个程度了嘛。那些无形的要对我已经比较没有办法然后老师那时候就开始会常常跑来我家里面跑来我家里面的有一寡身份有时候会来请示老师有当他有那个过往，因为因来群他们在对话，我都有听到嘛。有过往的前贤还有大家的那个九贤七祖有时候都来求老师帮忙然后老师这些已过往的前贤还是
九贤七祖来求老师去帮忙他杨氏祖孙的时候，老师现在都跟他们讲一句话，这个是老师叫我讲给大家听的，要跟大家交代下去了。老师说以前他还没有开设信理心法之前，大概来同一宫听课，还是来同一宫帮忙。如果有什么事情，老师都会他都会担当哦，他一路会给大家处理好势哦，你也都认真来帮办还是来打扫啊，还是来听课都认真在听课你若出现什么问题，老师他都会帮你处理个好势哦。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哦，现在来求老师的那些九贤七祖，还是以过往的那个亡灵，他在求他杨氏子孙要去帮忙，他老师就跟他们讲说，我现在在同一宫已经开设信理心法了。你们要叫你们的子孙下去认真的来听课，不然的话就是要回去听完课之后回去要认真修，如果你们不照这样做的话，你们的事情你们现在都要自己去解决。老师基本上都改这样来讲这是老师给我传达给大家知道的。然后老师来帮忙我，他有跟我讲他说我这几年就是被这些无形人来折磨说我已经尝尽了世间苦了，而且老师又说我很听话，他叫我来上信理心法，我就来上，可安那艰苦，我像在厝里困到来遮，我嘛是拼来上然后老师就说他不忍在我受苦，伊就派仙佛来给我帮忙帮忙不是给人赶我走顶着。他们要来捉弄我的时候动掉我知道他们来了，但是我就是不会难过起来，就是顶着老师还是一直跟我交代你不要期望靠仙佛会把这边管走，你就是还是要照你这样慢慢的下去修，慢慢下去修，然后靠你把你的佛性提升到那个能量最强，有办法把他们全部都能赶走。所以嘛是爱搁靠家己认真修啊，毋是讲生日来就讲好啊，我靠生日啦，即摆拢好，即摆都搁迄个所以最终我也是一样大家也是都一样老师的用意就是要大家把那个佛性统统都呈现出来这个要修，要再修，要修老师。有一次老师这个也有讲出原理给我听就是有一次这个我有跟刘讲师讲过，有一次我在家里然后那时候仙佛已经开始来帮忙了，然后又有时候他们那个无形的因那脾气拢足大呢，伊若来袂欢喜全部搁冲来，伊甲你讲，伊来讲好，你又人搁开始艰苦起来然后我就伫厝然后人就开始艰苦起来那一天早上我就要去跑步我的心情很低落嘛，我就想讲，哇，这仙佛来，我搁逐天个安尼，这真正这个日子到底是要安怎过？但是我也是硬着头皮，我就去慢跑，照，在慢跑当中老师就来讲话了。老师讲什么？讲这个原理给我听老师说，我不把他们赶走了，因为我不把他们赶走的原因，就是要让你修道了。奇怪不赶走的原因就是要让我修道。老师说，你的佛性会跟这些无形的竞争就像说有一次跳蚤，大家不知道看过迄个，你是遐跳蚤用一个挂甲砍的伊永远就是跳袂悬，永远就是跳5公分，永远跳5公分。等你这个挂甲掀开的时候伊就是跳5公分这个跳蚤你用一个30公分的砍的伊就会当跳30公分，会当跳30公分。但你要挂很贵的时候，你就跳30公分。那我们佛性老师说我们佛性也是一样你这无形的，你给你干扰的时候你佛性会，你给它修正的时候，你佛性会茁壮起来，因为要保护自己嘛。佛性它就自动会跑出来跟他们做抵抗这在跟人做抵抗的当中你的佛性你的佛性就是你给它修正它进展的那个速度修成的那个速度就会增快，就愈修，就比如讲你修，你像我拄着这种代志，我若修10天，搁一个拄无遇到这种代志的人，我修10天，伊可能还修1个月，别安尼做就是因为我有碰到这些事情，这个佛性他为了要保护自己嘛，也能量也迅速加强了，对吧？老师说为什么
佛经还是那个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在天上没有办法成佛，一定要有人的身体，一定要在这个人世间来成佛，这个道理是一样的。老师跟这些过往的前贤讲啊，他说像文旭这样修，他如果修10年的话哦，你们要在天上要修多久？你知不知道？2000年。你若无辛苦哦，你要想练刘老师传的这个望缘放下，很多过往前贤都来这边听哦。要想练这个刘老师这个望缘放下，我来练10当修的成果，他们在天上要修2000年。所以老师说，为什么我要逼大家认真练的原因是在这里啊。这老师就叫我来讲我大家听啦。现在不修，你回去了，你要修了就困难了呀。所以一定要当下，如果还不懂的，就要赶紧去参悟、去体悟。那这前贤一听到了大家都哭出来了啦。他就跟老师讲啊，跟老师诉苦啊，他跟老师说，我以前在生的时候也无一个刘讲师讲信的心话，阮听啊。当我以后要搁去转世，刘讲师较鬼空啊，我只能去听谁讲啊。我听到这里也真的是很好笑哎。然后他就很羡慕咱今嘛在同为宫这些前贤呐，他们有身体真好啊，而且又就讲是来跟他传这些法，然后当下他们又可以修啊，又可以修正啊。老师也是安慰他们了，老师就说没关系，你们虽然修的比较慢，你们还是认真修。这就是恁第4的根基。等那个你去转世的时候，你自然而然你就是看可能会安尼修，然后还是你会自动去找。老师也只有这样跟他们讲啊，就无法度啊，无你今麦去转世，当你这个大汉刘老师万世归空啊，安那嘛袂服。所以老师的用意是叫我传达这些给大家听，要修就当下，得较紧的，赶紧的。没有，我以前听足侪，我听足侪前贤拢甲我讲。等咱若倒转去的时候，那佛性就都圆满啊，就安那咯。没有，你没有去跟他修佛性，就是永远都是跟你现在都一样。你嘛想讲等以后的会当封国的，没有，你没有去修，就是拢无啦。你无修正就是拢无，你即马无修，等于嘛是拢无啦。你就是要靠你现在有身体的时间才去修。当你无身体，你就是像我练10当，就是要等于修2000年啊。我2000年我看挡袂掉啊！这10当你就挡袂掉，搁要等于修个2000年。所以说，这来讲，修道者如牛毛啊，成道者如兔角，就是安尼啊。这大概差不多，这就是这些啦。那我那个现在就是要感谢我的那个引导师林坛主啦。如果他没有这样度我我没有办法有这个造化啦。我最后再讲一个小故事啊。这个老师就教我讲没有关系啊。那个当初我伫阮厝的时候就有很多仙佛就在讨论说处理你也好啦，看逐工遮艰苦安尼。甲这神明讨论讲，处理你好起来，反正伊即马就做练心修啊。个仙魔讲，他现在酒色财气都没有了啊，他现在又不烟不酒，什么都已经很干净了啊，你就甲处理你的啊。老师就说不行，他还没有通过考验，一个会继续艰苦，因为等一下我给他处理好，他又不修怎么办？然后我听到这些，我嘛是心都冷诶，无法度，但是老师安尼讲啊，我嘛不敢反抗啊。但是过了大概5分钟左右我就听到一个声音啊，就有外灵来求老师啊，求老师说，你就让文旭轻松一点啦，就把它处理一下，大家都要处理，就把它处理好，不要再让他难过了。后来老师就讲说，好，既然你们银宝师的9贤7祖来求了。为师就让他轻松一点，不要这么难过，但是不能让他全部处理好。那个林坛主就是你的银宝，你的那个9贤7祖都在你们家里，跟你们家里一起办了。碰到后学有这个问题啊，特地求老师，老师说好，我就给他弄，真的有弄轻松一点啦。这是一个小故事啊。
大概以上就是跟大家做这些新的分享。如果有讲不好的地方就请仙佛赦罪容宽。好，谢谢大家。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贤贤，大家好。或学占道天师德老贤贤大德，以及感谢各位贤贤给或学机会学讲。我们今天还特别上来一课。手上这一章就是因为上个礼拜我们最后剩下4分钟的时候就提到一个问题，就是《楞严经》里面的它里面有提到说7次真心，然后10番显见。那因为时间不够了，只有剩下10分钟，所以或许回去了以后把它写成书面资料，回答上个礼拜最后一个问题。那因为后面空白所以又加了那个楞严经。以前我们就有发过了，因为那个很好，又把它连在这个回答问题的这个里面，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有空的时候多看一下。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刚提到说我们一定借假修真。一定要借着身体把真的佛性修正。我们不要想说你现在去度人，然后要修回到理天再修。各位贤贤，这个是错误的，绝对不是这样。你有身体不修，你没有身体怎么修所以一定要在有身体的时候修。一定不要说我们回到理天，你回不去了，你住在形象在相天理气象理就是我们佛性就是道你要能够回到理天，就是你佛性整个呈现才可以回到理天所以我们现在在形象努力那个是相天理气象7天都还没到，只有在相天。想一想看，怎么可以回到理天呢？所以或许不是这几个礼拜一直在讲，说我们把我们的那个佛性已经充在整个宇宙虚空。说讲万年放下，一念不生。那个时候你万年都放下，一念不生。那个很灵敏的知觉性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你这个时候已经把那个佛性本体已经体会了人口都出来，然后你要努力专注然后加长那个时间这样的时候你在那个灵敏的知觉性已经没有脾气毛病，已经没有贪嗔痴慢疑所以你所有要修的都已经修了，所以你看已经在佛性本体了。那用耳根圆通呢更容易就是我们借着声音把佛性呢显现。现在整个虚空都是了，可是我们可能体会不出来不能用妄想，要用实际的你借着耳根耳根的稳性就是佛性，然后你听到声音了，你佛性就在声音发生的地方，那个声音会消失，你就不用耳根了，所以这个脱根，然后声音就是尘，又脱尘，脱根脱尘，离身离境，已经离开身体了所以我们佛性都出来没有脾气毛病没有贪嗔痴慢疑都没有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是了解加强已经呢启发佛性了以后，或许就讲要培养让它茁壮长大
刚才陈兄就讲，我们佛性可以发出光芒，跟那个佛是一样的，是不错，是这样子。那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要借着身体有身体的时候，赶快修，又是有能力的时候我们赶快请佛性出来当家，因为我们现在都六根当家了，六根就是四神，那去地狱的就是四神啦。那我们的佛性就是元神，元神是本来，所以我们呢把元神都整个修正，整个都出来了，我们可以回归到我们本位，最理想。借着现在大开普度我们才有这个机会，所以我们能够修，好好修都没有把握了，等到这个身体没有了要了解到佛性没有启发出来，你就被业力推，推到呢现象又现象，又受苦，都在苦海之中。所以我们现在呢，在生活之中，就是要请佛性当家，佛性一当家的时候他已经整个都这个脱离现象。所以我们要了解最简单的身体是水火风土，众缘际会借我们用。请问水火风土有没有知觉性？我们现在会动是不是佛性？所以你看佛性这么简单，有出来不？弄出来对不？所以我们就是因为住相，所以要变成不认识佛性。那我们能够做万年放下到一念不生那整个佛性的人口都呈现。那我们更能够延伸做跟圆通更成熟，所以或许一直讲大概都离不开这个范围了，都是要我们能够掌握到佛性本体这样的话，我们身体还给天地，因为天地水火风土，我们身体也水火风土了一定要还的啦我们还没有还之前借用。借着水火风土赶快用赶快修让我们那个佛性能够都呈现怎么样呈现呢？日常生活你让它当家，就已经全部呈现。这样容不容易？不敢讲，讲是很容易的，做起来你就会了解说，我们六根真的很强。已经用得深根蒂固了，所以一下子都没办法改过来。可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机会真的不多各位就想想看我们都满有年岁了，当个5久还可以活多久没多久所以要赶快请佛性出来当家。佛性当家了以后已经身体没有没关系，你佛性没有出来那身体没有了，业推了，被业一推了以后，我们又现象又在苦海之中，那又受苦都没完没了。所以一定要借着我们还活着还有能力的时候就赶快做。不是要求别人的，这个是要求自己啦。就是佛性你出来当家不要给六根当家。我们知道六根一当家那个造业连连啦。目睭爱看，耳爱听，鼻爱鼻，嘴爱食，身躯爱摸，意念爱想，拢逐项要甲咱揪去地角。不要给他当家。我们就请佛性当家。那佛性当家都符合真理，所以不会造业，就不用受苦了，就解脱了。所以要自己解脱是要自己努力。可以做到的，我们互相勉励。我们来讲这个涅槃经，我们讲到第几了？第几页？
20啊。第7行到10第7行，1、2、3、4、5、6、7，迦叶白佛眼。好，各位找到了吗？有哈，这个迦叶白佛眼。若一切众生啊，有佛性者，佛与众生啊，有何差别？所以这个迦叶呢，因为要接那个就是一代的祖师啊，所以他很详细的问所有一些问题，说若一切的众生啊都有佛性，那么佛跟众生啊有何差别？哪个地方不一样？那么如是说者啊，都有垢旧。若诸众生啊，皆有佛性啊，何因缘故啊？舍利佛等以小涅盘而般涅盘，远觉之人呢，以中涅盘而般涅盘，菩萨之人大涅盘而般涅盘。如是等人啊，若同佛性，何故不同如来涅盘而般涅盘？所以迦叶就问说，一切的众生都有佛性，那佛跟众生呢，应该是一样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差别在哪里？所以迦叶就这个讲佛啊，说如是说啊，都有垢旧。这样呢，有很多的那个不对的地方啦。若诸众生呢，皆有佛性，何因缘故啊？为什么舍利佛以小涅盘而般涅盘？所以啊，我们了解说这个涅盘，像个阿罗汉也可以进入涅盘，辟支佛也可以进入涅盘，菩萨也可以进入涅盘，佛也可以进入涅盘。它为什么都不一样的程度啊而进入涅盘？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个啊，像我们在凡尘啊，这个念像或许啊，这个小学都没拿到毕业证书啦。你看，有的念中学有念高中，有的念大学，有的念到硕士，有的念到博士，是不是都不一样？是不是有千差万别？是不是众生都是一样？为什么像我都无读册啊，有的读到遐悬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啊，每个人的遭遇，每个人的努力方向，以及他所得到的成果啊，都不一样。所以这边迦叶问的那个舍利佛啊，小涅盘，就是他比较没有去度化众生呢，就想说进入涅盘了。然后远觉就是那个辟支佛以中涅盘呢就般涅盘，然后菩萨呢大涅盘而般涅盘。如是等人啊，若同佛性，何故不同如来涅盘而般涅盘？为什么不跟如来是一样？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跟每人的花心，每个人的花心每个人的追求方向所作所为啊都不同，而名称呢就不同。可是啊，我们要了解到，我们进入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各位学姐要了解到，我们佛性本体没有名，也没有相，没有名相。所以我们能够到达最究竟就是没有名没有相。我们在凡尘修可以说没有名没有相我们就已经无所依赖，就已经不知道要如何做如何修这样的话他有办法到如来的程度吗？就已经缺少善知识引导。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有人在教，有人在说那确实就是非常殊胜。可是一定要正确
我们就可以看我们现在整个凡尘能够收到究竟的可以说还没见到或许都一直在很奇怪，那一些高僧大德啊，怎么都没有讲究竟法像最普通的四念处，怎么说的都是入门的观身不净啊，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是不是入门？刚要入门修道的时候所讲的。那《大藏经》里面，文殊菩萨有问佛说如何是四念处？佛就讲观身性相犹如虚空，观我们身体呀不管是佛性，不管是身体本身，都跟虚空一样，这样就有办法成佛啦。你看一句话就可以究竟，到达究竟。然后观受不在内外，不住中间，没有受。我们一切都不受就是全部都是佛性，一心正受。然后观心，但有名字，名字姓名，没有心各位前写心无啦，敢若有名尔啦，连迄个名的性都无。所以要努力生活就是要无心。我们在生活之中已经无心了，就是真心；已经无心了，就是佛。奥不奥妙？我们有心了，我们有心就失心了。我们有心了就要六道轮回。所以无心了。那个谢谢你不是说得很明白有没有？心力士我们在用，所以或者就讲，我们跟佛性很亲切在一起。只要你晚上睡觉你已经睡着了，然后没有做梦，那个就是佛性本体可是我们做梦，那个叫独头意识你清醒过来，你意识恢复，那个叫心意识，不叫本体叫作用。你有亲切不？咱每天拢甲佛做伙有无？佛性本体就是佛所以只要你那个时候一躺下去，没有意念，睡着了，佛性本体都跟你在一起。你有亲切不？咱以前知影无？我们知，所以就各位就是要了解到，有很多只要你知道你就到达了，不用修的。像我们在讲的一些这个最上圣法门也都是你知道，你知道就到达。所以这个很重要不然很努力我们在凡尘很努力的做。很努力的做叫有为，有为叫生命，叫无常变化，不会成的啦。不过今嘛我当咧办听我咧讲足讨厌，你安尼讲都拢免办不是我们要努力办众生成佛的事。可是那个不成佛呢一些呢，我们就不要去办，带人家去玩，那个心都野了那个更离道越远，那个不用又花心思又花钱又花时间，得到什么？什么也没，得到很疲累啦你若办顿足忝的，紧的去困，已经无气力了。那个不是道要了解到，道是我们佛性本体，佛性本体才是道，道是无极，道是绝对所以一定要呈现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才对一定呢要努力朝这个方向。所以我们了解到这个假设呢这样一问就等于
这个让佛呢来回答看看到底是怎么样的差别。然后佛就讲：善男子，知佛是真呢，所得涅盘，非知声闻眼觉所得。所以就讲说到达如来如来的那个般涅盘跟呢那个声闻声闻呢就是阿罗汉，眼觉就是辟支佛所以佛是真呢得到了涅盘，跟呢声闻眼觉所得都不一样所以非。那么以是义故大般涅盘名为善有这个大般涅盘，我们就是了解到，假如说光2个字涅盘，那就跟生死相对了都是生灭变化。那加呢大涅盘或是加般涅盘，那就已经超越就超越这个我们凡尘相对待的。那么名为善有这个大般涅盘就是善有。那我们在凡尘都没有拥有这个善有。那么是若无佛非无二圣得二涅盘。假如说佛没有示现在凡尘，那么我们的声闻缘觉那个二圣呢都有。那么二圣它可以得到那个二涅盘，就是那个阿罗汉跟辟支佛他们都可以进入涅盘。那迦摄复言是欲云何这个里面的义理是怎么样？那佛呢就回答：无量无边阿僧祇劫，乃有一佛示现于世开示三身。所以我们就是了解这个无量无边的阿僧祇劫，那个非常长的时间非常久的时间才有一个佛出现在凡尘来开示三圣上圣、中圣下圣所以上圣性理心法，然后呢那个中圣呢就是我们那个参禅打坐然后下圣敲打练唱所以就有这个三圣。善男子，如所言，菩萨二圣无差别者这个菩萨跟二圣就是声闻缘觉无差别者，我先于此如来密藏大涅盘中以说其意知阿罗汉无有善有。就是阿罗汉他没有大般涅盘，说没有善有。何以故？知阿罗汉须当得是大涅盘故。以是义故大般涅盘有毕竟乐，是故名为大般涅盘。所以那个阿罗汉他们还没有到达那个善有还没有就是大般涅盘，可是他们可以得到。就是我们一般呢了解的阿罗汉就是独善其身然后到菩萨呢才能够兼善天下。所以你独善其身无功于众生你自己好就好众生怎么样你都不管那样呢不列入不列入在天地之中所歌颂所赞叹的。所以一定呢你到阿罗汉的程度要在进修走到那个菩萨能够呢这个兼善天下就可以都可以得这个大般涅盘。那么迦摄言：如佛说者我今使之差别之意无差别意。这个迦摄回答说，佛一讲了以后才知道说那个差别的地方所在。这个众生因为呢都是被凡尘的现象所迷惑
所以啊没有进入修道，所以就没有办法呢，波涅盘。这个阿罗汉，辟支佛，他们有办法进入涅盘，可是啊，他们缺少度化众生，所以啊，佛都不加以歌颂，等到你到菩萨以后，又可以啊，这个兼善天下，所以啊，佛就鼓励啊，菩萨一直努力修，修到呢，觉性圆满。何以故？一切菩萨声闻缘觉未来之事啊，皆当归于啊大般涅槃。这个一切菩萨声闻缘觉还在呢未来，不是现在，就是未来之事啊，皆当归于大般涅槃。譬如众流啊归于大海，那个所有小河流呢，它都归到大海。是故声闻缘觉之人啊，悉名为常，非是无常。以是异故啊，亦有差别，亦无差别。所以这个声闻之人，声闻啊，这个缘觉，他们呢，跟菩萨、跟佛、跟如来，都有不同的地方。他们呢也可以啊，到达最就近啊，大般涅槃。是可以，可是啊要努力，不是现在当下，所以啊他们也都是常，已经呢脱离啊，那个变化，不是无常，所以啊我们要知道阿罗汉啊就脱离三界了，阿罗汉不在三界在出生啊，伊无伫这个三界，搁在搁在像咱有身躯来受苦。他已经可以脱离三界了，我们要了解说，我们大概对阿罗汉也没有说很向往，可是要了解到阿罗汉呢，他已经呢到达无学无法可学啦，已经所有的法拢会晓啊，已经无法通好学啊，所以呢到达那个位阶啊也很高了啦。我们到以后啊，又兼善天下呢，就可以。那么迦叶呢又问，云何性差别？为什么呢？他们的那个阶级呀，他们会有那个差别。那么佛呢就回答说，声闻啊，好像乳，牛奶，牛奶这个佛都时常拿来比喻啊。有五味，第一个呢就是牛奶，第二个呢就是乳肉，第三个就是生酥，第四个熟酥，第五个呢就是醍醐。佛就讲声闻呢，好像牛奶，好像乳，缘觉呢就已经呢好像乳肉，那个肉。那么菩萨之人呢，如生酥熟酥啦，这个就比喻两个，因为菩萨呢，他有10地呀，次第菩萨、2地、3地一直到10地，到第8地啊才不退转，所以啊，那个生酥啊，就是那个初地、2地、3地，8地、9地、10地啊就熟酥了。那么知佛世尊呢，犹如醍醐。所以这个五味啊，牛奶的五味，牛奶、乳肉、生酥、熟酥、醍醐，佛呢都加以比喻。那么以是异故啊，大涅盘中说4种性啊，而有差别。在大涅盘里面呢，说这个声闻缘觉菩萨以及佛那个涅盘都不一样，所以有4种性这个差别。那么迦叶复问，一切众生性相云何？这个时候啊，就这个比较低的也不讲。那个声闻缘觉也不讲菩萨，就讲众生。那么佛就回答：如牛啊，心生；如雪啊，味北。好像牛啊，那个加生鸟啦，那个牛啊，心生。
那个如跟邪呀还没有分别。那么凡夫之性啊杂之烦恼，我们凡夫呢烦恼多了，所以那个性啊都不清净杂之烦恼，很多的烦恼亦复如是，就是啊那个如跟血没有办法分别，所以啊新生的那个牛啊，它没有牛奶没有办法那个饲牛奶去要个饲牛奶啊饲无牛奶啦。那么。